组继续。都别慌！医员们又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哎，好好看啊！我看你，好看好看，你很适合古装。就很遗憾没有拿到那个角色。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太大了，不适合跟女演员搭？但浩维看起来是年轻的啊。你这么老啊？那我怎么办？女人就要美啊。谢谢你啊。我来化妆了。你是哪个角色来着？老太太。比我还老的人。嗯。哎，谁打了女二啊？哇，刘大月啊！你要 A 还是 B 啊？我 A 吧。哇塞，这个景有点意思。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呢？家中已烧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你又来，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别搞了，妈妈会骂。来说一下词儿。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哎呀妈呀，这一听就不想促膝长谈。我老婆在家烧了饭，不太方便。不，你这个状态也不太对啊。我老婆就第一个很抗拒，你进来你就没抗拒。夫人在家做了饭，就是你是人和呼吸全给了他，突然一下想起老婆行的那个。行。今晚，公子今晚，气息丢出去的，太晚了。今晚，你不会说你今晚没有了吗？要勾人嘛，你没勾人。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要欲走，给他一个东西嘛。不方便。如此良辰美景，如此良辰美景，猫儿都动情了。哦，那个良辰美景，你就是那只猫啊。猫，哎呀，猫儿都动情了。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嗯，对耶。如此良辰美景，猫儿也动情了。你看，猫都叫了，你看这眼神你得放给他，你也得，你太安静了，你现在都是接受，你要给予他呀。你现在太书生了，你没有被勾住。其实你来，你就是因为你早就魂都被他勾来了，你人才来的，所以你一点抗拒的能力都快没有了。这场戏就是你们俩都要有呼吸的，特别是你。你的心火烧灭火，心火又烧又灭火。眼神里面东西有吗？有。你给我。你有个问题，眼神懵。那你这场戏肯定不能这样演。你眼睛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东西，内心使然，你把内心调动起来，什么都有了。明白。哎，你们好了。演员可以来。对，都过来。老师您坐。啊，这么多朋友们都来学习，多好啊！来，就直接拍一条，然后让老师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调整。哎呀，这种反应。你看这种撩都缺感觉，情操搭上去的手要有一点感觉。好 ，OK。来，开机。你感觉被迫来结这个婚。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促膝长谈？
假装夫人做了饭，不太方便。不方便。用哪堂会有点过分啊，反正就是他没有同步能完成很多东西。如此良辰美景，猫儿的动静，你想不想知道猫儿在说什么？王二叔，王二叔，好奇干什么？我不行的。对啊，演的太正了，不像啊。两个都对，都得琢磨。这个演员来接时间，母后他不得那个呢，就感觉其实假装勾引他，一会儿可能就是一个杀手，感觉背后有点什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他那个演来，这个是戏的第一个镜头嘛，所以这观众一看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很厉害。你要这样逼他，怎么样？鼻子碰鼻子，你要退，那个戏就很好看。到了45度，加浓，戏要浓啊，不浓啊。这个喵不方便看。猫在叫春，你也要勾引它，你这个没有利用猫叫声音，你没用到。老师真是一针见血，他说的这个东西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他手太老实了，搭着就不动。刚才是游离在他身上，心里没东西。看一下啊，我给你先找一下感觉啊。公子今晚是否有时间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夫人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也要来。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一叫了。你不想知道猫儿在叫什么？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我好奇干什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就是聊着每一下都在试探他的反应，越忐忑越勾，就拿那个小鼻子在那勾，哎呦，就是那种勾。涛姐通过她的一呼一吸，然后她的眼神、她的动作去带动我，让我越来越去释放自己，赚到了，真的跟涛姐学了很多，我觉得她太厉害了。是这么个意思吗？有这地步吗？有这地步？孩子们再好好学习。来，马上来。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促膝长谈？情操这个很好，这个眼神很好。假如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娘奶。这女孩现在调的挺好的啊。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了。你想不想知道？眼睛不能离开他，眼睛闭下来干嘛都不知道。我是老二姐说，老二姐说，没有变化。我好奇干什么？那你觉得他要不要点那种喜感呢？找不到我哥。对，现在没看到。对呀。但是我是觉得他是可以做出来的，只不过他现在好像有点拘谨。郝伟，就这个是那个喜剧啊，必须要那个节奏啊，有点这种。来看一下，看，我觉得浩维最开始那个反应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下。这个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要充实？你坐下来你是自愿的，你好像现在是真吓一跳一样。这个男孩的那个节奏也还是不太对啊，你没事吧？郝伟，我觉得他也想了一点东西来，但是他一演的时候呢，可能文熙他就演回他以前演戏的那个方法，不知道他的喜感在哪里。一过来吧，一过来。你知道吗？你一下来不敢看他，你感觉他的人已经在这里的时候，哦，你知道吗？
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你不要躲他，你也得有被吸引，你不能从头到尾都在躲。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不要把你的把持不住演出来。现在镜头里没有你的把持不住，只有你的推推搡搡。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我都没听到你呼吸，我没听到你这个。猫儿说，我就说，好奇怪什么？还是得要有喜感，演得太正常了。不好玩，哎，别看了，哎呀，这拍到啥时候去？要不换人，要不别看了，我要走了，着急死我了，出汗了。家伙，你也相对放，专门去跑路边，跑不了菜，来。我觉得已经在准备了，没有，已经在准备。你现在就准备啊！现在就准备啊！你就把这两词儿背一下。快来，最后一遍看啊！老师们说了，不行换人。好，他们在背词儿了。我就想让我看到你是真的有的。其实你已经憋到快不行了，早就也想扑他了，但是就忍，你知道吗？让他演一个来看看。来，我们最后一遍了啊！我太久没有演戏了，所以我的眼神传递情感的能力和通过面部表情去表达生疏了。我就想让自己恢复到出场设置，然后完全放松的去表现。如果这个还不行，你就上去给他打个样。Why not? Why not? 快！公子今晚是不愿意留下仔细长谈。假装老婆做了饭菜，不太方便。没东西。方便。他太像一个就是谦君子啊那种。这个呢，就是他太正了。来去玩嘛，哎呀，我就玩一下。哎，100分，100分。但是老师，我是0分，我是组长0分。要是有机会，我也愿意试一下。快，好，让轮硕来试一遍。阿伟，你进来看怎么，看大家有什么变化。你进来。你去加热器。来坐。周才冷静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演法。好。你看他有一点了，局促啊，不知道做不做呀？公子今晚是否愿意留下来促膝长谈？假装做好了饭菜，不太方便。不方便，方便点。如此良辰美景，连猫儿都动情。你想不想知道？猫儿在说什么？这挺好。猫说，好心害死猫。后面这个蛮喜剧的，后面这个挺好的。你挺好的呀，你看后面都笑了。真的？那行。因为你演的太正常，明白？太有戏。明白。张仁硕，他出来的挺搞怪的，我觉得他表现是有一点不顺着不排路的打的啊，他可能会演一些与别不同、大家猜不到的演法。好玩吗？好玩。他演的比较好，是吗？大家说你演的比较好，你把那个白眉毛画成黑眉毛，你上吧。不是你怎么样？是你比较卡通，符合这个定位清晰。谢谢老师。那就换呗，来，好了，决定了。我去换眉毛吗？换眉毛，赶紧去。哇，太戏剧性了，真的。老师，给我换个眉毛，这就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大家会看得到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第一优选，但是我可以做最好的替补啊，对不对？把衣服给他，让张伦硕对，好。哎呀，浩伟，
不好意思，浩伟。哦，我把衣服给你。我试一下吧，从那边换。这来，在这儿换。好。哎，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我去拿个衣服。没关系的，哥。如果你要演爸爸，你画一个什么妆好笑的、卡通一点的，你想想。总是调整吧，就调的确实有点找不到感觉了。我是觉得挺可惜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这是全国最难的综艺了，太考验人了。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真实反应，真听真看真反应，就在无限超越班。我只要套一个白袍就好，就这一身套个白袍呀。我觉得吴老师不会太在意，人家在意的是戏。我开始抓到他的 vibe。Hello， 姐。Hello， 哎，你有什么？我演礼仪小姐还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病友，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洪戴宁呐，你进去那个你要，讲得太开心了。你要就很焦急，就很假的哦，真的对，就这样，明白。跟你有人发药你就大家哇，出身汗呢，哇，出了身汗了，哎呦，对，我们走先试一下，因为这很难搞。张院士，怎么了？啊，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好巧。刚刚朱少天根本在现场不需要调他，拿那么稳那个人物的有一些状态。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哎，对，就这样，对，哇！你来，可以拿药，领药，不是你别唱过来哈。来，那个呢？视频猴就是哎，大家坐下来，坐下，大家坐下，回去坐下。来，各位，回去坐下，安静一下。我们一定，大家听我说，卡。你要让人带，你太绷了。铁柱，你要学会把力量放掉。我抓不住你，因为你的肌肉太厉害了。就是我跟你说，你现在你要换个角色。那我就再稳一点。不是，你想想看，唐僧。你不能拿，你要什么？唐僧。明白。你明白吗？明白。你慢一点，别急。铁柱放松，铁柱。好 ，OK。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不是，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回去，都回去。好，可以。这条干干净净，很好看。柱子这样就对了。这个是对的，我们就过来了。
后面的这场戏主要讲是陈勇一行人在卖药的现场得知张长林卖假药坑害病友，然后怒砸假药会场。妹妹，其实等会啊，就你看不爽，就你一个人开打。好，你冲过去就把窗子砰。其实我有个外号叫地雷，地雷你蛮像，就是我的性格是一点就炸的，但是我一哄就好。真实性格，对，我是必须有什么就要说出来的啊。那很像黄毛的这个性格。就是你人家已经走了，你最后你就，我当你的妹子，妹子，因为朱孝天老师有点怕我。我刚刚差点被他打死，他来真的。就是我这么多年了，我就真的第一次感觉到恐惧。他真的拿个木头冲我就下来了。我跟你犯冲，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角色，怎么还是你？我现在真的很怕我们的吴老师说来真的啊，砸下去。那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个有杀气的那个，有杀气，你知道。他给的点是对的，他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了，我才会知道你要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他恐怖吗？他没有声音的，他进来就我这已经到拳头，就杀气都出来了，你知道吗？我想那种闷声发大。没有，不要闷，不要那个声打脸上要吹。但是你又把就是有声，好不好？我觉得孝天老师他像一个家长，我怕我自己如果真的打的话，有点没大没小。对，但是如果是角色的话，他应该被打。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确实是随地可以原地爆炸的地雷。来10路。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真的摔了！我的，哎我的天哪！你这，你自己鞋，他自己鞋掉了。这个都捕捉不到，就是你特意拍是拍不到的，可遇不可求的。我们接他，我们接他在地上。因为你跌倒嘛，跌倒的人呢，楼上程度就是，走开，就更气，更气就更气，好，更气，好，更气。你的伤是他给的。好。他那个点是什么？你在转身的过程中，你看到我那个气炸的，所以才会失去理智去打他们。丫头，起来，不行。再来，飞船没有到你。飞船没有到你。我不敢，没事。不是你就是这样往上飞就能打。你就刚才是对的，你 hold 住他。对，你可以这样。不，对，来。你别拦我！对呀。我真的不行，他没有解，老师他是真的没有解，他真的不行的。老师他不行的，他要这样他真的会傻。我们2个老人被。来。哎，来了啊！来，真实一点。来，去，准备去。OK，来 ready。
来，ready，来，go，来飞，1、2、3，就这样。阿嘎，可以了，好大力，很好，很好。没事，很好，学到一招哟。对，哎，再回放给他们看，太好。对，这个好笑，就这个，是不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打爆了。疼吗？你说呢？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当然知道。有生命危险的感觉吗？完全真实。我待会你打完他，你再上来的话，我会退到椅子那边，弯下来，你就打吧，但是你收一点力，你上来，拜托别起脚，起脚就变调了。你可以这么打，可以，别拿脚。然后我们翻过来准备拍朱孝天那个。来录！哎，你干嘛？好 ，cut。别抖啊！你摘。我真的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躲这个人躲得远远的，就是他靠近我就觉得我会遭殃。我以为他我想回家。再来一条。再来。真打呀！他打完自己问了一声：“真打呀？”假打过吗？我寻思别人打的呢。再来一条。你先笑完，这位老师，你别抖，你别抖啊！你别抖，先笑完。好，来，姿势准备，5、4、3、2、1，入。在座的病友们，有用过我们德国格瑞林的，请举一下手，让我们看一下好吗？哎，太好了，来，哎呀，来，这位阿婆啊，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用了我们的药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啊？我现在的身子啊，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真的太感谢张院士，感谢德国格瑞林啊！没事，不客气啊，坐，咱们坐啊，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到各位病友康复啊，我真的是十分的欣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我们消灭了慢粒白血病。哎，怎么了？真的吗？哎，这边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收到了我们总公司的通知啊，今天在现场买药的病友，本来3000块的药，现在只要2000，只要2000啊！太好了，来，安排大家买药来。可真能忽悠啊！难怪能骗这么多人。就是他把假药卖给了教会里的病友。没办法，人家卖的便宜，病急乱投医了。我觉得他讲的蛮真的。真个屁呀！你是个傻子，这么快就被洗脑了？那怎么办？报警啊！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坐下，回去不要排队了，快回去坐下。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有要分享是吧？来。好，谢谢啊。各位病友，大家好，我是一位神父。这个德国纳米格瑞林，跟这位张院士啊，都是骗子，他们都是假的。这个大娘也是个托。这不是
这位朋友，你这个话对不对？我们都是德国进口的，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假的呢？对不对？我教会里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张院士的药，现在全都住院了。哎，你冷静一下啊！你不要动我，真的，你们快把药放下，下地狱的。你这个你不能，你们一定会下地狱。哎，你们是谁呀？怎么跑来这你们闹呢？会下地狱。你管我干嘛？你这是骗子啊！哎，你这话怎么能这样讲？哎呀！死臭要放你！丫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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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假药的原来就是你呀！你这个骗子，会断子绝孙的，知道吗？他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35，你输了。聊早了啊，咱们再多聊会。你就没有了。你看，等一下，你们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认识大家呢，也是缘分一场。你们都叫我姐，我也很感谢大家。但是这天下吧，没有不散的宴席。从明天开始，那个药我就不卖了。姐，你是不是喝多了？可不能开玩笑的。啥意思啊，姐？哦，我不卖，还是有人其他人卖的，就是价钱有点贵，1万块钱一瓶。但是我和他们讲了，你们几个3000块。谁卖了？张长林，张院士，他经验很丰富，卖了10几年了。说白了，这几年我没出事儿，都是我幸运。那个假药贩子害死多少人，你不知道？他那药就是普热息痛加了些面粉，吃不死人的啊！你说是人话吗？他骗的是病人的钱，他害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他是会下地狱的。他给了你多少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知道卖假药要判多少年吗？小丫头，你知道吗？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子吗？我推给他们有什么关系吗？药也没有断呀，是不是？啊，就是贵了一点，比4万块钱好多了，对不对？是不是？多少人连5000块钱的药都吃不起，你知道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他妈凭什么要知道啊？啊？我为什么要知道？我这个卖神油的啊！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抓进去了，他们怎么办？说实话，我拼死拼活的把药从那印度背回来，你们全部都要感谢我。我为什么要管你？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我为什么要管你们呀？我谢谢你，祝你开一个更大的神油店。小黄毛，回来，小黄毛。谢谢姐。姐，喝多了。滚啊！
主会保佑你的。好医保，麻医保官方医疗险品牌。医保之外的大额医药费，它能报；先进医药覆盖广，它能让你放心用。有了麻医保、好医保，看病心里更有底，给家庭多一重保障。哎，1010，啊，太好了，我们正好搞一下剧本。好，来，我陪你。我是有老婆的人，有家室的人。这个时候精神状况整个已经失常了，你知道吗？啊，我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讲话没有野花香，但是我你要这样子才有喜感。正人君子跟变态对，切换我就想迅速切啊，他 ，OK，perfect。来，准备，3、2、1，开始。啊，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自然野花不如家花香。家花不如，对不起，家花不如野花香，对不起。野花不如家花香。对不起，对不起。说出心声。好，来。自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不能采。来。有点没有主心骨了，就是你的挣扎是有根的呀。就是你的脚步慌乱，但是你的这个心是有一根弦的，现在就感觉散了。你两个状态的转变不够，你现在左右只差0.5，我希望你左右起码差个2.5。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没有野花香，但野花闻完心花芳，心花芳。没有什么玩意儿，心发慌，我就改成心慌慌嘛，好不好？啊，心慌慌是要起来了，又劝自己一句，都说路边野花不要采。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是有老婆有家室的人，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是闻到野花心火火。都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但不采，来。其实挺好的，其实挺好的。是吧？马上还差一个亲姑娘，让他赶他走了。她好淑女哦，她以后演一个淑女挺好的。这个角色还是有点距离啊，非常多的形体来帮她。你站在这看一眼啊，现在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依然是正着的，你知道吧？依然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强求的时候你可以立着，但是呢，其实你哀怨的时候还是真的，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次真的被拒绝了。但是被拒绝的时候呢，再看你一眼，我还是可以勾住你的魂。既然你都已经不那个什么了，那我就不强求了。这个时候就站起来了，送客。公子既然心中只有娇妻，那我也不必勉强。送客，好多了，眼神亮出来了，眼神情绪有了，辛苦了。不行，对呀。OK， 行，这个过了。老师好。吓死我了！老师对不起，吓死你了。刚刚老师说谁造型最搞笑，他就用谁。直接去抢吓人哦。好，反正杀人也好，嘉宾也好，反正抢到分就行。我必须查一下，我又破了我的0，真紧张。美美不是啊，他现在很少那种说话的角色，我觉得让给他吧。我已经60分了。跑着都已经60分了，我都跑了好多龙套了，这是黄金龙套组啊！我到这儿赚点分，到那儿赚点分，到这儿赚点分，我赚的最后比你们还多，我一个人赚。我看看，来你转过来，我看看。挺像吓人，但我觉得他应该带个什么东西，更像。你这什么杀马特？他是不是杀马特卖的？那吧，我是一边的。不关我事啊，大姐。这就是当今艺术跟古代的碰撞。你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角色太好了，比主角我都想演。为啥？因为他们一直说朱美吉为了不扮丑，哦，对，所以我对这个角色的渴望程度比对主角渴望程度还要高，把我画成张飞。然后我这样说我是小野猫啊。李希啊，我感觉往鼻子上扎，咱俩必须得一会儿，不然别人会觉得咱俩真是傻子，这俩人是。我现在转战爹戏了。我现在就是一副很命苦的样子。还加点什么？哎，这脸上整一唇印呢。那你直接来呗。等会儿啊。哎呀，你把他打黑牛他来了。好。你已经成为我们无限穿越班已经连亲2个男人了，往我们短剧头部男女留绝亲的一个遍儿。嘿，这样好像不错。哎，真的很像外国人。阿拉登神丁。眉毛真改一个，他在逗我的胡子。太卷了，不行，我也来一个。你要来啥的？我来胎记在脸上。卷起来了吗？可以做一点年龄感出来，就糟老头那种，你知道吗？常年酗酒。这已经不像本人了。哎呦我大哥呀！看你这个也太……又疯一个！你现在扫脸可以进去你的手机吗？我进不去，你试试看。进不去，我也进不去，忘记了自己。没消息。我170分，只有我一个零。我才40分。啊，我们是第4，我们排最后呢。最高的697呀！璇儿姐太厉害了，扣分了我。你也扣分了？我加了30分。呀，我加分了呀！明天得多争取一下。后面3个班分数很接近，也就20分，也就差个20。你看现在是2、3、4分值拉得很近，第1名是领先的。其实是因为大月加分了，不然咱们是最后一组。嗯，对。这次真的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真的是打破了自己的舒适圈。在自己的圈子里，你确实是玩儿；在新的一个圈子里，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哎，女。我反正我的那个临时那个戏我都接不上，我就主力去跑龙套。在跑龙套老多粉了，真的，你看，反正我就做一个龙套王。老师，老师，哎，老师好。
其实在想造型，也代表你们的喜感。对，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打扮都很不错嘛，都很有创意啊。所以4个在门口，8个在里面。门口那4个，谁是门口那4个？我一个。可以，老师，1个2个。服务员是吗？总有个女人做门口的。我可以啊。哦 ，OK， 好了，好。你们都去拍了？我疼。对，去吧。今天确实有点拼你，可以的。有点要发烧了，感觉。发烧了？哎，那你给那个谁现场要点药，让那谁，你跟 PD 说一下，让他给你拿点药。有点头痛。在等这位监制的时候，就已经有点不太行了，我觉得早都发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耽误到进度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很担心第2天的状态，真的很难受，就回去休息。浩江，你卷一下吧，我再画个。行，因为分数实在……我知道。对，没事。然后天豪又挂了，主要跟第一名差距大，我倒不怕，主要是跟第3名差距太小了。万一明天你说咱没选上，人家选上了，也很难。我想去拼导演的角色，明天。对，尽量都抢。对，我们都抢，谁上就算谁。对，好吧。对。老师，我们组的那个吴天豪，然后他生病了，他扛着受不了了啊，然后所以他演谁呢？他演就是上桌的，然后我就替他那个。好。对，因为他发烧有点太难受。叫他走了，对。叫他回去吧。好，辛苦了，老师。你要认真的跟我讲，你刚才觉得OK 吗？我真的觉得 OK 啊，真的觉得很棒，我真的觉得很棒，而且导演一微调你就改得过来。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哎呀，这果然是我们队长！终于有角色了！我们现在还差几十分，明天再有机会再弄一个主角，我们就可以。我觉得你触底反你可以13钗，你肯定可以搞定。我知道，你最13钗的那一钗。疯了，开始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零零发妻子生日当夜，外表柔弱的钱操可以登门造访，实则暗藏试探与接近的目的。零零发一面应付周旋，一面又难掩微妙的暧昧张力，最终携钱操离去。我们自己排一下。一开始是你们2个在前面，好，听到积怨，没事啊，对，然后你们2个就往后面出来吧。我昨天看见你去积怨呐，积怨没有，可以。平球啊！看，进来！水饼红了，哎，到你分完你可以加入他们3个人跳舞嘛 ？OK， 好不好 ？OK。水饼红加入你们的时候啊，前面的3个人可以这样。整齐的，说。是吧？好，来，没事，他没讲大话。5, 6, 7, 8。OK， 看，
可以了，可以了。再20分不好挣。你们俩，来，西岩，你领着来，其他3个上。谢谢导演，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我们进屋吧。先是拍他们反应的。对，拍他们听到去妓院的反应。3、2、1，开始。为何我前几日看到你去妓院？妓院？你说什么？我亲眼看到他去妓院。女儿，她有没有说谎？没有。看着，好看。OK， 这个 OK， 不错。哇，刚才脸都抽了。脸都抽了。各位 OK， 好，那就下一场战。来，叫新月。我在。因为他是来要命的，是冷艳的。好香啊，老公，你闻到了吗？这位姑娘，请问你找哪一位啊？我是来买药的，请问这里有当归吗？有没有那么急啊？不能改天吗？我心爱的男人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买当归不过是图个意头，盼他当夜归来。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看，下来，太凶了，那还是有点凶是吧？对呀，永远保持微笑，所以很有信心的，讲所有话都是笑着讲的。笑里藏刀嘛。你一认真呢，你就输了。好。那我建议姑娘还是买连翘吧，能连夜死翘翘。夫人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呀。你也是，好像似曾相识呢。夫人，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也没准备什么，不如将这个小玩意送给你。你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啊！我说了你不找他，他就会来找你的吗？你开什么玩笑？你送我的东西哪舍得送给别人啊？来看，不错啊，这次好很多。好 ，OK， 这组过了，往下拍吧。终于来了。硕，你还在呢？对呀，我以为你都回去了。现在才到我啊！孩子这个状态就是不一样。啊，对，10个小时嘛。我觉得就我们可以演下人，我们现在就可以适合演这种小角色。准确来说是9个半小时吧。黄硕不能坐那儿吧？你穿的衣服是家丁的衣服吧？你起来吧。就是一直在旁边看啊，然后学习一下经验嘛，然后就一直在一种比较焦急的状态在等待吧。当时我在想，完了，我的帕子是不是被砍掉了？那等到啥时候啊？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导演，我想演里面那个下人。对啊，那你就演里面嘛。没有出来。好，然后确定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心慌了。终于到我了！你个狐狸精，我跟你拼了！别动！你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我也敢戳他，不关我的事啊！大哥大姐，谁来劝劝他们啊？王硕，你这里入画呀，你不能说走上去等着被他戳，就是你还是得要过去拉架子，然后好吧，送人头，送人头。别动！要敢戳他，我就戳死你啊！你要敢戳我，我就敢戳他。戳他就戳他，我也来戳他。不关我事啊！大哥大姐，谁来管管他们啊 ？OK cut， 这可以了。砸我脚了，砸我脚了。滑了。老弟真好身手。哎呀，滑了。
来，那个你们收工，谢谢。好，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辛苦了，下班。非常好，非常好。老师，对，辛苦了。好，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你们继续辛苦了，好好休息啊。好 ，OK， 拜拜。辛苦了，老师。辛苦，拜拜。你太想买。辛苦了，辛苦了。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哇！也太美了吧！太漂亮了，哎呦！你们很会走哎。哎呦，哎呦！哇，好好看哦！对呀，多美啊！我们今天是一个13钗的戏景。今天其实真正台词的是4到6个吧？对，4到6个。我们这次也会有议员的返场。现在我们要欢迎试镜的议员胡嘉欣、江真宇、停牛正威和王宇歌。对呀，太漂亮了！我们看起来像是逃难过的，好吗？哇，状态好好啊，好漂亮，好漂亮，感觉像是大家闺秀哎，太美了！哟，害怕了，害怕了。今天呢，把他们请回来呢，因为他们确实也非常适合我们接下来这个剧目的潜质。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你试上了戏，不代表说你未来就能够一路平坦。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和机会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但是也请注意，他们的分数是不会计入任何一个班级的成绩的。即便这样，为了证明自己，他们也会拼尽全力。所以希望你们也一样。他们几个回来，我觉得其实对现在的几个学员来说，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压力。我们既然来返场了，就是来踢馆的，你们做好准备哦。我们已经身心受创了。我回来也是跟着踢的，小心点。好温柔的挑战。话不多说了，我们戏里见吧。欢迎大家。压力、紧张，我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他们肯定就是能够驾驭这种身段，肯定会比我们更强。虽然他们的分数不会算到某一个班里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成绩，但是他们会挤压到我们可以争取到的机会。4位得先入座，把那个状态带出来。今天那个状态一直都要在。13钗呢，讲的是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替女学生赴死的故事。本次13钗的小考会共选出1位女主角金钗玉墨，3位配角金钗，还有1位配角是女学生。然后剧本其实都已经发给大家了。你看完剧本之后，你对哪个角色的哪句话，你认为你能演出它，你就来演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最后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选择，分为金钗组还是学生。
舒淇，你情绪上要把握一下。是的，振宇老师，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紧张。那好吧，要不我们来一个拍前的小考好不好？找找状态。这样吧，你打电话回家，但是你这个人呢，就跟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现在去打电话，是，来吧。喂，爸，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女儿，哎呦，挺好的，挺好的。哎，倒是你呀，天天拍戏累坏了不？没事儿，爸，我扛得住。哎，我看人家拍戏又是下水又是骑马的，挺危险啊，意外谁说得准啊？我早就在蚂蚁保上买好了意外险，工作和生活中很多意外都可以保障。要是真的受伤了，可以申请报销医疗费，您就别操心了。那就好，哎，但保险用不上才好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心吧，我先挂了。可以啊，很好啊，入戏挺快的。是的，感谢振宇老师。不过说真的啊，有时候呢，拍摄中有些扣碰碰啊，运动受伤啊是常见的，所以给自己准备一份意外险是有必要的。没错，蚂蚁保上的意外险覆盖范围很广，还有陪诊、护工等增值服务，有它在，安全感直接拉满。对，棒棒。其实这个我也挺可以，这个我觉得我也挺适合。13钗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我更想尝试学生的角色，而且我觉得他从前期到后期的反差和他心里的纠结、痛苦和他整个人的思想上的转变，就不能让日本人再糟蹋我们的圣子哦。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我真正的切身去感受他和角色，所以我其实很想挑战。你要是那个，我是就找玉墨吧。我觉得玉墨是一个她虽然沦落于风尘，但是她心中却有傲骨的女生。要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谋名。他沉着稳定，然后勇敢，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从余音你开始。我选的是学生。你这个头发是谁做成这个样子的？我们都很潦草。好，来，你是个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是神父让圣诞节穿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那好像马上自然一点啊，演学生会。可能要把妆卸了会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像个腹黑的学生。对，能幻想他演学生可能。对。他眼睛都大了一点点的，不知道为什么。对。来，王哥哥，你想演哪一段？王哥哥是。王哥哥有点散光，所以他的眼睛会有点，你会觉得我不太上镜，有点下镜是吧？不是，是你的眼神不聚光，就是哎，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对呀，为什么老对？我有时候有点开那个省电模式，然后就会这样。省电模式？对。就是省电，就是别用电量了。我平常看着就是困困的，我并没有注意眼睛管，就我平常就是那样睁大，我是这样子看。你就是总是看到一副很累的那个，知道吧？抓得很准。就是我平常是一个省电的状态，就为了一会儿有电要用，是吧？对。好，来，现在你有电要用了。我要是玉墨。来。哎，小妹妹，你们别胡闹了。这南京城里每天死那么多人，阎王都收不过来，你们在这瞎起什么哄啊？可以哦，省电变成闪电那个 pressure 啊。好，各位，谢谢。好可爱。以后你的外号就叫什么？省电格格，对吧？省电格，圣意格电，圣意格电了。我想是玉墨，钗，女1号，钗，钗。我觉得小日本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不就是图个快活？姐妹们都是干这行的，
就算我们去了，还能活着回来。红玲，你让那小女娃去了，他们就算回来了，还能活下去吗？你为了展示那个风云的，你一直转。其实你这个样子倒特别像，因为我以前演过很多的女土匪，女土匪，那2个女匪王我演过一个，我就觉得其实你就挺像那个回来了，就是那个那边山头上怎么着了？对那个，这个应该再妩媚一点。没事，那好，谢谢老师。我是玉墨。哦。不就是图个痛快吗？姐妹们都是做这行的，什么男人没见过啊？只要能活着回来，我们就能凑合着活下去。其实你的问题在于你演戏的气息和眼神和表情是断掉的。好，可以。但是太过，就还是在说台词。对。张真宇拆玉墨。这个会自然一点，你看，他就好了一点。要我说，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让世人们看看，也改改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其实他这个仪态也挺好的，走路就能传送一些所有机体的语言，前后的能传送多一点感情，大家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谢谢老师。来，红玲，我就是觉得不值，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热脸贴冷屁股。没了。谢依霖啊，你真的要趁这个时间要把自己洗干净一点。洗干净。对。就你演的还是自己平时的样子，自己的样子，就眼神啊，那个状态啊。这样。人家连厕所都不让你上，还保护人家。别再这样，不要再有以往一丢丢的演技方法、表情，你是一个全新的谢依霖。好。因为人呐。肌肉都是那几条，但用惯那几条了，某一个心态来的那几条就先走。在创作人物了，我们要调配不同的肌肉。如果你看不起人，你就是这样；但看不起人，能不能另外一个肌肉，另外一个心态，不要再用我们旧的肌肉。你就是优雅的谢依霖，你是高尚的谢依霖。很平淡的冰雪女王的谢依霖，我们回去想一下，好不好？好，说得非常好。对，谢依霖的习惯是，而且你总这么表面的，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这个角色他真实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表演能够达到我们认知的这个要求，真的。给你信心，你放下一些，没事的。你看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会收获很，好美啊！对呀，是真的好美啊！对，现在不比刚才。你一定要留住你刚才那个状态，真的好美哦！好不好？真的。我想是红玲，红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晓得接了多少回了。小妹妹，这个钱帮我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输肾呢。还学了点那个，我是南京人啊，你是南京人，我是南京人。但是就是味道跟眼神差了一点。小妹妹，这个钱收好，姐姐还等着拿这个钱去赎肾嘞。啊，这个味道没有呀？赎肾呢？哇！哎呀，就站着讲好，太好。就为什么不能绕着？哎呀，小妹妹呀，你看见这样吗？什么讲台词为什么不能动起来呢？算了，下一位。我是的，是红玲。红玲好。玉墨，我知道你瞧不上我，
我也不服你。算了，今天我就听你一回。依我看啊，姐妹们都去，既然别人那么瞧不上我们，那我们就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哎，好，可以啊，好。秦牛正威，小蚊子。啊，哦，小蚊子哈。啊。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喜欢那只猫，那天跑不见了。小妹妹，你答应我，替我找到它。你为什么讲话要那么甜呢？小蚊子应该那么甜吗？我讲话甜吗，老师？就是很书香世家的感觉啊。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点教养。好，谢谢你。好，好。老师，我试一下学生。这件衣服是新的，就是袖子有点短。你试试吧，姐姐。因为在南京，这个学生已经是很苦的，就没有那么阳光。这回我要给自己能挑一件挺直腰杆的事。小妹妹，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我想说，你让我看到的表演和这个戏没有关系。只要咱们还能活着，咱们就能凑合的活下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接客都不知道接多少回了。我们不是从台词出发，我们要从人物出发。我要那个性格，我要那个是个人物，我不是要一个情绪。太过戏剧化，你们永远都是把戏剧化。因为他们会想着说，我要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表现出一场戏的情绪，所以他就会总会带着这个情绪和任务来演一段儿。就先回去吧。好，谢谢老师。就所以慢慢学吧，没办法。谢谢老师。我们慢慢再来告诉你们，就人物是怎么找出来的。好难。我觉得任何的难点都在于他对人物的理解，对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的理解。那你能不能理解这个人？你不要去想这个是个角色，我在演角色。如果学生我好像见到余音没有那么想装小朋友，但又是一个刚才有刹那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对。我觉得余音和新月，新月可能就是眼神里可以干净一些，但是不需要什么都用你的笑容去吸引别人。那比较来就是两个气质不一样的人哈。虽然剧本里差有很多，但是我们有重要戏份的差只有几位。我实话说，我觉得刚才看完了整个的试镜，傅嘉欣是吧？是合适的。傅嘉欣，江真宇也是合适的，有那种韵味在啊。王宇歌也可以。我觉得秦牛正威也是可以留下来，但是因为你太大家闺秀了，太书香门第了，这次再来一个群像戏，我希望你再突破一下。好。完了，真被踢馆成功了哟。然后呢，谢依霖、熊黛林，我觉得也有不一样的气质。然后朱美吉、刘大月留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吧。可以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哪一个会？在我心中，因为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角色，我是真的很想争取。肯定是压力大，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这个是第一个，就肯定是这个了。但是我们不能两个都留，我们只留他们一个。不，肯定这就是想给他们踢馆下去啊，拿到主要角色嘛。好忐忑，还不成功。我觉得我需要跟刘涛老师来慎重商量一下结果。
我觉得我需要跟刘涛老师来慎重商量一下结果，所以我们用短讯的方法来通知大家。想要把钦差演好呢，一个是要形似，还有一个呢是神似，要演出13钗的情感内核。所以我们今天还特别准备给大家上一节大师课，由塑造众多风华绝代、经典奇女子角色的何赛飞老师来对大家进行教学指导。这一课上了完全不一样。好的，谢谢老师。Hello， 哇，漂亮了！老师好漂亮，同学们好，老师好，你们辛苦了，老师辛苦了。好，快请坐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旗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服饰，蕴含着我们自己中国自己民族的文化内涵。关于旗袍这个服饰呢，我接触的是蛮多的，因为我拍过很多旗袍戏。我穿起来的感觉就是，它收放都有，就是让女性会显得很典雅、很温婉、很端庄，是吗？但也不失风情和浪漫。所以说呢，坐有坐相的，站有站相。穿这个旗袍，如果坐的时候是这样坐，肯定不对。从拍照的角度来说，你就得稍微斜一点。对呀，斜一点上身给大家。如果比较胖的人一坐下来，他就会有这里一圈，我们叫救生圈、游泳圈。哎，但有个小办法。一般穿旗袍，他会有带个小道具、小手帕呀、小包包呀，他就放在这儿。你看，把自己的微微这儿挡住了。微微。关于走路，那就要注意，旗袍这种就是要这样跑。那急走。这样跑，两个膝盖始终在一条线上，它不容易夹脚。夹到顶着它，一夹就好了。走路也是这样，最好是那种直线走，你的两条腿永远在这个一片衣服的中间，你们感受一下。你看，始终两条腿在一片后面，就不会尴尬。是不是啊？这跑起来跑一条线好难跑啊。对啊，对，非常棒。你们刚才走的那种都感觉到了哈。非常好。那这里呢有扇子，一个人来拿一个。哎，这个好，谢谢。这个对。我们学几个动作先哈。你看我站在你们这样一边的，好，是折扇的，这样开扇，手指头顶这儿，这边拉。好，团扇你借我一下，你看，用这个画个圆圈，小圆圈，一条线，一个点，45度，眼睛跟出去，好，跟在这儿，往这儿定住，虚虚的，好像看着呢，好像没看着，好，眼睛放出去，70、80就够了，不要这样傻乎乎的啊。好，我们一起来一下，来，预备，起，打开，走。再上前一步，递进你的情绪，好美的风景啊！哎，好，
结束。你们将要用到的曲子，相信你们都已经听过了哈。它有这种江南烟雨蒙蒙的感觉，感受一下嘛。哦。不孤单是情，家内情虽近，临风要心呀，是雨里当困雨声声呀。老师一开口，我们就是觉得太正宗了。首先是欣赏。放出来，他其实是让我短时间的对这首曲子有了一定的观感和认知。轩宇的雨，雨声声，这个。然后加上他的身段，也给了我一些就是学习的空间。当困一声声呀，还是需要鼓励的嘛，需要打气的。我把嗓子喊得很响，注意力集中了啊！打鸡血。打鸡血，再有激情，再有激情，把最好的状态，把最好的美景送给镜头，送给观众。世外桃源呐！用我的精神头，用我的热情去激发他们的潜能。我知道很累，但是必须是这样，演员就是这样，在你凌晨4点要你哭要你笑，你仍然要坚持，要不你不干，没办法。如果要配合的话，好。闪闪发光的眼睛，打鸡血，对，好，你看不到，你看神呀，演成这样的，神呀，要演成这样的。我刚才不说了，要打鸡血，这个大阔一声，阔什么阔？你得阔出去呀！你承认吧？你是这样吧？我是这样的，老师太像了。我会抓到你的，不是我冤枉你。好，眼睛放出去。哎，很棒，你很棒。他贵姓啊？王宇哥。王宇哥，眼睛放得好。何赛飞老师还夸我了呢，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学过1年京韵戏曲身段，就京剧一定要讲究精气神。特别美，特别好，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老师。希望你们在我们这个无限超越班超越一切。好，棒极了，下课。谢谢老师，谢谢。快点，快点穿衣服。哇哦，哇哦，哇哦！恭喜你，宝贝！哦，真的吗？小鹿，你是小蚊子，看到了。天哪！惊喜，然后又有点窃喜，就是因为小蚊子它本身可能跟我自己性格在表演上也会有那么一点像，就是我对表演也是有那么一部分是不坚定，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命运的某一种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就有一种宿命感。那一瞬间击中了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小蚊子，我现在就要成为你。收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肯定压力是有的，因为其实竞争玉墨这个角色的人也有很多，毕竟她算是戏中的女主角，就更想把她给诠释好演好，因为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对，
无限超越班我来啦！让我们恭喜他们，恭喜恭喜！他们选上了3个，对，可以，那我们去下一步。走，再跑那个。我没试上啊，那我这是没有了吗？走吧。哎呀，我看我还能往哪儿去，何去何从呢？去问问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其他的角色。问一下。是的，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都没想到，我们这心情就像坐过山车。是啊，对，永远不要放弃，因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啊，看看踢馆回来的成功了，真的。那我们更得争口气，是不是？包的，加油加油！挺难过的，4个人回来踢馆，结果我没有选上，感觉屡战屡败，难过。真是重创万箭穿心，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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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来，第一场在厨房，场景搁哪儿啊？是吗？这厨房。今天先是金陵13钗的男性选角小乔治和教父，有4个竞选小乔治的，有3个竞选教父。南京沦陷后，教会女学生与秦淮河歌女入殓师约翰及神父养子陈乔治一起避难。陈乔治是教堂唯一的中国男孩子。当日军强征女学生的时候，歌女们决定顶替赴死，但因为少了一个人，陈乔治毅然男扮女装，与12位歌女组成了13钗的慷慨赴难。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去做的事。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他说，为了护住这些孩子，也要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我觉得孩子就表达一个天真的感觉嘛。你得稍微先，因为他毕竟还是小孩儿。对。乔治是一个小孩，但是他心里边藏着大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情怀。他知道他出去之后可能会没命。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生命跟12个女子她们绑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大爱。像吗？像，先去吃药了。挺好的。待会儿说就是要试一段厨房的戏，然后直接神父跟乔治试。这我给你3包，你在今天大概4到6个小时喝一次，然后因为这药睡前吗？现在就能吃。好，但这药极苦，我一般都是倒在舌头下，然后再兑水喝下去。待会儿我们就可以，谢谢哥，你先吃吧，先吃。夏天哥好暖心啊，然后他给了我那个3包药，还有3颗糖，然后我第一次把那个糖吃了。你吃了没药？吃了你这个糖。我叫你吃药，你吃糖。待会儿吃。那糖是给你吃药之后吃的。哎呀妈呀，你这孩子哦，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是？然后就盯了我1天，一定要吃药，一定要吃药。哎，你吃完药感觉怎么样？5、6个小时后再吃1包，再吃1包啊！你今天把那3包吃完，睡前哦，今天吃完3包好。但是我没吃完。你们是一组的吗？那你们有点小孩角色，你就让给我们吧。是啊，你不够年轻啊！我一个角色都没有。你现在多少分？我就30分，你36分。他比我还低。你不是有3太爷了吗？那就有20分啊。3太爷那不是你，问题是你现在不是那个有点角色的镜头还不少吗？镜头不少，分数低啊。那可以了，我们这都没有什么镜头的。对啊。是吧？
分高点而已。走吧，去吧 ，please。你当教父去。他不得分吗？谁跟谁一组？一共就俩人，反正就你们目前还神父也3个人了，神父3个人，咱4个。还有谁？还有谁来着？你也来神父啊？对。OK。我来。又来个神父，我的妈呀！啊，硕哥，搁哪儿啊？硕哥来了。硕哥，哎呀妈，神父啊！哎呀我天！我硕哥不就神父吗？我是为了你们还没开始玩考验。他一进来我说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神父这个人啊。你太卷了，你就是神父，你是从哪儿来的服装啊？我也是看了电影解说，他一出场是大胡子，我剃完胡子一看这场他没胡子。你们好，带上麦了吗？炮连肩在那儿吧。哎，化妆老师，来弄个神父，完美 perfect， 对，就是他了。对，他为什么没胡子这场？刮了，就这下刮了，就这场刮了，是吗？他以前都有胡子是吗？前面应该是有的，我记得。我真醉了，我完蛋了。我觉得振宇哥见到我一定会骂我，说你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你是 cosplay 吗？就这种感觉。就这样吧，就用几句话。其实这个特别难演，是感情。我觉得我可能又得遮这儿。我最害怕就是这种哭戏，1秒哭。喂，大家好。Hello，郑爽是吧？哦，只有你们2个抢神父吗？4个神父。我们还是拍，我把机器都架好了，让他们一组一组的试。你们自己发挥了吧。好，我在看监视哈。来，那我们第1组是谁？谁愿意来试一下？你们是第1组，我来吧。咱第1组啊，来行。我们是第1组，然后你们是第2组，那你们第3组，那你们是第4组，好吧？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仿佛听见一个慢神父他在说话。他说：“你为了保护那些女孩，在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他还说：“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好，下一组。你知道这么一去要面对什么吗？我知道，我只是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你是个好孩子。下一组。你知道这一去你要面临什么吗？我知道，我只是在做英格曼神父让我做的事。我好像梦到英格曼神父。真的吗？他说什么了？下一组。他还说你是个好孩子，他一直都知道。我看。直接选吗？难道？对，直接选，不行直接走。再调一下，然后再拍一次。不用调，反正哭出来的都不要，没有哭的就要。大家集中在这边吧。来，所有人来，1、2、3、4组来，先集中在这个场景来。对。凡是想哭的，都会被淘汰的。哭，想哭，想哭不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为什么淘汰那些想哭的人吗？这场戏，如果我跟一个小孩子，我应该给他说很好、很有力量的话，很有希望，你会去这个很好的地方。你记住，你所有都是保护这些女孩子的，我不会给她恐惧吧？我不会给她生离死别吧？想一下，这个情况，大家哭哭啼啼有什么好看呢？这个头啊，放上去就没得回头的了。这拿着帽子跟你这放，你想清楚了吗？那如果放上去，你想清楚有什么好看呢？所以就张龙说，钟美美用我的方法，其他人可以去跑组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3钗的2个男主角都被我们组包揽了。来，
对，开始。因为这两个交流就有点，这个交流有点意义了。嗨，好 cut， 好过了。我们很有可能靠这两个角色，我们就反超回来了，非常非常的窃喜。Hello， 哇，这么多人来参加，还不错，我们的剧组。哎呀，终于有一个机会。我们这个剧组呢叫镜头之外，但是这个题材，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你们要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演的。对我们这个题材所描述的情境会比较熟悉。请坐，请坐，请坐，先请坐啊。镜头之外，想一想，镜头之外是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辛酸。对，然后所以有辛酸到吗？这把年纪应该是很多的。没有，这几天，有，真的有了，有。啸天，你那个黑眼圈很明显，你先来讲一讲怎么了这两天。就是因为可能我比较幸运，我一开始出道，然后很快就会成为剧组会保护的对象。但是这几天，因为我们跑戏跑组这个东西，大家是凭这个公平去竞争的。然后那天等戏等很晚，我就坐在外面的帐篷里面，一直在想，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受这种罪？等一下，其实我已经偷偷哭了一下下。啊？真的我没看到。对，因为我一直背对着你们，然后后来我就跟自己说，我说那不是这样子想，那我现在在体验的是不是正是群众演员在体验的感受？就是他们是真正是剧组，好像当成工具用的这种，我还是至少是被尊重的。那你一看，我还在这坐着呢，摄像大哥在那站着，我的 PD 在外面吹着风，然后我就调整自己现在，我说那不行，那我如果这样，我要坚持下去。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值得的，因为我这2天其实有重新找到对戏剧的这种热爱，那种激情是吧？被吴镇宇骂了好几次，那就是那谁让你选他那边？他分数在那里啊。对啊。OK， 好的啊，那好吧，老前辈讲一讲，那小朋友讲讲吧，小朋友，讲讲怎么心酸了？心酸嘛，以前有一点吧，我的公司是时代峰峻嘛。什么啦？让你讲这几天的辛酸这几天的辛酸啊！这几天我觉得不辛酸吧？他觉得很幸福，在公司更惨是吧？是你要吐槽时代峰峻是吗？这几天的辛酸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在边上等待也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失落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新人就是应该的，就是大家都比我厉害。这个能体会，因为什么？他会觉得，旁边那个前辈已经也没被选上，对，没比上，跟我一样啊。那我有什么困难呢？我体力还比他好，好心酸。前辈又要哭了。其实怎么已经不是最辛苦的，我们这个戏里面那个角色才是最辛苦的。因为来了无声教育班，虽然你们是学员，但是你们还有车子在等你。那些跑龙套临时演员呢？你上个厕所出来，车就走了。所以，他不是有一个对白吗？当你是个卡，才有资格掉眼泪。这些跑龙套的，连掉眼泪、觉得自己苦的机会都没有。是的，我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电影，然后让大家去跑龙套，然后那场戏呢是演一个粉丝，我当时就觉得太想让大家看见我了，就是那场戏也是大家在追逐着那个偶像，我就很勇敢地拨开人群，就冲到最前面，我说老师您签个名吧，什么什么，我觉得我表现挺好的，但是我就是那场戏结束了以后就被群头给骂了，因为他就觉得你怎么就你会抢戏，我没有安排你到那么前面去，这个好像你很有心机的样子，什么什么的，哇，把我哭的，我在想那怎么办，就是明天我还要不要去？结果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前面走着一个人，然后我就想，我别哭了，因为上班压力好大，我那时候才15岁，你知道，然后我就想别哭了，但是越想越忍不住，这时我就快一点越过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就叫住了我，他说：“哎，那个小女孩。”然后我一回头是谁？就是前一天演那个明星的那个人，就是巩汉林老师啊。他说：“你是不是昨天那个演粉丝那个小女孩，冲在最前面那个？”啊，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你好好努力，昨天你很好。”我就前世就哭跑走，哭到一边哭一边跑走，也不好意思说谢谢您啊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就是想，如果有一次机会，我想感谢他，你知道吗？但是一直都没碰到。但为什么我也很感谢自己坚持到了今天呀？是因为去年就是有一些影迷他剪辑了，从网上找了我的资料，然后剪辑说郝蕾从头一直到现在的每一年都演了什么。然后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演粉丝，对，哇，我当时就掉眼泪，哇，就是能够留下影像，然后看见自己很小的时候非常稚嫩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因为我更有体验，因为什么呢？有一个故事我常常跟人家分享嘛，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棒。是什么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他以前也是跑龙套的，他临时演员演完了啊，上厕所出来，我们邵氏公司啊很远的，有车子送大家所有人回市区，走了，他一个人怎么办？又没钱，公共巴士也没有了，他在那边正在发疯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演员出来说：“哎，搞什么？车子走了是吧？住哪里啊？来，先来我家。哦。哎，上车，把他带到家里。他明天早班啊，你不要回家了，在我家里在那边打地铺吧。哇，这前辈真好啊！对，洗个澡出来，还有一个方便面，哦，一个蛋，一个午餐肉，我都感动到。后来说这个临时演员啊，非常红。然后他第一个演唱会，找了这个带他回家那个艺人，去当的嘉宾，在现场讲给人家听。这个人就是郭富城，带他回家那个人是王日华。哦，哇，真的太好了，人太好。哇，爽哦，鸡皮疙瘩。啊，对，很感动啊，很感动。对，这太好了，这是那句话嘛，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替别人撑伞。好的，我们分享的这些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主题了，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镜头之外的生活。好，我们刚刚讲完这么多故事啊，可能李明也经历过，那我们坐下来，谁有这种感受的，你出来。给我们讲一讲，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来，有就出来讲，没有就算了。举手。我讲了。哇！就是我公司是分1、2、3、4代的嘛，然后我最开始加入公司的时候是4代，然后当然就没有在学校的朋友就没有交流那么深了吧，然后主要的朋友就是公司的这些朋友，当时每天活得还是挺充实的，然后挺开心的。中考结束了之后。就突然被通知去到了3代，然后到了之后，心里面就是很孤独，因为本来是身边是一群很熟悉、很亲近的人，然后变成了一群陌生人，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他们。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原因导致他们不开心？哇哦！然后其实可能他们跟我说什么，可能我觉得不好笑，但是我可是还会笑出来，但其实我的内心是比较敏感的，对。然后慢慢我发现我融入进去了，然后跟大家也慢慢变得熟了起来，所以说也没什么了。然后就来到了超越班，然后学习并且成长。这个转折，对，你的这么快，你发展的好快。但是我其实一直是有一个很疑惑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这么小的年纪，然后要被这么多的人关注着，却没有在你这个年纪该有的生活，你不难受吗？我觉得会难受吧，就是比如说朋友就比较少嘛，对呀，没有时间交朋友，
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就是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这样长大的，因为我们是在特定环境中，就像一个封闭军事化，然后就是你要为那个目标去冲。但现在的运动员就好很多，因为他们开放了，然后这个社交媒体也多，所以那天跟我们坐在一起待业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孤独。哎，我刚才听你讲那2句，我还挺心酸的，就是如果他们心情不好，你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他们讲了一些好笑的事情，其实你觉得不好笑，但是你也要跟着笑。做自己，真的做自己，你才会快乐。是，希望你在无限超越班的这趟旅程里边做自己啊，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好不好？好，谢谢老师。我想说的是，因为我是从《喜人奇妙夜》出来的嘛，在《喜人奇妙夜》之前，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然后《喜人奇妙夜》第1季结束了之后，我们好像收获了一些关注度，当时心里是哇，觉得哇，终于有人看见我了。然后我就正好是在外面接到了一个 casting 的那个说，你一定要来试，是一个还不错的项目，里面一个还不错的角色，我们都觉得非常合适你。然后当时我也很激动嘛，终于有这种找上来说你可以试一下，我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试戏片段试好。然后我们就连夜到了那儿，然后我就进去了，自我介绍完了，我说我要面的角色是谁谁谁，然后当时那个制片人说可以了，可以走了。我说可是我还没有开始试戏，他说是啊，我知道，你可以走了。我说好。然后我就走了之后，经纪人在门口看我说这么顺利的 ，OK 了。然后我也没说话，然后我就接着往前走。casting 说面完了，我就说你很合适吧。然后呢，我也没说话，我还是在那个屋里坐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呢？不是叫我来试的吗？可是导演也都还没说，然后制片就说你可以走了，然后我就有一种自尊心被创了的感觉，然后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咚咚咚咚咚3下5除2，一推开门，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我说我必须得需要个理由。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说是觉得我长得不合适吗？还是说怎么地的？然后他说对呀，能走了吗？然后我就说可以了，有理由就可以了，但我给自己找台阶下了。走出那个地方，我到现在都没回过那座大厦，我太害怕了，然后我才哭。然后我看到那个试戏片段，里面也有这个说你成咖了之后才可以掉眼泪。然后我来这个节目也想的是不掉眼泪，结果一直在掉眼泪。所以今天刚才分享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我自己的枷锁也会少一点，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害怕试戏啊，或者被批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些我们常常都会遇得到，因为我们当导演呢，常常也会想去找一个演员，也会找很多人来试给我们看，但到可能试到第4、第5个已经讲，这个可以了，后面就不用试了。他只是为选人而来，他就起来就走了，所以也没办法。其实这次我们选角有会碰到这个，每个人就申请想演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时间，每个人都给他试啊，对不对？昨天也有人就问我说，我能不能再试那个角色？我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拍了。但是很残忍，但是有时候是也很困难。说不难受都是假的，但我觉得就像玫瑰花一样，那它根就是一堆刺，那只有最上面是最漂亮的。那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更好。就我想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不是刚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就通过朋友啊去试戏啊去建组，然后终于试上了一个网剧，当时就5个主角，5个男主角，4个女主角，就讲宿舍的故事。但是后面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那剩下的4个男生都是一家公司的，然后那个女生是平台的4个女生。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氛围不太对，然后
后面就是有一场戏，就是我们一直没表现好，就是他要那种很窘迫的样子，然后导演他就自己演了一遍，然后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然后我也跟着笑了，他唯一指着我骂，我就跟他说道歉对不起，然后他直接甩了就走了。无奈吧。新人时期每个机会都来之不易，可能你放弃了这个机会之后的机会就没有了，只能做心理建设，但确实自己又很委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大型女团，所以老会接到一些类似伴舞的工作。然后那天是冬天零下，就是也是因为对外展现的是少女的形象，所以我们衣服永远是蓬蓬裙、短裙，露着腿，就是憋着眼泪在笑。结果最后的那个剪出来的镜头，就只有那个圆圆的糊的那个小脸、小头，其实一个特写都没有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咬着后槽牙说？有，我想站到前面去。对，我想站在中间，那会儿有这个心态。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转演员以后，我只想做一个让观众去接受你的角色的扮演，但是你不得不去接受一些你不太想要接受的角色，那种时刻我觉得是低点。从我正式决心要进入演员的那一天，我会对演员抱怀着一种理想化的认知，就是说我还是想要接我有感觉的角色，因为我这样能全心的投入进去。直到有一个低谷期，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积蓄已经快见底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样的一天，那个眼泪就已经咔掉下来。路上我就开始想起周星驰那句话，他是笑着说的，他说揾食啫大佬，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找吃的嘛。所以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了演员有一个完全更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论什么角色，我要把它演好，再来机会要把它演好，我要先让自己能生活下去。就是这么简单。谢谢老师。好的，还有谁要分享？最心酸的是什么呢？最心酸的是有想讲的，但是不能讲，你们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其实，可能30+的这些演员，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很多经历是想讲不能讲的。我来吧。好，哇，熊来你也有啊？我的故事不是做演员的故事，我做演员之前是做模特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才19岁出道的，因为我的长相不是那时候流行的，不是那种丹凤眼呐，就是很酷的那种，不是大骨架，所以我的机会非常的少。我已经半年没有演出了，最穷的时候是身上只有20块钱了，没有工作，完全没有工作的，因为大家不喜欢我，不喜欢那就没办法。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认识的朋友，就认识的人吧，他就跟我说，他说北京时装周，很多模特会来，有很多演出，什么人都可以，他就说你来就可以了，就讲得很好。然后我就找朋友借了几百块钱去做那个坐票，坐火车嘛，绿皮火车。到了以后呢，我真的面到了，然后导演就开始发衣服了，发到我那儿的时候，拿了一件透视装。然后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谢谢你选了我，我非常的开心，你给我的这个半年以来第一次工作，但是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得了这么透的衣服，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那么，可能他也是累了，一天看了几百上千个模特，突然一下子嘣，那个火就上去了。那什么东西啊！老子给你机会，你还在那挑，你想演就演，不演就就这样说。然后我就懵了，我从来没有被别人这么骂过。然后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嘛，那我就到旁边去静一静。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接受？我要不能接受呢，路费、住，那我没有工作，我要怎么还？然后我就5分钟，我不能久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试衣服了，我就5分钟之后我就回去了，我说对不起，我说真的很希望我可以拿到这个角色这个演出，
然后我就拿了件衣服去试，然后第二天等到差不多要谢幕的时候，我就躲在最边边上，我去哭去了，因为大概还有个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就一直在那哭，妆都哭花了。在上面就能睡一晚上。但是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除了那些什么车票啊什么什么这些完了以后，我还剩下了几百块钱，那也是半年里头第一次赚钱嘛，也是现在第一次记得很清楚的。来了，没了，谢谢你。没事。你看这么多年了，现在一讲起来，对，还是会很难过。明白的。好心酸啊。对，不容易。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因为已经过去了26年了，但是还是历历在目那一刻。其他人讲的就是我都遇见过，可能对我来说时代已经比较久远了。熊黛林真的出乎意料的有点酸，很心酸。黛林姐讲的时候我就听进去了，我就觉得很难受。来，马上我们来第2轮的测试啊！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聚焦于演员和经纪人互相相依还有互相对抗的这个关系。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些影视行业相关的幕后的情景题，完成即兴的表演。所以，当我出个题目，如果觉得这题目适合我来演，我比较了解这个，你可以举手。好。行。第一个情景是2个之前曾经在这个团里面活动生了矛盾的艺人，在电梯相遇，突然间电梯打开，记者进来，那2个又不想告诉大家我们是不和的，那2个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来，谁来？来，我来。你要来 ，OK。你们俩就是有矛盾。来，那我跟汉文哥来一个。好。你可以把不能说的都说出来，我们当你是演戏，哇，我给你们搭记者吧。这记者可以。加油。电梯门关，按。刘记者，小天喊门。好久不见，我真幸运啊，碰上一大天团。没有，什么，我们俩同一公司，常常见面了，我们都。对吧？你们都倒装句。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手机广告，要定你们俩其中一位，怎么样？选上了吗？选谁了？刚昨天定了他。定谁？定了我哥。定了后，他选了我，可能我是比较合适嘛。他最近吃胖了，所以没选他。那你说你俩一个天团的，你说好可爱。上去了，另那个手机广告被你拿了，你认识的这个团的，手机广告被你拿了，所以没选他。那你说你俩一个天团的，你说小天你不遗憾吗？这有啥好遗憾的？他上跟我上有什么区别？我们那么好的朋友，对吧？而且他上，就算他上，哥，刚才通知我说那个广告让我去了，你俩知道这事儿吗？啊？是吗？啊，对，我还不知道呀。你不知道啊？定好了？定好了，明天我就去。我还以为昨天定了汉文，不是吗？对。那汉文哥，你要不要赶快去印证一下？我电梯快到了。这个，到了，咱们再聊吧。好嘞，那下次咱再聊。再见。这谁？记者，你要疯了！你记者面前你讲这些东西，你让汉文哥面子往哪摆？你在哪里知道的？公司确定告诉你吗？对呀，老板怎么说换就换了。稍停一下，刚才这一段里边有2趴是有意思的。你看第1趴，卡在这儿了。我们俩同一公司，常常见面了，我们都。
是吧？大家都笑了，就那种尴尬是非常真实的。我突然 Q 小新上来，他说定了他，然后两个人的那个表情是非常复杂的。就我觉得刚刚他说定了他的时候，你是有点尴尬，但是他是很开心。好了，你以为你有了，活该。对呀，所以就是要记住表演，我们要抓这种真实鲜活的东西。你那招太坏了，太坏了！我坏的招很多，还没有使出来。对呀，3个人就拍个照嘛，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要拍那个照时，他还在中间，你们两个还。呀，他走了。那多好看，对不对？好了，来下一组吧，好不好？好，谢谢。下一组，来，下一个是被团队拒绝的。不好意思，老师。呀，进来一个美女。哇，不好意思，老师打扰，因为我刚在那边拍完，然后就赶紧过来，我看能不能在这儿再争取几个角色。那你先坐下吧。你有没有跑错地方啊？我太逗了，你这个可。大家听着啊，这个题目是电影发布会之前，有导演来了，艺人在休息室再次提出一个被团队拒绝过的宣发互动。拒绝过的宣发互动。对。一个艺人，一个导演，一个经纪人。我来个导演吧，我来艺人。艺人，经纪人呢？经纪人。那我来经纪人吧。来，好，是我来。OK。哎，你来经纪人啊？我也想当他经纪人。行，想当他经纪人。好，先是你们两个在化妆间啊。好。一个化妆师。我来。去。我有化妆品。师，对。哎，好专业。开始了。上次提的那个问题啊，硕哥说他可以接受。硕哥说可以接受。啥问题来着？对，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那个照片的相框嘛，然后呢，你在那里跳一些这种舞蹈啊。那我觉得可以啊。对，然后我们会有那个，我们毕竟电影宣发，别的公司啊，像什么开源公司、思源影业，开源公司、思源影业。都是这么做的。先等一下，所以我那个谁，可可啊，先出去一下。哦，这是对的，叫他出去是对的，对。等会儿啊，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次机会真的，这次机会跟上次不一样，非常好。我们这一次请了非常多的博主，都是带流量的，我们就让他站在硕哥旁边。定位不一样，我们不走那一套。他现在是青春男团。等会儿，我先问问硕哥，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挺擅长的呀。你看，硕哥这么说了，擅长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就这样。哦，是不是？还有我们这次有一个这个舞。哦。哎，对不对？因为硕哥。老大电话你接一下。喂，老板。没有什么可聊的了，我们老大非常讨厌这个事儿，啊，好吗？你也别让我来做。我人都请过来了，上次硕哥说同意的呀。行吧。怎么样？怎么说？不是，我觉得那个不太适合我，是吧？你这太妖娆了，这啥玩意儿啊？这太妖娆了，这啥玩意儿啊？人家网红都请过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硕哥。你说，硕哥，你帮个忙。不是，你是先请的网红，再邀请的我们硕哥。不是，上次硕哥导演同意了，我再去。硕哥说同意了，我再去请的。来，姐来了，该补妆补妆。导演，这事没得聊了啊。不是，美琪姐，美琪，拜拜。门都关上了，跟那儿拜拜。门都关上了。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人物关系比较清楚。我觉得后面你要补一个是什么呢？你现在是做大好人嘛？导演一问你，你就说没问题啊，可以啊，然后就给丢给他嘛。所以他一出去的时候说，你就应该跟经理，我早就说不要做了嘛。因为我们这个圈太多这种的，给黑人给经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应该是这样。
你进来，你忽悠他呀，你肯定说哇，你做这个绝对是太帅了啊，画饼。对呀，就我让那个化妆师上来，其实给了一个支点。对对啊，你觉得没法搞定他了，突然说这头发怎么做成这样，重新吹。哦，对，这打岔呀。对对对，来下一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可爱，好爽，演皇上经纪人好爽。第3个，2个艺人偷偷的瞒着经理人谈恋爱，2人在经理人面前假装彼此不对付，啊，这个我又感兴趣了。不是笑天哥，我笑成那样。这你们讲的这到现在都遇见过。你去吗？我们俩去啊，去。来，你们2个演情侣是吧？情侣，来出来，2个经纪人。OK， 上去。谁我的经纪人？我。你们的规定情境是哪里啊？在男主的房车上。张可盈，你如果演化妆师，你每一趴都可以上。你想上就上，因为你是哪一趴你都是化妆师。现在需要吗？等你觉得想上你再上，打扰他们，看他们能不能接下去。预备，开始。喂，导演。行，知道了。好。葛姐啊，这都几点了？今天已经超时，严重超时了。哎呀，都怪那个女演员，怎么回事啊？行了，差不多得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小张，来给他补妆。来了，给他压油。好，熬太晚了。看他都烦。好逼真。行。来，葛姐。行，对东西是吧？对，那个蚂蚁宝商务嘛。进。好。哎呀，这车。来，坐。别整的好像欺负你似的，来我房车上。哎，稍停一下，房车能有多大空间呢？这干嘛演短剧啊？最逗的是吴天豪，刚才把我笑死了。什么？来，给他坐，好像欺负他似的。来，坐。别整的好像欺负你似的，来我房车上。我就想说，那房车上都是那个座位都是定死的。哦，对。你也是大咖，你用过的卡车比我们大很多。没有，不是老师，不是。对啊，你自己说的房车，那你要对这个情境，你眼前要出现真实的房车呀，对吧？你要有情境感啊，对吧？你又没有要搬椅子，好不好笑？尊重生活逻辑，好不好？来，继续。行，开始吧。为什么你们有剧本啊？别问了我的问题，赶紧进入正题。那给我看呗。你好厉害，葛姐。怎么了？你们这个剧本都没有啊？艺人能带到这个程度也是蛮厉害的。我带的好，我幸运，我命好，行吗？羡慕。哎，你们现在停在这儿，你们别动啊，特别好笑，特别像他们2个是情侣。对，是吧？特别像他们2个有矛盾，然后借着工作在这公报私仇的样子。对，有点。主题演错了，宝贝儿们。而且你们2个完全没有情侣的感觉给我们看到。这避嫌。要假装不是，但内在要是。假装不是，但是你们真的就看到这眼睛已经不在看着，然后就假装不是，然后他们2个在讲话的时候。对呀。2个是情侣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偷偷摸摸的东西嘛。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2个人在谈恋爱哈，以为全世界都不知道，其实只有他们俩不知道。全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对吧？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不管是什么，他们俩可能避嫌不说话，甚至互相不理，但是就是有一种化学反应，是吧？大家其实都觉得不太对，是的。所以我们要演那个呀，对不对？喜欢一个人藏不住，
那要不我俩演情侣，他俩演经纪人？有一次机会，可以，有一次机会，可以，倒过来。眨眼。哎，你们不要，女孩是女孩经纪人，男孩是男孩经纪人，换过来。啊，好，没等我。经纪人，好，我是个女明星。好，上人家女明星的房车啊。哎姐，那个男演员过来跟你搭一下戏，能不能上来吧？啊，葛姐你好，葛姐你好。今天呢是有一个我们蚂蚁堡的一个录制，然后呢需要你们俩走一下戏，因为这个录制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哦，是吗？我剧本已经给你准备好，你看一下啊。甲方是吧？对。是的，是的，我们哥会非常配合的啊。来吧，不用谢啊，感谢感谢。你帮我拿衣服去。啊，没问题。不用了，我车上有，给他。来，姐，我给你拿。这是永远300，太棒了，这个工作人员。啊，好。握手啊，对我们这个可以改的。这是我们特意的情节，可以改，你可以随着你的想法走。没关系，因为甲方嘛，后续是不是还可以有代言合作？能不能有一种，你再帮我拿件外套啊？没问题。我去。那我们一起去吧。我去讨论。哦，我一起去讨论一下。哇塞，你们这样。关门啊！你看，哎，都是在演表面，如果不调开就演不了。啊，来，咱回忆一下啊。一上来，开始员同学，哎，你们注没注意到，这样，他一直这样，你没看我，有没有？你们注意到他了吗？那我就想问你在干嘛？如果我是经纪人，我说。哎，开老师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看他爱上我了，这是离这么近，你没看到看到他的表情？没看着，他好几次。对吧？我盯他眼睛。对呀，不需要的，就是很多就是化学反应，包括你们2个人拿着这个，对吧？拿这个，你为了避嫌，你还会拿着吗？对不对？啊，我不看，给你看。对，给他看。对，就是物理距离就是很有趣，就是不熟的人，我站这么近，互相已经不舒服了。对不对？对，是。但是就是你非常熟的，就是你情侣，你是可以随便，你不用看他，你就是走路，你也是这样，你是不是？你也会觉得很熟悉的。对吧？所以经常我们演情侣的时候，总是要假装抱抱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心里是完全离得特别远的。你就要演出你心里得有，心里没有，外表怎么样也没有用。所以志伟哥说给你们空间，然后一下去我就知道你们会演。哎呦，太好了，他们俩终于走了。不会这样的，化妆师还没走呢，还在车上。你甚至可以说啊，你看吧，我没事，我没让他看吧。然后就哎，那句词是什么来着？好厉害！哎呀，果然是老姜还是谈过恋爱，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啦。对啊，有跟没有参与了。你看我跟郝丽姐这2个人分得那么开。但是 ，OK， 行，来下一趴吧。好，知道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演员因为无法突破自己的困境，想要放弃自己演艺生涯，然后呢，经纪人珍视他的才华，在他家楼下苦苦等待，想说服他继续表演。啊，谁来演这2个？老师，我们想演一下这个，来，快试试。哎，看来有灵感的是吧？演喜剧。哎，正常交流这样。好，预备，开始。朱美杰，90后演员朱美杰，下楼了。
90后演员朱美琪，主要作品。好，别吵了，别吵了，太丢人了。你什么情况？我跟你说了，我有点不想干了。我跟你说，美琪，我个人认为我是挺专业的，你知道吧？就中国能演喜剧的人很多，长得好看的女孩也很多，但是能演喜剧且长得好看的，我目前为止我就看到你一个。还有张小斐。他不有经纪人了吗？干啥意思？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点，你知道吧？就是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出发，你现在这个发展遇到瓶颈，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一款叫大青衣，现在就是主流审美上大家都欣赏这个小花，但是你相信我，审美是来回轮替的，马上这个大青衣的审美就回来了。不是你心态咋这么好啊？你就真不怕我干不出来？不是，因为我了解演员这个行业，你懂我意思吗？哎，我给你看一眼啊，咱现在流量是不行，你看看，这是张可盈，你看现在爆了吧？你看他之前是个化妆师，这个接的好。对呀，他化妆师的时候一条就几千的流量，现在你看。我跟你说，好，可以了，很好，很不错，很聪明，反应很快。你看他们两个啊，并不是说比你们更聪明，啊，他能反应到原来是个张可盈，原来是个化妆师，不是的，是因为他相信这段关系，他相信自己是那个人，他说的都是那个人该说的话，啊，在那个情境当中，好 ，OK。朱美琪这种现场是真的硬，反应很快。OK， 下一组呗。好，题目是曾红极一时的顶流艺人，今天呢人气下滑了，这常与经理人发生争执，但是呢，对方经纪人呢非常的依赖，到今天的对家呢真当红的艺人呢暗中挖走了他的经纪人正式提出辞职，艺人去挽留他。那来这个我演绎，来表演就是玩游戏。他们虽然在演着，你可以假设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也好啊，导演也好，都 OK。片场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说，我自己真正上课的时候，我会随时 Q 人上去的啊。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呀？哦，我让他们送餐过来了，啊，一会儿。快把饭拿过来，饿死我了！他们在送。哎，这第几部戏了，咱俩怎么还是有隔阂吗？你是靠我吃饭的，我有戏你才有生活，咱们两个是绑定的，对不对？打电话接，进来就这个表情跟我。你知道为什么从你到了那个顶峰以后，为什么一直走下坡路吗？那是因为资源不好。你想想吧，我给你推多少活了，你拒了多少个？你当时挑的是什么？挑配置啊，挑待遇，住哪儿啊？哪都不行，几辆车啊，几个那个助理啊。哥，快，你给我老家给你带的，刚过完年给你带来的。你俩这说啥呢？搁这吵吵把火的，咋的了？这你都知道的，妹子。我跟吴天豪，我们两个是同等出道，人家现在房车都变卡车了，我现在还住小三驴呢。那你说这跟我的原因吗？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谁变卡车了？不是哥，他不就这样？你了解他的呀。哥，天豪你怎么过来了？对啊，我看在楼下等你，我的车等了半天呢。哎，真抱歉，真抱歉，自己卡车来了。黄，哎，你怎么在这儿？哎，你好，兄弟。你好。火，那是火，这人是我哥带的。不是哥，你不能吧？哥，不是哥，你知道他一直都很想的那什么的，他就是脾气不好一点。我替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他回家都天天跟我说你好，他知道哥对他好。哎，你没必要劝他。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知道我对你好吗？他知道哥。我没日没夜的上局喝酒陪人，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无限超一盘说那就是你的起点？见笑，哥们儿啊，没事。你道个歉嘛，你道一个歉，快点站起来。你不是都说已经跟他断了吗？
现在断一下啊。行，那你们快处理了，我在楼下等你啊。低个头能咋的呀？真是，你当外人面你还笑话，这是算。那不行，你笑话你这。行了，你哥俩唠会儿啊，你让哥拿走，一定好好唠啊。去。哟呵，我也有这一天了啊。你现在，你啥意思？跟挺好，有点啥，有过还是什么的？签了，我过去了。挺好啊，签他了。对，你是想着说你这么讨厌他，我为什么非签他不可？是不是？你不喊着我吗？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跟我说的，人最成长的时候就是至亲离开他的时候。你一直用这种方法来激励自己。王铁柱，你叫了好多年王铁柱了，你还记得那雪饼红吗？你忘了吧？那我身边不就只有你了吗？我还有亲人吗？来停 ，OK。OK， 好，我来表扬一下王铁柱啊，他的表演当中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底色就是真挚，他相信，就是那一刻他发现他真的签了吴天豪，哇，那个失落，那个无所适从，非常真实，啊，这个一点值得大家学习啊。黄一欣呢，就是我觉得。你的存在啊，在这一个小片段里是有好处的，就是你把那个戏剧点顶上去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无限超一班说，那就是你的起点？啊，这可能来自于你的经验，这个有好处。但是呢，我不想只看见这个，我要看见这儿。所以希望下一次你注意，好吗？好，谢谢老师。OK。那志伟哥，咱们俩去商量一下，好不好？我跟志伟哥去商量一下人选的问题，好吗？一会儿回来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不管怎么样还能保障一下，我们这边可能悬了，因为男生太少了，一个包包，一个导演，一个副导。我可以演副导，我可以演副导。我觉得铁柱会上。我们9月份是不是？怎么办啊？小组分人，我就看老师能不能努力。我想上那个反派，那个女反一是吧？哦。哎，这一轮结束了，我们纪念一下吧。好，来啊，来。哦，特别红了。来，大家准备，3、2、1，再来一张。哇塞，这脸好亮啊！我好匀，可以，传给我们吧。我发给你们。OK， 来，现在来宣布一下我们的选择啊。这个敏敏，我们选了。我们选了熊黛林。谢谢。我觉得熊黛林是非常合适。对。就是刚才我也想了一下朱美琪，就她那个傲娇的那个感觉是不如熊黛林。然后包包啊，就是敏敏的经纪人，我们选了张浩伟。他的经纪人。哦。龙姐，也就是这个那个安安的经纪人啊。
我们选了张可盈。我。化妆师变经纪人了。挑战你塑造的能力了啊！因为我觉得他有能力。你看刚才他演那个化妆师，他这个人很精灵的，他演什么像什么。他有能力，他演化妆师刚才演的很好啊。对。然后导演是朱孝天。哎，太好了，我们有一个接上了。副导演，我要副导。副导演是王铁柱。哇，哦，他也很像那个跑来跑去那种。这个安安是黄婷婷。Yes。今天的状态看，挺好像。对，就是蛮单纯的嘛，就是小女孩的那个样子。冬天零下，露着腿，结果最后的那个剪出来的镜头，就只有那个远远的糊的那个小脸、小头，被欺负那种感觉啊。嗯，像这个人。啊，终于选上了，终于。我觉得郝蕾老师选我的原因，可能纯是觉得我的经历比较贴这个角色，还需要努力。别动！本周考核全面升级，艺员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很像吴谨言。因为我演她的亲妹妹，这真的很像。这是我最后一眼见到陈乔治。我看完电影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不好演，因为这个角色太好了，所以我很怕伤角色。这是我最后一眼看到陈乔治，他是英格玛神父从路边捡来的，后来他在教堂做杂事。那个时候，无论他讲英文还是南京话，我们都会笑他。如果一个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他吃的苦比你还多，你读过书，他没读过。开机。你有父母，他没有，连最后一次活下来的机会。都是你能活着，他走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所有的情绪憋回去，没有表情。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样一个年代？会生在战争当中？为什么母亲、父亲、家都被炸得没有了？为什么我们只是一个孩子，也要被折磨？我一下子就是摸到那个人物，我一下子觉得，那样一个小女孩在那个1937年那个时代，我觉得太苦了。有了，好 ，OK cut，OK 过了，感谢刘涛老师，谢谢。哇，是吧？哇，你就够剪了吧？足够剪了。哇，我觉得涛姐太神奇了，她每次激发我们的点都很能打动我。哎呦呦，谢谢老师，谢谢。没事没事，你找到了吗？是不是？你就带着你刚才的这个人物的感觉，一会儿你看谁都有这个内心足够丰富的。留着这个情绪，你不要丢，因为一会儿马上还是你的戏。两个人的戏力量太弱了，就是只有你和他，感觉这件事儿是件小事儿。她应该是起码是有好几个学生装在一起的女孩，一个恐惧的状态。行，对吧？就都很担心，给我们群里发一下消息。涛姐，哪儿啊？我们来争取角色，看看哪个适合我们。还有学生吗？学生也可以，或者差也可以。可是我们现在有几个差了？我的板子呢？涛姐，我争取一下，那个有
因为毕竟13差是13个人嘛，对吧？那老师现在只选了4个人，我说那就稍微整装待发一下，看看有没有能参与的。因为我现在缺学生，你知道吗？你得有能演哭戏的学生。我可以。你现在改学生来得及吗？可以，我马上。那你去吧，去吧。好，那我去吗？你不能演学生啊。你们等我一下嘛，我先把名字那个捋一下，好不好？好。嘉欣、江真宇，还有谁？秦牛正威、谢依霖。1、2、3、4，好，去吧。老师，那我们去化妆啊？我们去办是什么？办哪？金钗。拆就行了。就拆吧，来拆。我们去化妆间是吧？直接拆。对，最后一天了，能试上还是要试上。就是这帮小姑娘，她们对着这个蜡烛坐在这的时候，在祷告啊，都很害怕，都很紧张。然后神父正好从那个楼梯上来过来。神父的背景是那个，然后姑娘们的背景是这个，对吧？可以啊，很好啊，很有氛围感。好 ，OK。来，你跟我把这个词儿让我听一听。好。沈教父，我错了，对不起。沈教父，我错了，就是错了才有起情绪，对吧？沈教父。我错了，对不起。我甚至以前还觉得你也不是好人。如果是以前我在拍这种重场戏的时候，很怕，哎，我这哭了，会不会我后面就哭不出来了？就很怕情绪用光。但是那一天我好像就是这个情绪多到要溢出来了。一直在这个人物里，我完全没有跳出来。我们大概还有多久？我不是在催，我是在想演员的情绪，他现在有点就是那个，大概10分钟吧。好的，因为如果知道时间，我们就知道怎么留着我们的情绪，那么累呢？我终于翻车了啊！谢谢。你想不想吃点什么别的？我给你拿点吧。我那边还有打包的鸡蛋啥的。不，等一会儿就拍了。等一下吃太好，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了。宝贝，你是不是特别饿？还行，我已经。如果不是特别饿的话，不要吃饱，吃饱了这场戏你就没了。我确实刚刚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等一下满脑都是蛋炒饭。如果你特别饿就吃2口，不是特别饿不要吃东西。吃了2口可以了。刘涛老师，好，来，你有点脏，但是你们都可以坐在那一排。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一会儿就要坐一排。我希望你们先静静的调整一下呼吸。你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因为明天日本鬼子就会来接我们。我们不光是没命了，还会被他们各种折磨。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神父走过来，如果你可以用眼神向他求救，你就向他求救；你要不能向他求救，你就做你自己。这就是你们等一会儿的一个状态。好，来准备，3、2，开始。对，就现在这样，眼睛里不要有东西。别怕。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点也不像，怎么去？我想过来就蹲在这儿，跟你们说。蹲在这儿是可以的。对。别怕。那些姐姐，还有你们，有一样东西是那些日本人夺不走的，单单静静的胆量和明明白白的心。
小舒淇呀，你这饭好像已经算吃完了哈，你现在要说啥了？可是他们都不像我们怎么去？我觉得我这词儿不应该给你，我觉得我应该给他。要不你说一句吧，你就直接说，可他们都不像我们，他们怎么去？他们都不像我们，他们怎么去？这句话你说，就用你刚才的情绪啊。这么激动吗？他不是激动，你不是一句那么轻的话，而是一句不理解的话。我都已经经历过绝望了，你还要经历什么？如果你经历绝望了，你就不在乎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别人替你去送死呢？你也可以去送死啊！你可以告诉那些姐姐们，你们不要去，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死呢？你为什么刚才还要跳楼呢？难道不是恐惧吗？是吗？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舒淇，好好说，可以吗？好，可以吗？没问题。我现在就希望看到你这样。对。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吧？我看你能做出怎么样。你还经历了绝望，我告诉你，你等着吧。你一会儿日本人就过来了，你还让人姐姐帮你去死。一开始我没有准确的去理解人物，没有达到刘涛老师想要的那个要求，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挺着急的。所以，别怕。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点也不一样，怎么去？请安心的等待着舒淇把她的担心说完，好，你才站起来说交给我。好，你呢？你刚才那么好，保持住你自己啊！我希望所有的镜头摇下来，你是演的最好的才牛呢，才值得你刚问我的那句话。好，来准备。可是，他和我们长得一点也不一样，怎么去？就很像老师激学生的那个感觉。我说啊，那个换人吧啊！你看他说的比你好，他心想他说的比我好，然后顿时他就情绪饱满的找到了另外一个状态。我该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该跟他们说对不起。再来一遍，哭回你刚才的状态。有你所有的委屈，告诉他，你对不起他们。我该跟他们说对不起。好，可以，可以吧？反打吧？我觉得可以。要坐时间长了呀，冷，多穿点。我一直在等你呢。哦，我一直在工作，一直在给他们上课。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来上我的课？再有激情，再有激情，打鸡血。OK， 过了。好了，妹妹们，你们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啊。啊，宝贝，拥抱一下，拥抱一下。今天你演得非常好，来。哎呀，给你个拥抱啊！抱一下啊！有，还在哭，没有刹住，刹不住了。很棒，找到了啊！而且这么多遍，一遍又一遍，非常好啊！缓一缓，非常好，真的很好。这种戏特别费情绪，特别累。你也很棒啊！啊，不是对不起啊！你看我就激发你一下，来跟你玩个小游戏，你看把你给激出来了，我很高兴啊！你还是很争气的啊，非常争气，宝贝啊，很棒啊，很棒。现在你可以吃口饭了，你要不要吃？饭都凉了。挺好的，很感谢刘涛老师，
因为他对于每个学生的状态不一样，他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他很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谢谢涛姐，不客气，有收获就好。你像我去年第一次哈尼跟钟丽丽也是，我给她拍一个青蛇，慢慢的，然后再往山海情，再往就不同类型的角色都去尝试，然后就越来越有信心。包括后来什么甜蜜蜜啊，什么就你看全是经典，张曼玉的是全敢尝试。是的，刚刚在演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这是第一次在拍戏的时候感觉到享受和松弛，就是我完全不会觉得害怕，就是一点杂念都没有，我觉得太美妙了那个时刻。你可以连续哭多久？我感觉他可以哭好久。没有，我是因为今天涛姐帮我给你弄一个感觉，我感觉他一直哭了2、3个小时了，太厉害了。他用的不是技巧，他用的是感情。知道。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我觉得他们为什么看？我根本没有。哎，现实生活中很难有人看到这么好看的脸。敏敏姐，哎，导演在找你呢。第一个目的就是敏敏姐，导演在找你。请问你好了吗？大家都特别想你，大家都特别想你。我没有去试上昨天的角色嘛，你肯定要努力去再多接一个角色，那起码把分给补上什么的，所以想来这边试一下副导演的角色。我来面化妆师。对，你就化妆师。真的？啊，行。哇，太好了。好。化妆师是干嘛呀？你一会儿坐在这个女孩坐的位置，这个椅子反过来。坐着。坐着。你不要关注这个事情，你看你的，就是看手机吃的，还挺好玩的。然后一进来，吃还吃，导演搁现场等着呢。他就是这样，他就会。美美，你指那儿的时候意味深长一点。对，哎，就这样啊。美美姐，美美姐，还吃，导演现场都着急了。敏敏姐，敏敏姐，你已经很漂亮了，不要再漂亮了，敏敏姐。就肯定她，鼓励她。明白。太美了，我的敏姐。不能再美了。美美姐，好，来，敏敏姐，还吃。停，来。刚才在说她还吃的时候。有一个表情，就是有判断。敏敏姐，就是你知道他在那。不，你的目的就是来找敏姐的。敏姐，哎，你在化妆间啊？你的心里想着 ，OK， 这是第一点。来，往外放。导演搁现场等着呢。现在这好的，来，停。刚才他指了一下。导演搁现场等着呢。你回头看，你不会明白怎么了，你太快了，也是你明白这个剧情了。我给你指，这怎么了？哦，对，应该是这个表情啊。然后马上接，敏姐，我的敏姐就好看，明白这意思了吗？明白。好。哎，拍戏呀，没那么简单，勤点学，你不是累，是得学。你跑一跑，让自己有点呼吸。还吃，导演搁现场都等着呢。那又开始作业了。
啊，很好啊，很好啊。李明姐，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明姐，不要再画了，你已经很漂亮了。这张你别抽了，抽根烟抽。他已经抽了2包了。我不管，我只包包来。可以可以。行，可以。走。哥，啊，我看这个样，我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我看没有，铁柱太强了。为啥？算了，输给他不丢脸，因为你没有他强。就我说这一件事情上没有他强。好了好了，咱们不气馁，不气馁，不气馁。明天呢？看明天呗。明天来再拼一下试试看，好不好？那5天好，我是希望他好好休息。行，开资源有了，其实现在就是你们2个，如果明天能保你们2个在20分，我们怎么也比较安全点。对，20分我们就稳了。反正我们现在23嘛，23名跑不掉，你不可能到第4名吧？不会吧？啊，刚才那3位演员可以收工了。谢谢老师，是我走了。走，拜拜。睡觉吧。感觉不一样。感觉怎么不一样？就是指导完之后感觉松弛了一点，没那么紧。啊，对呀，就你要有玩的心态，要享受在那个演戏的过程里，你就会演得更好。有一句话叫“越专注越松弛，越松弛越专注”。明白。那我还是在里头，对吧？就是你其实特别松弛的过来，然后你就突然，行，目的特别简单，就哄他。梅姐，我是宝宝。再神秘一点，就是你就当一个刑侦剧呀。好。梅姐，我是宝宝，危险一解除。哎呀，我怎么还哭了呢？哎呀，出来！这不典型的妈生鼻吗？你知道妈生鼻吗？妈生鼻，真嫉妒你啊！现实生活中哪里去找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啊？就你会哄我。切熊黛林。熊黛林，黛林，你看见那个谁的时候啊，你经纪人的时候，你就像小孩看见了妈妈啊。这个挺好。那现实生活中哪里去找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啊？再傲娇一点，太欣赏自己了，真是太美了啊！就，完美啊！他真合适演这个，特别合适。你在想郝蕾老师眼睛怎么这么尖呢？因为我跟他就是这个节目是我们第一次见，第一次接触。我平时是很有气场的一个女生，为什么他会觉得我适合这种笨笨傻傻的那种感觉？他神经病似的。刘海擦，有意思。这会有点受不了我自己这样。小公举。是不是已经像了？不是，要把人的颜色去掉。要把人的颜色去掉。好激动啊！你这是干嘛？画丧尸啊？对呀，我丧尸妆我真的很想看一次。丧尸，我其实挺想画丧尸妆的，真的。你没争取到。昨天看到他们演，吓死我了。上次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做特效，一定是英凯了。我来。 2个化妆呢，今天你做这个不错，啊，一心嘛。啊，谢谢。这个疤会这么大吗？戴眼珠子。我从来没戴过。我眼睛过敏，就是一戴就狂流眼泪。哎，是啊，很奇怪啊。我试过好多戏了，都让我戴不上。我跟导演说，我翻白眼得了。
们这太像了。你要看看本吗？小新，我没有，就是戏中戏，我们是在拍恐怖片儿，然后那个丧尸嘛，他在追戴琳姐，戴琳姐是女主，我是死掉了的，躺在地上，戏中戏。呀，哎呀，来了，哎，你也来听听。哎，他那个帽子不错，你搞一个那个渔夫帽去哦。你是场务吗？场务现在有仨了，你仨都竞争同一个了。我这装备非常齐全。老师，能给我找一个斜挎包吗？然后大一点的那种帽子。大力胶给我一个呢。你的工作证呢，老师？你整太帅了，我戴口罩，我为艺术献身了，我就要这20分了，我可以不要镜头。导演早。大家好，昨天我们化妆来不了了，我可以替代这个角色吗？对呀，化妆。化妆师。钟美美来不了了。美美，嗨，导演场务啊，这助理场记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试一试吗？可以，你演场记。好，场记，你们仨先找个地儿歇会儿，然后待会儿给你们安排。好，谢谢导演。场务，场务在这儿呢。来拿，哎，你是场务？不，我叫真的场务。哦，化妆。哎。哦，入戏了。哎，我们贴这个。服装，哎，我服装吗？哎，化妆要吗？不用化妆，起开。那个。他入戏了。台词记下来了吧？一个字也不许错啊！那3句话全都给我记在脑子里头，死也给我刻在碑上。慢走快说，词儿你一定让它特别熟，特别熟以后你就找那个节奏，别一直连着说，那个没有意思。就是你就感觉突然想起来什么，突然想起来什么。你要敢跟我掉链子，你信不信我直接抱你一起跳河？哎，你这名字得改啊！这安安怎么听都不像能火的样。不来，就看感觉跟这事儿没关系。就我告诉人家抱一起跳河，是啊，他以为你要跟他说什么呢？你知道？哎，然后。这名字一听就不能火，明白吗？好，这个节奏。好，你要是敢跟我掉链子，洋洋，你信不信我直接抱你跳河里去？是安安。哎，好的。这名火不了，得换一个。你抓住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这个新人也令你紧张。一共就3句词儿，一个字也不许给我错啊！这部戏一定能火。对，就是其实催眠自己。这些臭男人有的什么事儿全都怪在我们身上，说我们女人做器材箱不吉利，恨咬牙切齿的。你突然想起抛弃你的男人，你就对了。恨男人，哼，你死男人，为什么要伤害我？为什么那帮臭男人，他们就是有什么事都怪到我们身上，说我们女人做器材箱不吉利？姐，我来大姨妈了，我肚子有点痛。你是我的姐呀！一个字也不许说，听见没有？挺好的，咱们忍一忍就过去了，没问题的。好，相信我，你是最棒的，咱们一定可以！加油！李导，可以，蛮好，非常好 ，OK， 非常好，太难了，张可盈啊，老师我在。哎，你非常棒哎，我们在真实希尔快为你鼓掌了。谢谢老师。还可以的，这种带节奏的，如果没基础他完成不了，你怎么跟他说也没用。我觉得辅导你就在这里吧，找一个人辅导你，吩咐他在做事情，那个人走了你就进来，好不好？老师还需要人吗？这样，大约。随便你一开始跟他讲话，好的，好吧，好，到这里去，别人你化妆，那个尸体化的好了没有？快去化吧。好了没有？赶紧化去啊！尸体化的好了没有？赶紧化去啊！他是什么？他是化妆？你去啊，赶紧！他怎么变化妆了？你怎么？我2个被抢了，赶紧走！他到底要抢哪个？大约是什么角色啊？我是场记啊。好，那还好。混入了场记。我是化妆，还好。你是化妆。那我只能谋个助理了。你把他的抢了？没。弟弟是场记，都一样的，反正他就一个加分嘛。那不好意思了，弟弟。弟弟还需要。来，肉总，开始。这尸体妆化好了吗？赶紧去，导演都等着呢。快！李导，
你看，这艺人给你带来了。来，后面太空了，后面这个时候太空没人了。来，你们两个，哎，来了，来在这里啊，从这里走过去。OK。踢倒，嘿，艺人给你带来了。带了干嘛？那角色自放在外甥演了。哎，不，咱再争取一个，啥都行。你看都来了，有一个，快化妆去。哎，来快。妈，收了红包不办事儿。可以，OK。刚刚搜到一个镜头，你看你走慢一点，刚刚。你跑龙套了吗？刚才我刚才一直当场务呢，没有看到你。那个搬梯子就是他吧？是你吗？这架子挺沉的，我劲儿大，可以。老师借一个槟榔，一会儿演你们，这是我在吃。尝尝。完全不知道是谁。是你们那个搬梯。所以我刚才来看监视器的时候好心酸啊！我一看基本上看不见。找你来着，都没认出来你。啊？没来。没认出来，我这个装扮不像我吗？有点不像。真假的？你还戴个眼镜，戴个帽子。那我今天早上一白干了，以为我是工作人员吗？那说明我很成功啊！来，黄硕坐在那儿。我这么大咖呀，我坐这儿了。小黄把你的头发左边头发弄一弄，完全都不知道是谁。对，啊，黄硕你就演你自己就好了。好了。你场地了，你先来了。太棒了，跟着导演，导演有镜头我就有镜头。你呢？在抢。哦，你在抢。老师，这哥哥想争取个角。那你让人演完呐，人家还没演完呢。对呀，你不能不让人演完。因为一个镜头就是少天的背镜，他还没有拍前面，你怎样判断那个肩膀演得不好？如果拍到他正面，他有处理都可能不够好，我才会有机会去争取嘛。就 A 机拍导演，B 机拍浩文嘛，对吧？对。啊，行，好，来拍。吵死了！谢啊。导演，铁观音、半糖少冰，明明特意交代了。你愣那干嘛？我咖啡呢？黄硕在背景还挺逗的，是吧？还是傻了吧唧，挺好玩。您给我5分钟，我一定把他请出来。超市算你的。必须算我的。拿去。快点啊 ！OK 了。OK 啊，够剪，可以了。对剪可以了。可以，这条线可以。过了吗？过了，我先剪了。所以我就觉得怎样呢？很懊恼，怎样去争取呢？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另外一个角色呢？好可怜，好可怜。人家待了半天，要不然白在这待了。让他演一个制片人吧，只是这个镜头来就好了呀。好啊，制片人啊，要不然白，其实你就穿成这样就可以。哦，好。谢谢侯磊老師給我那個機會再次參與一個作品。一完咗入去，哇，文姐好好啊你。對。嗌咗嘢俾你食啊，呢隻好似。對。這個畫面其實很多時候可能在片場也見過了，所以就比較容易掌握。看，过了，太棒了啊！老板来了，玲玲姐，精彩！老板，好辛苦啊！哦，辛苦，没事，我买了东西给你吃，试试看吧。进去。好，走吧。戴琳演得非常好，保持啊！走，最后一天了哈。搞定了。累死了，辛苦了。黄婷演的挺合适，看着特可怜。对，这才是戏哦。可以，看，还行啊。来 OK 啊，OK，挺好的。
挺像的，挺像，挺好玩的。没试过，觉得挺开心的这个角色。僵尸要上场了，僵尸上场嘞，戏中戏。开始，我的妈呀，腰断了，对呀，他那个腰断了。很爽啊！说有这个角色的时候，哇塞，机会来了。昨天我还研究了一下，美国丧尸和韩国丧尸还不一样。美国丧尸是可能是，它可能是慢一点的，韩国丧尸是这样子。对，他们跑得特别快。真的，他这次学的好像啊。你觉得是也得演好。对。你晚上会不会出不了戏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们仨今天晚上估计都这样。晚上起来梦游。哎天啊，太恐怖！来试一下，3、2、1，走啊！看，你啊的也夸张一点啊。对。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好看。怎么也咚了一下？我听见了。你撞柱子了。他自己咚。行了。来，准备，开始。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好看。来，水停。好，这条可以，来再来。你其实就当 NG， 你可以翻白呀。对，第一趴就是，我踩到你了吗？没有。再来。我踩到你啦。没踩到。再来。然后又走到一踩，可不可以专业一点？然后第三趴讲，就可以接，羊水。对，更假一点，就比较好玩。再来，你们能不能专业点啊？眼药水。老娘已经点了8次眼药水了，哎，这老娘真的要哭了。别动了。我们这样，我们最后一条。然后化妆师不耐烦一点。啊 ，OK。对，学钟妹妹。看着婷婷。对，哎，对，就这样啊。妹妹，我再滴眼药水，我眼睛都快瞎了。对不起姐，对不起有什么用啊？OK， 卡特别好。OK， 过了。我都快精神分裂了。你真的挺合适呀，这个角色，这有趣。OK， 拍那个3个丧尸，来了。来分配一下词，英凯说第一句。连个死尸都演不好啊，还混不混？还这混饭吃。啊。然后那个谁，看思源。然后说。看来今天晚上是受不了。啊，今天受不了光了。然后你本来在后面，突然就探出一个脑袋来，然后说：“哎，超时还能多拿50块。”哎，连个死尸都演不好，还怎么混饭吃？今天晚上看来是收不了工喽。哎，超时还可以多50块钱。哎。OK， 过。好可爱的白。小丧尸的待遇也是好起来了。姐，我们现在拍副导演啊，就他单人的把这些词儿都拍掉了。哎，还有一个再一点的，看。对，要。你看过周星驰的是吧？就是那种，就是你可以，看，就类似这种，就多点，啊，对，都是这样。然后大岳在后面有点戏啊，一喊咔咔停的时候，你也挺烦的，觉得这个群演太讨厌了，耽误大家收工啊。来，咔，哎，你给大岳让他说。咔！
OK， 够了。咱俩太好见了，好可爱，咱俩都好可爱。聊玩。终于有点笑点了，对，好玩。老师，这两个哪个好啊？一个是，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好。好，这个你来这里吧。好啊，你跟他讲完，你们过来这里就演这个吧。啊，好，各位来，起来练啊！哎，谢谢黄导，哎，感谢您给这个机会，我们先试个镜，让孩子试试。谢谢您。这段张可盈太好笑了，这张可盈太好笑了。OK， 了，特别好笑，你特别好笑。我没，你其实可以去演喜剧，真的挺好玩。真的吗，老师？真的。另外，我这个戏我自己有点惊喜的，因为本来这个戏是很正的，但是看的时候我自己加了很多东西，比较有喜感的东西出来，我觉得挺有喜剧效果的。起来，对呀，就这样。这个既然就看到我们这个圈里面的辛酸史，但是看得很风光，原来当你没红的时候是这么惨的。拍那个铁柱和那个婷婷在这里的近景了。可以。啊，你泼水是吧？对，我不，我一次过，我一次给他浇透了，要不然他得是老受罪了。我跟你说，这一趟一趟的，冻死。先把近的把裤子穿上，全的时候再脱，冷死了。把下身垫上那个什么那个军大衣，把那个牛仔裤套上。好，你还好吗？开始淋了？还没淋。那你一会儿千万马上要淋了，你把衣服拿好啊。好。你给他弄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加点热水吧。啊，快去给他弄一下。你知道我拍《白银帝国》的时候，我那个衣服是不能穿的，因为它是个薄纱。不是，你快上来吧。然后有2个潜水员在下面保护我，冻到2个潜水员罢工了，走了。对，就那个冷不是你在发抖，而是前后晃，就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冷到前后晃。他们2个都走了，你还在那边拍？对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呀，那谁保护你？没有人保护啊，而且我不太会游泳，是野生的湖。我后来就是跳下去，我就一直在大喊，我才能跳下去。就是在山里，10月份的那种山西的山里面就已经很冷了。为什么我说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就是拍戏，真的冷的时候拍下水，热的时候就拍穿大棉衣，要沾胡子，太痛苦了。差不多来吧。好，来，蒋小老师拍了。军大衣就放在那个腰以下就行了，不用全脱。好。哎，所有人配合的好一点啊，最好一次就成了啊。好，到了。机器稳一点。好，来，准备，安静，来，开机。手拿开一点呐！你是个死尸，你在这凹什么造型？哎，那个地面有问题啊！来，泼点水，湿一点。好，来，尸体附近加水，老师快！来，来加，不要动。来，多一点。来，导演，看这样可以吗？叫你别动，你听不听着？你死不死？你要不死，有人愿意死。对不起，导演。好，可以。好，那我们签演员了。停了。快点，衣服来。快！来，给那个浴巾、衣服擦水。先擦水，你先擦。这个过了。好，来，先擦。拿我掉一地。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看宝宝。不是你多少装备啊？这得给加分了，太遭罪了。那太好了。你可是他把踩手拍完嘛，他好那个去那什么嘛。好，补水，放烟，吹风。哎，吹风，水就好了，又吹风，这么惨。来吧。来。我可能会碰到一点你。可以，没事，姐姐。我很心疼他，因为他真的是很乖的。我一来就看到他躺地上，白天还好一点有太阳，到了晚上开始泼水了，
好心疼，好心疼。而且他中间就算咔了以后，他也不能穿衣服，因为马上又要来一条。我就上去把衣服打开，抱着他呀。然后拍完了，哪怕拍不到我，我也不想走开。一停，我赶快冲上去，赶快抱住他。冻的这打颤似的，老妹儿啊。是的。呐，早晚醉了。你这角色多少分的？100分。100分，给你加200，加油！太辛苦了。哎呀妈，加分加分。衣服来，加20分他就开心了。倒也没觉得好委屈，因为这种事情其实挺常见的。虽然我们这个是戏中戏，现实生活中我也经历过这种，但是今天拍摄的氛围很轻松，还挺温暖的，因为同学们和老师们都非常关心我，享受了一个很好的待遇，反而。你这个时候就你很委屈了，但是被你憋住了，你啪一擦，然后你有个坚定的表情。郝蕾老师是很会保护演员情绪的那种导演，有一些那个语言的引导。他说：“婷婷，你静下心来，来，我们可以等你啊，婷婷。想想这一整天，你都承受了什么？来，多一点，多一点。想一想，多冷，还要被踩。真的很痛。想想内心的感受，想想你之前这么多年拍戏经历的一些委屈的事情。等你是个咖，才有资格掉眼泪。别站那儿，你站里边来，有风。就谢谢姐姐。你帮我把这个挪过来，挪往这边挪一挪，让他上这儿来坐。你上那边坐去。谢谢。哦，谢谢老师。你直接冲他腿。婷婷要喝水吗？我给你找找看。没事，可以挪，可以挪，可以挪。OK。你给他刚才那个有热水吗？喝了热水。不是，最好捂着点那个，或者暖宝宝也行啊。你暖宝宝有吗？有的，在我兜里。刚选的。谢谢。太冷了是吧？拿着。谢谢老师。扶手。你也不行了吧？我看你怎么样？你也不怎么行。来，坐一下。坐。有戏。哎呀，快点。坐了我就。哎，一个演员要懂得休息，明白吗？明白。你不能生病了，那怎么拍呀？我没事，你穿着高跟鞋呢，你啊。来，1、2、3，我们上戏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1、2、3，杀青快乐！耶！你们都拿花，我拿着饼。不让，我们合张照吧。拍呀！让你脖子上你有这个。他咬的。对，我之前我就跟人说我和黄甜甜姐有吻艺。亮出来。你恐怖一点的，恐怖。发给我。丧尸还没开拍啊？丧尸拍完了。那怎么还在拍呢？真变异了吧？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口味，全新3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爆改朵拉，你是谁？我如梦回学生时代。即将要拍摄的这场戏，聚焦于玉墨等人答应替女学生们去给日军跳舞之后，换上学生服时的模样与心境。我们有一堆人坐在这里，好不好？来，上，挺好。有一些坐，有一些这样。
不光这个光不行，你给我看清楚有什么光啊，这里。放蜡烛，收到。来。哎呦，好看好看，有点感觉了。来，准备，来，开始。日本鬼子管不管饭？哎，别一到就讲，就是我们不要一来就有对白，我们就要有那个状态。好，到这边状态了。日本鬼子管不管饭？死了也不想当饿死鬼。不会的。我们一定会上天堂。嗯，对，就是这个。天堂上有很多好吃的。对，就是这个。嗯，没完，继续。对，就要这个。对，好，继续。好，哎，好，大家都抱在一起了。哎呦，很好，就是这个。好了，下一组，依林那个很好，这一年他抓得特别好。我讲完之后，他都已经 get 到我要他什么了。这辈子太苦了，早点结束吧。哎呦，好，就是这个。江同学最后也可以了。用我们的命换点帮女学生的。也算是为国捐躯了。哎，好，两个都好。哎呀，多漂亮，很好，漂亮，就这样。好丑啊，烦死了，不照了。现在日本鬼子那么漂亮干嘛？对，过去，对，来，收。哎呀，很好，到就要收，这个 timing 对的，可以吗？好，可以。哎，太好了，拍到我要的，开心了。哎呀，急了。好，他们穿回衣服呗，如果冷就啊，那女学生穿回衣服了。好。他们都演到我要的东西了，剩下钟美美了，我们看她能 NG 多少次啊！太爽了，钟美美。你看就男娃，你看就是男娃，还想骗人。你可以的，要哭着说。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啊？没事，他一会儿一骂你就哭出来了。能吗？你说被振宇哥骂吗？不是真的，一下就哭出来了，直击心灵。我不知道怎么哭啊。真情实感。你有被骂吗？当然了。怎样骂？德美吉，徐美琪，我这来。这边完成了，哎呀，到钟美美了。好，我们排一下。少一个人啊。哎，对呀。交点我去。你去。全景，这是全景，一个啊，就一个就行。对，来，说，慢慢说吧。你干嘛了？英格曼神父让我保护你。不要低头啊！你要完成任务啊！英格曼神父让我保护女学生，我做的不够好。如果日本鬼子到时候查数发现少了一个，他们会翻遍整座教堂，到时候所有女学生全都完了。神父，你帮我。神父，你帮我好不好？你帮我做。别帮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来了，别紧张，听所有指示。我觉得振宇老师好恐怖啊！我在他面前就像那个小绵羊一样，他像个大灰狼一样，我看到他我都害怕，我就要吓死了。我可怕他了。哎呀，对，就是对戏不对人。以后再也不要学用他的骨了，我害怕。去找个地方后采啊，拿着走。我搞不定，我不放。我们去哪里？快点后采。干嘛？你走了？哎呦，你来就好了。不是他要后采啊。踩什么踩？你别走啊！快坐下。他拍麦了。拍麦怎么了？拍麦来。后采什么？刘老师要我写没奉陪啊！你们干什么了？真的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作品多重要啊？哎。
来，还少一个人。我去。你去？你是男的，你去干嘛？如果到时候发现少了一个，日本人会翻遍整座教堂，那我们就全都白费了。你可以对神父说你身上还是会被找到。哥，你看我背着我们怎么办呢？你可以，哎呀，怎么了？你把我搞成和他们一样好不好？不是，他还是你这个男的，他才拿假发吗？为什么呢？不是，他还没说那个。美美，哎，老师傅来了。当你要去跟大家说的时候，你不能只跟他们说，这边不还有人呢吗？哦，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先撇了一下嘴，再说的我去。我去。这个我去不是高声的，是我去，你去，人家才会觉得你去，对吧？好 ，OK， 好，来。没事，渐入佳境。对。我还是第一次演这种卡戏了，挑战很大，压力也很大。哎呦，日本人会翻遍整座教堂，到时候那些女学生还是会死。哥哥，面对镜头。会露馅的，肯定不行。这人要的是女的。怎么了？台词不记得了。日本人发现少了一个，他们会翻遍整座教堂，到时候那些女学生就全完蛋了。日本人把这个教堂翻出来，他们把学生们找出来以后，他们还是会死的。不要说他们就完蛋了，你刚才那个他们就完蛋了，不要这样。你是个男的，可以，一看就知道啊，会露馅的，肯定不行。是啊。为什么软下来呢？哥，你干嘛了？这不是这看。人家说你是个男的，你就开始扭扭捏捏，你把我跟他们搞成一个样子，我可以的。他要一锤定音，那个坚定，那个眼神是没有人有办法拒绝他的，才行。对着他说的时候，就对着他，让他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帮助你。戴在我的头上，我低着头从教堂到车上就这么点路，知道你可以，我求你了。你看这不行啊，可以的，不坚定啊，怎么办？你可以的很脆弱，你可以的让人家觉得你依然不可以。就好像你钟美美，你已经拍了快10年的这些小视频了吧？你到这个无限超越班又怎么样呢？其实你还是不可以。所以你怎么告诉那些质疑你的人，让他们相信你？你现在过来跟这些女孩子们说，神父跟我说让我保护这些女孩子，我做得太差了。日本人只搜这边吗？这边不是教堂，那边不是教堂，那边不是教堂吗？日本人搜哪里啊？到时候会把这些女孩子全部都搜出来的。那些女孩子们还是会死的。我是个男孩子，我是个男孩子，我能怎么办？我是个男孩子。对啊，你拿着这些头发能够把他们变成那样，那你也可以把我变成这样，我也可以戴着这个头套。不要这样，好吧？鬼都看不见你。这样，到时候我就戴着这个头套。我就低着头，我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我可以的，你相信我，我可以的。你能够把他们变成那个样子，我也可以的。我不想让他们死，我没有保护好他们。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求求你，我可以的。镜头里全世界都看到你钟美美，你是可以的，好吧？刘涛老师真的能在每次跟你去讲的时候，
他的眼睛里面都是有东西的，含着泪水，说来就来。他可以边教你的同时，从感性和理性里面随时切换。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知道涛姐当时其实是给我劲儿，她很想让我走进那个状态去演戏。涛姐示范完，瞬间你就感觉就是在那个里面，那我就演不出来，你说我怎么办呢？好想 go out。钟美美她之前一直做的都是一些模仿秀，但她这次演的是人物和角色，走的是内心，它是2种不一样的路径。她在这个路径当中能够迅速的找到，可能会有一种困难。杨玉啊，他根本没有经验，像其他的职业演员，他们拍戏了1天都没拍过。就搞笑视频，我们一条找完一个再来一个，他一条来不行，看哪段合适留哪段再往下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调整一下情绪啊，其实你现在最自责的是什么？对，我觉得要不就记责一点，之前就慢慢收回来一个坚定。英格曼神父让我把这些女学生照顾好，可是我做的太差了。你把你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对不起，都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大家。英格曼神父让我保护女学生，我做的不好，我做的太差了。当你拿到这个头发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一定要哭出来，但请你说话的时候，对着大家的时候，情绪坚定地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一定会做好的。你帮帮我，我可以的。你的眼神里除了坚定，再给我一丝丝有点希望的光，好吗？可以的，你帮我来说，你帮帮我，我可以的。你说，继续，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好听。你刚才的眼神是坚定的啊，屏住呼吸，用眼神告诉我。你帮帮我，我可以的。我能看出他屏住呼吸。这个可以吗？这个呢，我看得出他在屏住呼吸。那要这样还是上一条更好一点？那选吧，有几个可以选？可以选，可以选。OK， 过了。哎呀，美美，虽然现在没有拍你了，但我希望你啊，今天一天收住，保持住这个情绪，保护好今天收获的情绪。我觉得我今天就算最后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演得不够好。但是今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一个新起点吧。至少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去演戏了，收获和成长是很多的，无限超越我，现在至少超越我自己了。我今儿刺激的你，哎呦，啊，我今儿把你给叫什么玩意儿？各种训，你有什么感受？采访一下你，美妙吗？整得我不好意思了。是我觉得找到一点那个。今天拍，反正就感觉还挺不一样的，给我整害怕了都现在。这一次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打开自我的方式，他可以通过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在后面就会去厚积薄发一些吧。哦，转场。吃饭去啊！吃完去。一会儿你要回来啊！后场。一会儿你要回来的啊！你不回来，朋友都没得做了啊！怎么了，涛？我们就是这个情谊嘛。真的啊，需要你啊！好 ，please， 我们走。这季的学员啊，有人进步神速，有人演技翻车，没关系，还有3轮的机会。但是呢，开车就千万不能翻车了。演员平时跑组赶强，交通安全很重要的，所以挑选车险，我们可以选择蚂蚁保，多家大牌保险一键报价，蚂蚁保帮你
比服务、比价格，避免自己去比较的麻烦，省钱省时更省心。现在像支付宝、收蚂蚁宝，选无限同款保险，开车有保障，跑足才能更安心。这场可有的拍了，哪场？第一场，他们就说什么本来是哄我们的，然后还真要去啊，然后就各个有各个的发言。好，我们对稿来。第一场，玉墨在了，红玲、小蚊子，月桂在吗？在这儿呢。好，胖花。王哥哥是宜春。提醒一下，大家这场戏接的前情是什么？是这帮小姑娘要跳楼。我觉得小日本总不至于真要了咱们的命吧？语气语调要换啊！我来跟你讲一下，我觉得小日本也不会真要了咱们的命吧？玉墨他是从头到尾他都很坚定。你就是赞成去了吧？对，就他想劝他们去。我想先安慰他们，别怕。我就是觉得不值。人家连茅厕都不让我们进，我们还护着人家，那不是让我们热脸贴冷屁股吗？但是红玲是怕死，我凭什么要去为一群我不认识的人而冒死呢？你们等于像两个帮派，对，他一个帮派，你一个帮派，再到最后后期的转变，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值得。怎么转折的好，都在你的语气语调上，你能把他们给说服吗？其实当时获得这个角色，心里还蛮复杂的。怎么让别人看到姜振宇版本的玉墨，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就是为了图个快活，姐妹们都是干这行的，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就是你现在的语气语调都是每次说到尾句就是往下掉。是你发现没？就是只要我们能活着回来，就能活下去。就是你不能是往下掉，活下去。你们自己觉得你们为什么要替这些小姑娘去？我觉得是个意思，就如果有天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了，谁去建立呢？这个世界赶走了，我们打赢了。他们是读过书的女孩子，她们可能会建立新的中国，他们会做什么？你看，可能成为希望。就如果打赢了，他们是比我留着更有价值呢？哎，这句话能不能变成一句台词，让谁说出来？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里喝是有东西被你喝的了，我觉得吧，小日本应该不会什么了，怎么才在这里上位自然一点，好不好？你的上位是对的，但说完你就大概小日本你就差不多。好，来，你看这个位置好不好？走一下还是坐着？走一下，因为他在对白场。走一下。哎，不要当导演哦。哎，你太适合当导演了。不是，我不想再搞哦。适合当副导演。我帮你排完这个。拍完了，老师，我们上去过来先感谢一下老师。那你们坐呀。没事，我们站会，站会。那大概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以吧？我们大家都觉得舒服了。舒服嗨呀，舒服就好了，拜拜。拜拜。啊？没了，我走了啊。不能走。哎呀，真的。这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啊！来了，努力啊！这场戏越来越好看了。好，没想到就来。来啊，准备拍了。准备拍了，来看一眼，有没有好？预备，开始。难不成咱们真要替那群学生们去找小日本啊？这不自己往火坑里跳吗？就是嘛。不管怎么说，不能骗人吧？小萌是谁演的？郑微清。感觉蛮好。就你们还想嫁人呀？要我说呀，接着接客呗。是啊，我们这辈子也就这样。哇，好极了！我也去。不行了，不行了！刚才只来以前的这个很棒。
这次，我想自己选择一件能挺起腰板的事儿。我去。哇，这个微笑太厉害了，这个微笑太棒了，这个微笑，你们发现没有？这微笑太有力度了。哎呀，太棒了！何赛飞老师夸你了啊，说你演得很好啊，很对啊。我觉得小日本倒不至于真要了咱们命，不就是图个快活。姐妹们都是做这行的，咱们什么男人没见过？背词儿，就是那个谁，曾瑜特别背词儿，玉墨啊，玉墨特别背词儿，特别背词儿，特别冷，特别的没有从真心出发。对，你就别说什么值不值的话了。那天要不是那小女孩把鬼子引开，你的命都不知道去哪儿。他的台词怎么？他为什么呢？一刀他就掉下去了。玉墨现在的性格没体现出来。对，他是这个里的领袖。对，一到他就就掉下去，一到他就掉下去，他一到他整个气氛就掉下去，一到他气氛跳下去。就是玉木要领袖，台词是很有力度。对，但最后他觉得，哎呀，就咱这话得进去跟他们。哎呦，这个，哎呀。玉墨呀，你这个台词啊，就是一个词一个词的这样蹦出来，太冷静了。刚才何老师说了，你呢就是挑起来的一个像领袖一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句句在理，句句在情，句句出心的。就是人家一段词儿有4句，你就会说成4个，每一个都是往下掉的，听懂了吧？听懂了，好，来。就小日本，来，坐。我觉得小日本总不至于要了咱们的命吧？不就是图个快活吗？咱们姐妹不都是做这行的？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声音不要变。越来越小了。好的，好。我们还护着他们呀，那不是把我们的热量往人家冷屁股上贴？为什么要低头？他说那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可能是在放酒杯，但是按理来说你不应该泄那口气低头。不要演变化，就是这么简单。你是想好了说这段话的，你一犹豫起伏，他们就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信你说的话，好吗？好的，果断一点。你就别说什么值不值的事了。第一个人出来反对你，你一定要把他压下去，你才会动员得了大家。咱们只要活着回来，就能凑合着活下去。就他现在是自言自语而已，没有说在潜在当中以他的威信、他的说服力，能得到他们的赞同。演状态啊，真的是。哎呀，要我说，咱们就偏要干一次。没事，其实也后面他也不好。来，好看。哎呦，这个，哎呀，哦不呀，我还是上车了。走吧。小孩要被折磨坏了。我觉得吴镇老师其实也很可爱。跟在地上磨。对他说的。没什么压力啊，因为本身你这个角色现在其实内心也是有点忐忑，有点慌乱，有点不知该怎么办的。但是当你起来倒这个酒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定，才起这句话。我觉得小日本倒不一定会要了咱们的命。不要动，不要图个快活吗？动的太多了。我们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大眼睛瞪了呢，大眼睛，脑子是空的。你就不要说什么值不值得的话了。那天要不是那个小女孩把鬼子赶开，你的命早不知道去哪里了。你看，这句就应该呵斥他，没有变化。来，还是停了吧啊！这句马上就把他不行了，不行了，就是停。现在你一直都很平的，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情绪。对吧？这已经是你想定的，今天晚上要说服他们的。你喝酒的时候，你坐着的时候眼睛溜得太多，所以
在这个开会以前，你已经有所决定了，不是现在决定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行为，生死关头。所以，当有人反对的时候，你马上得变节奏。哎，你就别说了，你马上得把它呵斥他，走心走心。我觉得你在演状态，好的，眼睛飘来飘去的，你都飘掉了。我要你走心，你的眼睛要聚拢，好吗？试试看好不好？走心啊！对不起啊。抱歉。我走。你可不能走，他们不让我走。没事儿。真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边担心，一边自己还把不住这个分寸。该说时候还是说了，我其实真的还是心疼他们，但是不告诉他们，我回去会怪自己的。哦，不能心疼。好吗？不好意思，确实是这样，很棒啊！赶紧拍。但是他这段字很重要，当然，因为他的一段台词决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的这个整场戏需要有些层次的变化。他心态现在有点崩了。我就没忍住哭了，因为我会觉得现场大家拍的时间很久，然后也都特别晚了，大家特别疲惫，就一直没有做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他在找状态，他想让自己放松。3、2、1，开始。姐妹们都是做这一行的，什么样的男人咱们没见过？只要咱们能活着回来，就能凑合着活下去。太软了，还讨教吗？没有，动员不了他。大家知道，自古以来都是怎么说我们的吗？商女不知亡国恨。要我说，咱们干脆就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眼睛不要飘，盯着前面说。改变一下世人对咱们的看法。不能哭。应该笑，不能哭。好看。江江应该平时不怎么生气，感觉。而且他这段戏不能流泪。对，他要很坚定。不可以流泪。不能流泪。最，他其实可以这样，很简单。我觉得可以给他一点指正，给他一个呼吸。以前人家是怎么说我们的，可是我们怎么，他的。干脆对，干脆我们现在就怎么着，如果转身都可以。再说话的，他得有点肢体帮他。对。这段别介，一定要去。老师在那儿，一定要去，走吧。你给他几个点，让他重演一下，好吗？我不一定说的对呀，导演。要不你说的很对呀。何老师在肢体上有一点小的建议，来，何老师来，来，何老师来，要不给他肢体一些帮助好吗？给他一些定位。按我说的话，你喝酒都要喝出节奏来，你前面不动，听着他们讲。昨天晚上、前2天你就已经决定，我准备这样动员大家，不是此时此刻你才决定的。好，听。难不成真让咱们替那学生去见小日本啊？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听，走你喝完这么走路，不要腾，前面已经腾你一句我一句，你还腾，啪进来，倒酒该倒酒，啪，开口说话。大家晓不晓得，自古以来都是怎么说咱们的？商女不知亡国恨。这是骂我们的一句诗，你这里要有明确的态度。这是骂我们的一句诗，姐妹们，你们知道吗？你得先感动自己，你启发大家要爱国，要有民族精神。这是骂我们的一首诗，可以是很轻，但是要很重。这是骂我们的一首诗，这是句骂咱们的诗。不要动，所有都不要动，
好，下面是什么？要我说，咱们干脆就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要我说，我们干脆就做一件，伸嘴盯着他，盯着镜头说，给一点力度，顶天立地的事儿。声调得变化，刚才是G调，现在得E调，很高。要我说，咱们就非要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要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你要把中国人此时此刻的大爱、悲悯、勇敢的灵魂给这个时候给演出来。你看，就你这句以后，全部都表态了。我去，算我一个。我也去。那我也去。前面一点眼泪都不能要，有一点眼泪生出来你就失败了。都在答应，都在表态。今天我们姐妹们就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照我看，大家都去，也好有个照应。姐妹们都有跟我一样的悲悯之心、善良之心。这个时候你可以哭，无声的哭，掉泪。OK， 过了，过了。哎呀，那他要大哭了，他此时此刻特别想大哭一场。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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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这条真好，真不错。太久了，没事，很棒，很棒。真不错，真不错，这条真好。对不起，没事，没关系啊，有什么对不起的？很棒，有什么对不起的呀？你看，你看，我说啥来着？哎呀呀，此时此刻大哭一场。哎呀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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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张真宇这个角色戏其实很难演，这么长的一段戏，最后他拿下来了，非常不容易。到最后他哭的哭，我们都回去抱他。好，哭了，来，把衣服穿上，把衣服穿上，抱，抱一下，把衣服穿上。我真的太慢了。没有，我们都在夸你，都在夸你，真的是走心了。啊，特别棒！这么长一段戏，我也未必演得好。整段台词、整场戏就这么下来了，多棒啊！因为我是急脾气，说话比较……你别在乎哈。老师，太棒了，快把衣服穿上。你们都很棒，真的都很棒。谢谢老师，真的都很棒。这么长一段戏哈，演得好，都很棒。谢谢老师啊！你把衣服穿上，赶紧的。好。和赛飞老师教我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特别的感动。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没有情绪，你只是真的不太懂得怎么用这样的语气来更好的表达自己。然后何赛飞老师通过动用自己的肢体表现力，能够让一句话、一个台词、一个画面变得更加的立体。您教我那个太牛了，就是转过去喘一口气，说出那个东西。咱们就非要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那一下就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个力量。是，他是有时候需要有点方法的，不完全调动内心，在调动内心的同时，还是需要点方法帮助自己的节奏上的变化啊。所以就真的特别谢谢了。没有，不用谢，不用谢。特别感谢刘涛老师一遍一遍为我拆解玉墨的身姿还有风骨，让我更清晰的知道玉墨要的不只是妩媚，更多的是藏在旗袍下的血性与决绝的态度。这种东西才是收获的感觉。包括像何赛飞老师这样的前辈，他的声韵、他的气息、他的每一步、每个体态，都让人觉得哇哦，这就是老师，这就是艺术家。出来！今天那帮小姑娘可太吓人了。哎，刚刚谁说要去的？我可不去啊！哎，我也不去的呀。不是吧？咱们真要替那些学生们去借小日本啊？这不自己往火坑里跳的吗？我们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让他们别跳楼，哄他们才那么说的啊，是不是啊？就是呀，我们是好不容易逃到这里才保住命的呀。不管怎么说，不能骗人吧？哎，我们不去，你要去啊？你是被小日本鬼子点名的？就是，
小蚊子，要去你带学生们去好了，我们可不去。小日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我觉得小日本总不至于要了咱们的命，不就是图个快活吗？姐妹们都是做这一行的，咱们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只要能活着回来，我们就能凑合着活下去。但这种事，你让那些小女娃怎么应对？她们就算活着回来了，还活得成吗？我就是觉得不值得。他们连茅厕都不让我们上，我们还护着他们呀？那不是把我们的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吗？你就别说什么值不值得了。那天要不是那个小女娃把鬼子引开，你的命早就没了。行了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都睡吧，指不定明天就打胜仗了呢，是吧？万一打胜仗了，我们能活下来，你们想干啥？那我找个人嫁了。谁娶你啊？就你们还想嫁人呀？要我说呀，接着接客呗。是啊，接客吧。是啊，我们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那些女孩不一样啊，她们读过书，说不定以后还能改变这世道呢。大家晓不晓得，自古以来都是怎么说咱们的？少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句骂咱们的诗。要我说，咱们干脆就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也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自从来了这翠喜楼，就一直被使唤，还没为自己做过主。这次，我想自己选一件能挺起腰板的事儿，我去。算我一个。我也去。那我也去。好。都说婊子无情，婊子无情的。今天我们姐妹们就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照我看，大家都去，也好有个照应。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经过第一阶段的跑组考核，艺员们完成了5个影视化片段的演绎，每段表演都凝聚着对角色的理解与对表演的热忱。本阶段考核的最终成绩将在下一阶段市场答疑会上正式公布。一会儿要面临市场的评价了，好紧张啊！不知道自己会拿到怎样的成绩。我也是，心跳都加速了。快点开吧，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我平时开车速度也都不快，选车险也得认真选。我最近也在看车险啊，好多公司给我打电话推销，选得我头都晕了。你去支付宝上搜蚂蚁保，多家大牌保司一键对比价格和服务，省时省心，帮你优中选优，肯定能挑到适合你的车险。好，一会儿录完我就去搜索一下。终于到了，快走走。哥儿，一会儿你告诉我，待会儿那个蚂蚁保怎么搜。好。哇，这气氛也太紧张了。但是很奇怪，我感觉我穿这么少，为什么在冒汗？紧张吗？哎，来了。哦。OK，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市场大议会。
经过我们第一段的跑组，相信大家演员对我们的真实的生态有了更深的感受了。为了帮助大家全面的、彻透的理解我们的市场真相，今天我们请来4位非常资深的制片人，欢迎摩铁集团董事、副总裁、娱乐业务负责人魏子熙，知名作家、编剧、出品人、作词人饶雪漫老师。普京文娱闪烁工作室总经理、国际艾美奖评委全香兰女士，北京太阳益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高金喜。关于市场，你们有任何演技上角色或者基层宣传行业发展的问题，都可以向咱提问。制片人也会将带来一针见血的市场评价，帮助所有艺人认真、真实的自己，还有最真实的市场的要求。明白，明白。那么，为了贴合业内生态呢，我们也根据艺员在第1阶段的影视化片段当中的参演情况，将所有的艺员分成了3组，分别是出演了主角的头部演员，出演了配角的腰部演员，以及仅仅出演了龙套角色的尾部演员。现在呢，我想有一个话题，电影人都会研究的说 ，AI 现在冲击我们这个市场非常严重。我也很想跟大家做一个有趣的尝试，所以我们这里想分别邀请一位头部演员，一位腰部演员和一位尾部演员，来和 AI 演员比拼一下演技。哎，在这个同时，我能不能有一个个人的想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关于 AI 和演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怎么听说有一些公司已经在向比较著名的演员邀请签约，用他们的面容授权，这个有这事儿吗？有啊。这个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东西是挡不住的哈。但是我总觉得像 AI 这样的科技，是不是用于更需要的地方啊？然后呢，像这种有关民生的、维持日常生活的这种少来去应用，因为你这样一来的话，电脑上制作多了，一定是少拍了。那么你想，一个剧组有多少工种啊？那对这普通劳动者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这种，简单的说，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其实这几年长剧的量已经减产非常多了，但反倒是可能现在 AI 的技术的产生，让长剧的成本可能可以进一步的去大幅的下降。那么虽然可能对待每一个戏剧组小了，人员少了，但是可能整个戏量会大起来。这样子我会觉得可能对整体而言，这个就业岗位而言，可能它还是一种平衡。那只是说呢，一部分人能跟 AI 紧密相连，但好大一部分人还是不能使用它。但是它同时它会衍生很多新的职业出来，而且我们往往会忘掉一件事情：真正操控 AI 的是什么？还是我们人类。对，其实就是一样的，就你如何去使用 AI， 用 AI 的这帮人的大脑，它是不可以被替换的，也是不可能被替换的。我觉得不会完全。但是肯定会分享一部分。AI 呢，可能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程式化的呈现，可能大家看表演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真情实感吧。大家都要接受新东西才行。对，在我们这个行业就好玩，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不断就学，不断都有新鲜东西让你去。对，好，来我们就推荐3个演员吧，好不好？团部选谁？婷婷嘛，就选婷婷呗。然后中部就于英，就是这个时候，比过他。尾部就吴天豪。好，来就这样吧。哇！你只要跟他演的不一样就行，你千万别模仿他。加油！加油，婷婷！加油！加油！加油！演过他。OK， 好，来。那我现在来公布一下考题啊，考题就是你面对镜头向爱人告别，决定要
主动的离开这段关系。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AI 演员是怎么呈现的。我们就到这儿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想再继续了。你以后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我就不陪你走下去了。那尾部先来吧。啊，对啊，尾部先来啊。好，好，来，开始。我想了很久，我们还是分开吧。不是你不够好，是我不想再继续了。是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你以后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一定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我就不陪你走下去了。我就不陪你走下去了。你看你一低头就没有了，你看得见你还行，好下一位吧。你为什么不陪他走下去了？你为什么会跟他分手？我开始拿到这个，我就构思了一个，就是因为我配不上他，然后他一直……我问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长成？长成什么样？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因为我漂亮太宽泛了。她外形、她眼睛、她头发是怎么样的？她今天穿什么衣服？所以你眼中没有东西啦。对呀，好难。你也可以不看他，光看着地说完这段话，这也是一个办法。做第一个很惨的。好，来云，没事。我们就到这吧。不是你不够好，是我不想再继续了。你以后会碰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我就不陪你走下去了。不陪你走下去了。还是设计太多，要从内心出发的话，可以很平静的把这几个话说了，也可以不看他。对，设计是的。本来要很冷酷，最后又想很温暖的告别。要不要让 AI 再放一遍看？我还让这个 AI 教学。下一位。身体太多。你用眼睛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可以的。我对着老师可以。哇，你看着他还是想？对着这位哥。对呀。他选择放弃你，比较容易放弃。不好意思。不是，在我正对面。好，来，不用紧张啊，就是做自己最松弛的自己。这位哥，我们就走到这儿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你以后肯定会遇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只是，以后的路，我没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
保重。那你在开口第一句就已经能，我看就所以你看到你想讲第一句，那第一句就已经可以有感觉了。我们就这样算吧。那第一句很有感觉，我真的没骗你，很好。你们这次回家好好对着镜子，用不同的方法演一遍，你会发觉没有动作，那个是演得最好的。其实对白已经有戏了，你不要去演了。确实，一个戏可以有很多种呈现的方式。作为一个演员，还是要多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要向老师们多多学习。OK， 好，还有一段两个人的题目是：你们是剧场精英，互相对大家有好感的，那谁都没有主动向前一步。今天突然间在电梯里面相遇了。OK， 来看看。你昨天晚上怎么聊到一半不回我消息了？不好意思，临时加班处理工作，后来太晚，怕打扰你休息。太帅了吧！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挺真的啊？怎么会？我一直都很在意你的消息。那你最近下班怎么总故意跟我错开走？怕同事看见说闲话，我有点不好意思。这男的太 AI 了。其实我也是，一直刻意离你远一点。那以后不用再躲着。哎呦我天哪！请我们两位老师来演。我们俩什么？哎，来吧，两位大腕儿，两位大腕儿来啥呀？这是跟上一次涛姐跟吴天豪那一趴是电视连续剧啊，你们对，职场精英是吧？我宣布 AI 赢了，就靠你们了。对，来，掌声！哎，吴健老师，刘涛老师，太刺激了！这个我要喝。我觉得要不是你现在电梯，我进来好不好？好，预备，电梯灯。哎，昨天晚上给你发信息，说到一半怎么不回我？我怕太晚了，打扰你嘛，所以就，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怎么会呀？最近下班，干嘛老错峰，跟我错开走？我怕人家会误会。我也是。那怎么样才不让他们误会啊？大大方方。没看够，我没看够，我也热了。你看外面的学生已经在叫了，是这意思吗？喝到啦！太厉害了 ，AI 赢不了。我觉得这就是 AI 时代优秀演员的价值。对呀，就是鲜活呀，太鲜活了。因为 AI 通常都是用大数据，它没有灵气在里面的。但是刘涛跟郑宇两个人是加了很多生活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就是超越。来，掌声！滚！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两位导师啊！
就是永远是这句话。你看他们俩一站，人家马上就相信这个关系啊。你不一个演员你不相信，对不起，神仙来教也没有用的，对吧？你就马上人家就相信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嘛。我都信了，哎呀，我都吃醋了，哎呀，双吃醋。真想直接再演下去，真是会是什么样？再来个续集。好，那么接下来3组议员将依次进行市场答疑，每一组结束之后，4位市场的制片人将分别从中选择1位最想合作的演员，表达后续的合作意向。哇哦！他们一说话，我就感觉有压迫感来了，好可怕！这比一开始那个面试还吓人。那我们请出第一组的头部演员，有请8位艺人一起出场来。头部哦。头部，学姐，头部。上周第1阶段跑组已经结束，咱们就非要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对不起。等你是个咖，才有资格掉眼泪。本周市场答疑会即将开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答疑会。我们也将所有的议员分成了头部演员、腰部演员、尾部演员。议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关于市场里面有任何演技上角色或者即将宣传行业发展的问题，都可以向咱提问。那我们请出第一组的头部演员，有请8位艺人一起出场来。头部，谢谢。令人尊敬的头部演员。哎呀，头部，加油！老师们好。哦，都是主角哦。帅哥美女，红气照人。好，大家坐好了。头部是我们介绍嘛，先介绍王婷婷。王婷婷在我们镜头之外是女主角啊，这个演员的状态啊，她是非常好。整场戏要淋水淋雨，一动都没动，躺在那边躺了快2、3个小时，非常好，非常好啊。跟着旁边那位就刘大月拍短视频的哈，喜剧效果挺不错的。他演我加了30分，加了最多分的。那个哭不是流着，好像会戳到一点点的东西，是跟着戏走的。对，我们就缺乏这些那么给你有真实感的演员。旁边那个美少女哦，新月，她很上镜。镜头一拍啊，那美的亮眼的还不错的。哎，13钗里面那个女学生是她吗？是她，她演的还是不错的啊。是。又来一个改赛道了啊！奥运冠军了，对，真的，她表现特别好。她坚持一条过整场戏。旁边是可盈啊，当我一拍她，让我另眼相看。就可以完全抛开他家里什么背景什么，他演得非常好，而且演什么像什么，就反而背景拖累了他，人家以为他是怎么样。对，后面人说，我找一个人演周星驰的角色很难的，周星驰太深入民生了，你说比不了吧？那我干脆一想，干脆找个老外来演吧，他就是老外。他演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到他怎么去演，他不顺着排场打，这样有新鲜感了。关羽是短剧王啊，短剧很厉害，特别帅，怎么猜？非常对。我感觉竖屏真的很奇妙，就是关羽一出来，好像那个竖屏就稳了，那就是稳的感觉。我第一眼见他，我就觉得他是那个韩国那冷血杀手一样。但是他在我不是药神之前，我们要有一些投诉家属的，他演出一个很接地气的人去投诉，我差不多认不出来。真的很不错。郝伟就刚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看着他都是演太子啊、古装啊，这次反过来了，镜头之外里面演一个经纪人，很会拍马屁、很卑微的一个，完全不像他本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好了，那今天有4个我们资深的制片人在，你们自己有什么疑问来？对，那老师，我想向市场老师们的一个提问吧，就是
相对而言，我的角色当中播的比较好的那个角色是很苦情，然后被人欺负、很懦弱的这种。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可能哪怕想要去尝试别的就是类型的角色，连试戏的机会可能都没有。那也想要找工作的机会，像短剧，因为我也有面试过，但是可能确实是因为像我们没有拍过短剧的情况下，没有数据，对，没有数据，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老师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在刷短剧，你也在刷，你刷刘晓庆的吗？就是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你总想横跳，数据是跑出来的。它不是等出来的，你现在有个苦情戏标签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很多演员一旦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标签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的要撕掉这个标签。那么从市场的角度，其实有一个推送逻辑，背后有一个算法，特别在短剧赛道里边，这个算法其实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标签。如果说你的标签不明确的时候，你被推送的这种概率，你会被无限压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你现在去短剧那边，就是比如说市场现在给你画叉的原因。我听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身上这个标签是你努力了多久我才贴上了。对，你不能贴上你就想着撕。是的，因为实际上来讲，现在在精品短剧里面非常差演技很好的演员，那其实都是短剧演员在相互消化，换成恋爱。那比如说像你，如果愿意，我们先从女二号，甚至从一些特别出演开始去演，让大家记住张可盈已经在演短剧了，那就好了。明白，谢谢老师。但我觉得真的市场变化太快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短剧演员真的他们的饭是吃不完的。姐马上姐，饭都吃不完了。我们想要去订冠宇他们的时间真的很难的，我可能提前3个月都订不到的。我挺想知道，比如说像冠宇，他已经在短剧赛道里面顶峰了。如果说他现在想要去争取长剧的话，他能争取到什么角色？对，因为之前有出去面试过，也有试过戏，然后大家会说你是短剧演员的标签。我有一个非常就是现实的问题，你肯定不会让他演男一在长剧里，我可能会让他演反面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适合那种反面的角色。对，我觉得那个韩国杀手是很好。那如果我要让你演了反面的角色，和你之前的角色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嘛？那在这种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回不去你的总裁了？所以可能你也面临着这个选择和挑战。当时不是之前柯纯是短剧一哥嘛？对。然后柯纯后来去转战了一些长剧之后，其实冠宇那段时间是接班的，短剧一哥，然后都在第一名，哈哈哈哈。但是我昨天、今天我都查了短剧演员榜，他都出了50了啊！因为短剧是真的每天都在变，所以这是我对冠宇的建议啊。现阶段，我认为你是需要去挑一个很好的剧本，要留下一个作品，要让大家对你有印象。刘璇。我的问题是呢，像我们这些又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某一个领域又有一些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非职业的演员，在制片老师的眼里，会不会还给机会？是这样的，非科班并不是阻碍你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屏障。那像周迅老师、赵丽颖老师也都非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是非常就是优秀的演员。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而且踏出第一步了。就没人找你，是因为大家以为你不拍戏了嘛？没有，我要拍。对啊，现在你出来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对着镜头讲3次，我拍就可以了。我要拍戏，谢谢。我拍。那老师，我可以提问吗？好，来轮说。
我在结婚之前那时候也拍了很多偶像剧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标签，标签就是钟丽缇她老公，就是这种标签，我觉得是不是在各位制片人的眼中，认为这是对我接戏也好，或者创造角色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你是谁的老公而不选择你，而是因为你没有让我们看到你作为一个演员极致的长板和突出的特色。我就说实话啊，我不知道您是一位演员还是一位就是网红或者是什么。你没有一个在你职业上清晰的定位，钟丽缇老公只是你生活上的定位，你的专业能力没有让我们看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选择你。是。我听说你曾经有人找你演渣男，你不演是吧？他，渣的太抽象了，我就没接那个角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很符合我当时，营销号想对我的塑造和热搜上的各种的猜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把这个符号一直在往我身上做，其实能够给这个戏剧这个项目带来一个热搜，但是意义不大对我来说。那你要是能贡献到第1的热搜，那就说明你演得非常的精彩，那大家就会记住你。我觉得其实第一不要去排斥标签，第二也不要去排斥任何的角色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对一个3年没有演戏的演员，可能你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工作，让你回到这个演戏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老师这样的，我从来不排斥演负面角色。我看了那个剧本，就是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就是它太抽象了，太符号了。就戏剧和生活不应该缠在一块儿想啊。你应该把自己和戏剧剥离开来，你进入到他的世界，他是对不对？对呀，他成不成立，这才是真正艺术应该去完成的。对呀，演员嘛，演员是什么？演什么像什么，这样观众才有惊喜啊。我们演员就是一个零件，每一个人都想做那个发动引擎。但是没人想做某一个踩刹车的那个，没人看见那个板。提醒我们就是演员要配合。我那时候不是有拍很多在电视台也是有演反派，我就特别想，我要不要把它演到应该更抽象一点嘛，比你那个渣男。对呀。更极致一点。对呀。我找不到比你更渣的。对。其实我也想演这种角色，只是在那几年，因为我上了一些综艺，它有一些话题，你怕害了钟丽缇嘛？对。哦。关于这个标签这个事情，我想谈一点感想。我同一类角色的剧本，在自己没有更多各类角色的同时，你就坚定的走，没问题。因为比如说我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专门人家说3姨太什么的，专业户有这样的说法。那我也没选的了，来找的都是姨太太，3姨太，而且是大姨太都没得演。那其实不同的3姨太有不同的个性嘛，你要在这里边找出不同的差别，更考验基本功，所以不要怕。我为了他跟李成儒老师吵架，有看到，但是还是有支持我的人蛮多的。谢谢。哦，现在我还要为你说话，记牢我啊！谢谢。回头请我吃顿饭。我们来下一位有什么哦？心愿。我在这个市场上，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新人。然后像老师刚刚说的标签、印象点，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就是没有印象，导致我可能会很长时间接不到一个戏，我等待的时间会很长，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制片老师们。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00后的女演员就能扛打的是很断档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啊，像赵今麦，那还有像那个刘浩存什么，对。你可能市场没有对你有那么大的认知，但你要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然后你应该集中发力在哪里，让大家看到你。然后我也想问你，你觉得自己和这些00后的女演员，就主力军相比，你的特色在哪里？你有想过吗？对。
那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可能我会笑起来比较甜，然后我有2个酒窝，然后会让人觉得比较亲切。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优势。因为其实长得好看的女演员多，但是长得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不多的。真的好漂亮，八姐这样讲，是好看，很亮眼在人群中。对，一眼就会被他吸引。刚才你那个短发那个画面，真的我们都印象深刻。那我真的很惊艳，很惊艳，很好，很有电影感。那个特别电影哈。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上新月呢，她确实很美，但是美肯定是不够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金陵十三钗》的她的整个的片段，我都在她身边。其实我本来以为她也没有太多的表演经验，但是她真的能够迅速的找到，她极度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当她找到了，她能够一直保持着一个状态当中不丢失。他找到的不光只是一个表演的方式，他找到的是这个角色内心的那种触动。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真的。然后他那一个晚上真的表现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甚至有点让我觉得一个新人演员来讲非常了不起。这个评价太高了，这个评价太高了。所以他觉得他值了，哎呦，那刹那我也很感动，哇，这真的是很高的评价。对，演戏演的不就是这个吗？对啊。你就慢慢演吧，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去发酵。老师们好，我叫刘大月，我的本职工作是自媒体博主，我虽然有不错的粉丝量，但其实在长剧的市场里面。我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短剧和长剧都没有拍过。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们，我现在有没有被市场看到？然后市场愿不愿意认可我这样的新人演员？我觉得你更像一个内容创作者，而且呢，你拍摄所有东西呢是那么的接着地气，几乎都是当下的社会痛点。我都觉得那都不叫表演，那就是生活中的就是叫自嘲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的粉丝量在哪儿？对，我都刷到过你很多次。那你为什么不找他？因为你看到，好犀利这个问题问的。不，之前是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要演戏。对。但是你的表演确实也是给了我惊喜的。谢谢老师。他确实是那些次很松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些拍短视频的博主啊，他们的一个自带的一个优点。短视频博主他有一种野生感，我觉得非常符合那个短剧的所有的要求。对啊，就很适合你的赛道。但是你如果到短剧赛道，你要做好也是一样从零开始的准备。对，因为其实你的粉丝他不会成为你的剧粉，你的粉丝他爱看的就还是你平时拍的那些，他比较垂直啊。我可以给你一个意见的，你已经有一个观众喜欢你的这个角度了，你是一个创作类型的演员了，其实你可以参与创作，所以你是主动的。大鹏是你的好好的镜子，大鹏从吊丝先生，他变为演员，变为导演，现在很好啊。是的，大鹏啊，这个往这个路子哦。没准都能往导演方向去走一走。那好。大月导演，看看我，大月导演，大天哪，又超越来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现在你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同学，是写个短剧以后稿。你试试看，在你自己的所有的短片里面找他们来玩。对不对？我觉得今天给他们定位，在专家面前特别合适。就是我经历了那个事儿之后呢，我虽然拍了很多戏之前，但是我大部分都是合作了2、3次的团伙，不是团队。团伙好。对，但是我再去找他们，想要争取一下机会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你这样就把它寄养在个金鱼缸里面。
因为等于就是来节目之前刚刚澄清完嘛，而且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自己争取一把，我可能就没了。这个东西很尴尬的，它是得多方认可，对吧？不光是说制片人啊、导演啊、什么编剧，还有平台啊。对。有一方觉得说不愿意承担风险，其他人都不知道还怎么去争取。对。现在这个风波，我觉得已经平息了，所以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你的状态。就实话说，因为我也看了那个第1期就已经播的，如果是那个状态，抱歉啊，可能是搁置太久了。和我原来我理解的，就是我们看到你《庆余年》里的，至少你要接近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可能会使用你。是。我不知道浩伟你平时气质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看到你永远是谦卑的、小心的，甚至有点唯唯诺诺的。我平常生活中就是很自信。一点都没看出来，看不见的自信。浩维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现在你的状态呢，有个比喻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现在难的不是澄清，难是难在就是这整个行业对你的信心重建。是，对于演员来说，因为你承担的你不是你自己，是承担了一个项目的安全属性。这个真的只能需要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啊，去修复，明白。然后呢，用你的专业能力和你的赤诚，慢慢的去重建行业对你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了。明白。来，婷婷，就我经常在试戏的时候，我不是那个最优选，我可能是各方面都60、70分，可能外形尚可，才艺尚可，演技也尚可，技能点的都很平均，剧本他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只会是那个备选。我是觉得你需要更自信。婷婷是第一个长剧《沙尘暴》，对，当时其实那个角色就是年轻的妈妈，又是个悲剧角色。看看，多像。而且他戏份特别少，但从最后成片的结果啊，包括那个播出的时候，观众的这个认知而言，这个角色还是诠释的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自信呢，各个层面的60、70分，它就不是你的弊端了，而是你可能代表了你是一个可能全方位的一个艺人。好，谢谢。这金子总会发光的。当时其实，沙尘暴选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诉讼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也赔钱了。对，但是我们的确是在那个开机前公司还是给我们发了警告函。当然，我们找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做了评估，然后大家评估下来觉得这个是没有法律风险的。虽然他发了警告函，但是我们还是依然使用了那个婷婷。谢谢，谢谢。那你们很了不起哎。因为他本来他这个角色其实戏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你都愿意去给这个机会，然后还保住了，那你很了不起哎。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对婷婷啊，对浩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媒体时代，一定是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它已经是在一个最客观的层面上已经确认了这些东西是子虚乌有的。作为我们片方，其实是应该去保护他们，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法理何在？真理何在？公理何在？太好了！感谢各位。我觉得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老师，他传递的整个的价值观也是很正的。他说，法院的判决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还有作为制片人而言，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真的挺感动的。我很开心，之前制片人选择了我，也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非常感谢我们这次4位制片人，因为真的谢谢很负责任的，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边有腰部跟尾部的啊。OK。亲爱的，刚才导师们讲的很多重点，我光顾着听都没记全，好像就记住了几个方向。我记了。刚才语速很快，一边听我就一边写下来了。你看。我把咱们之前的剧本和表演片段也调出来了，3屏对着看更清楚呢。哇，这也太方便了！那麻烦你等下把笔记也发我一份，咱们好好对着剧本琢磨一下怎么改。好，没问题。
现在我请腰部演员来到我们现场，来有请，加油！加油！腰部演员入场。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现在我请腰部演员来到我们现场，来有请，加油！加油！腰部演员入场。腰部演员是最多的了。老师们好，嘿，老师们好，腰部演员，腰杆子挺直了。那我想向谢依霖老师提个问题啊。那你总去出演综艺，你有时间去打磨你的演技吗？确实是没有。所以我特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浪姐和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比较尴尬了哦，就是要让你尴尬。我更喜欢演戏多一点，更喜欢演戏。然后我的歌喉跟我的舞打低是吧，会非常有综艺效果。所以就是我确实更喜欢演戏，大部分时间我只愿意表现我快乐的部分。但是确实在演戏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在意别人想什么，我可以不用管别人快不快乐，那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发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分享一下。就是作为综艺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娱乐性强一点。然后作为一个戏剧的话，它有文化的承载着责任。那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故事喽，中国人自己的道德的理念的这样一个范围。作为戏剧演员的话，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要在意。这样，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谢谢老师。我希望的是，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再继续去磨练，我觉得你可能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毕竟你是有家庭嘛，对吧？我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嘛。你说出道也这么多年了，但是现在这个身份，妈妈尴尬了，挺尴尬的。然后这个年纪到中年。你知道以前演妈妈，她都会找40、50岁、50、60岁去演，现在演妈妈，他们找20几岁的女生去演妈妈，就直接把这个妈妈这条路也给我们堵死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很为难，到底有什么市场现在可以适合我们这样的身份？现在其实也是个中女的时代，对，不只是妈妈嘛，那种独立的女性，职场的，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很适合你的。如果未来我有一个合适的角色，我肯定会去想到你的。可以，谢谢。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角色你很喜欢，但是我们只能够给到你一个新人的报酬，你会愿意吗？我非常想演戏，任何角色我都很想试。大家都会听见的，应该会有很多片约找你。那我愿意的，我真的愿意的。语音我是比较了解，因为刚拍完我的戏，跟柯纯一起。他在里面有一场戏爆发力非常强，他说什么？如果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你就杀了我；如果过去的一切都是谎言的话，那就杀了我。那一刻，你知道我看样片的时候，眼泪是飙出来的。就小小的身体，那么大的一个能量，大家只看到今天这个他，就是没有知道说他曾经是一个人，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自己打车去拍戏。也没有化妆师，什么也没有，基本上就是我去片场看他的时候，都是要么就发着高烧，就不能停，还得一直拍。第一次走红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被群嘲，就说他好土啊，然后说短剧演员都不能上桌。然后第二次走红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就给他说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久不见了。他说姐，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先试妆。他说我明天早上我8点就要起来。我说你起来干嘛？他说我起来粘睫毛。我说你从8点就开始粘了，我晚上才走红毯。但是那次他真是惊艳了所有的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次你看到的他们的现在我觉得是因为他背后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那你现在还是这个状况吗？
是的，我从开年到现在没有一天休息的，就是然后其实长时间的就是超负荷，其实你会失去对表演的感知度，就是你会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去理解这个角色，你会变得非常疲惫。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应该让自己慢下来，而不是过度的去消耗自己对表演的热情，不应该就是一直把自己往组里塞。那真的要慢下来咯，慢慢走比较快。谢谢谢谢。哦，朱少天啊，你现在还是没有拍戏，你是做什么直播？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空下来，我就去从事了自媒体。你这个营销方法挺特别啊！我在想啊，如果你参加那个演唱会，跟不参加，好像你不参加那个回响更大一点，因为大家都记得朱少天。如果你参加演唱会，可能你就 F4里面的一个。因为就去年演唱会这件事，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那可能就大家会认为你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但你选择了掀桌，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如果要选择你去来演戏啊或什么，就可能会担忧你的情绪会不会不稳定，这种可能是一种风险。所以呢，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选择就是情绪更稳定、风险更低的人，所以你可能就在这种选择上哈，可能就会有占劣势。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在这么密集的网暴下还能够 hold 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笑，说人家找你打麻将，你不打，你还掀桌，但事实上是什么？人家找我打麻将。我说我不大想打，他说你打嘛，3缺1。我说好嘛，那我打。然后他又跟我说你去上个厕所呗，不然待会坐很久。然后我说好，我去上个厕所。结果上完厕所回来，发现我位置被人坐了。这个人打着我该打的麻将，然后还谢谢我。当然，我选择了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方式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也为了这个方式，也在偿还一些代价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你从那么高的一个顶流，然后现在突然来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你要跟很多的新人一起去竞争，而且你现在还坐在这个腰部，你现在什么心情啊？我心情挺好的。我其实觉得我很开心的点，是因为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件事情了。凡事都是两面刃，就《流星花园》西门这个角色给我带来了一个生活、一个整个生命的质上的改变。我不想去否认他的好，但是我也必须去承认他的坏。但是如果说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到47岁还能感受到重新开始的快乐。很好啊，这句话太棒了。我可以在这里证明，朱少天来这里的他整个心态非常好。对，我感觉他想到要来，已经把所有东西做开了。我觉得，听他说完，我觉得他特别坦诚。对。他没有在表达他有多么热爱表演，他也说他热爱的，但是他没有在强调他怎么样，他要改变，然后他没有啊，就是很实在呀。是吧？那就是至于就是说来这个节目到底是得到了什么，那就看表演呗。我很高兴，我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哦，真的吗？我之前就很最难的，好好的你。真的吗？那是因为李成儒老师没来。下一位同学。因为我刚入行不久，然后我想问一些关于新人演员的一些问题。我想知道，因为我们拿到的角色戏份不是很多，然后怎么样去通过这么短暂的时间去让你们记住？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你的那个资料啊，刚才我统计了一下数据，长剧5部，待播剧11部，哇塞，拍了16部戏。那么这一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你这么多机会，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机会？我当然是每一个都很认真的对待，因为
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只能不断的去跑组、建组、拍戏，我才能去学到就是表演是什么，我才能知道怎么去拍戏。因为在每部剧里边，你待的时间都不长，角色都不多，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就是你拍了这16部剧，有多少人认可你了？你在多少导演和制片人的心里种下种子，就是你的标签。你态度上没问题，那就是只能说你能力有问题，因为你的结果就是今天每一个角色都没立住。如果我看到这个履历的时候，合作全是大导演，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就会很担心这个孩子的表演习惯是不是坏了。对新人演员我比较有经验，但我想给你的建议，我觉得你应该放慢脚步。我觉得你要慢，你不要从一开始，你如果还在纠结我怎么样可以演到主角，我怎么样可以演到让我红的戏，那你会很痛苦。对，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我怎么样接到更好的适合我的角色啊，我怎么样在市场上去让我的表演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能够做到坚持。我觉得苏琪，你不要焦虑，你千万不能焦虑啊！因为我刚看你的戏，我觉得你其实会演戏的，啊，而且给到我惊喜的，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静待花开，一直有机会就去拍。把每个戏演好就最重要。演好。各位老师好，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短视频创作者，我想走到长剧里去，那我就要面临的问题是，每次我去投任何简历，我其实根本都到不了试戏的那一关，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能去演。他们是谁？说制片人呢？我不敢回答你，我怕你模仿我。因为真的很像，他真的可以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你，就是可以。我去年《折月亮》的时候用了那个赵鹏浩，今年告白用了张志超，都是短视频的创作者。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你找到合适的角色嘛。美美多读书，你来得及，你才19岁。那我肯定要工作赚学费呀。我觉得当下你要靠演戏赚学费不太可能。老师好，我叫铁柱，我就是想。因为我跟各位议员们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流量和我的梦想，我应该如何去选择？因为我是在动物园扮演孙悟空的，但如果说我要抽出一段时间去拍戏的情况下，那块我就要流量和梦想哦，或者说有好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我的这家乡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就想过来看你的时候，但这天你就不在。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拍戏。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顾虑，实际上你是一个挺好的演员，你可能未来还是可以去得到一些角色，但是可能这段时间你代表的还是一个长春文旅的一个形象。你肩负着不光是你自己，大家对你是有期待的。那你怎么选择？是继续做一个有责任心的我们的文旅的一个代表，继续帮助我们旅游事业的发展，还是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我觉得你的两难应该就两难在这儿。对，谢谢李老师。我觉得他身上接触了很多东西。就是你红了，跟梁朝伟那么红了，你还是长春出来的。这是长春的光荣啊！你没忘本就可以了嘛。你不能做一个永远趴在那边的那个人啊。现在你是这么年轻，你能趴几年？但是也有一个风险，他现在趴着还挺好。如果不趴了，出来了，他的梦想没实现，那怎么办？他趴出去不红，回去趴都没得趴了。对呀。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冲动，就别回头。我们离开 TVB， 我们根本没得吃的，但我们的梦就要去拍电影，义无反顾就出去，因为在那里我都趴了10年了，在 TVB 虽然趴得挺好。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想的就是，
不管说是文旅也好，或者说当下现在这个流量也好，能够权衡的情况下，我尽量去权衡。如果说权衡不了的情况下，我也能放弃我的梦想。你要放弃你的梦想，对吗？但我觉得你为什么为什么委屈呢？我没有想过委屈，真的。他没有委屈，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人，但他也是知恩图报、有良心的人。对，其实你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困扰吧。你说他现在口碑挺好的，好了，他一离开那个动物园了，所有人就该骂他了。那一骂就有舆情，那制片人们还敢用吗？他真的是。实话说，我个人觉得啊，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因为你的机会并没有来。如果他来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去平衡和体谅，不光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也好，还有你身后的所有的粉丝也好，领导也好，对你好的一定会对大家都好。但这个机会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做好当下的自己就够了。我觉得明白。我觉得你正视你自己内心的矛盾，然后记住一句话，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明白。因为你是为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铁柱！跟着自己的内心，对。加油加油加油！挺好的。好，到美吉。其实我是想稍微多聊2句感受，因为我刚刚看完那个我们的小考，然后我现在感受比较深。其实刚开始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我很痛苦。我说实话，我每天都是回到酒店了哭。这为啥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这么捋着一天一天就这么往前推，然后你们说不松弛，越不松弛我越紧张。反正上次录制结束之后，我就回去自己想了一下，我再回顾那个爽感，我发现我的演戏我太喜欢兜着了，因为我们喜剧是不让节奏掉在地上，我喜欢兜着你演，你演什么我兜着你，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要自私一点，我要再沉浸一点。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非常认真、努力、执着，对自己也很有想法和要求的人。你很在乎，你很紧张，你很想做好，但有的时候你越是这样的一个执着的那一根筋的那个过去，你这根筋就越绷越绷越绷，就很害怕呀，这根筋会不会被别人扯一下？因为我自己出道，我也是情景喜剧出道的，就是那个外来媳妇本地郎啊。每天都在那演，但是我会觉得说，哇，这对我来讲是最松弛的状态，是，你知道吗？而且让我足够找到了自信，足够找到了自如。我觉得美吉刚来这个节目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上次也见到他，应该前几天我们在浪姐，我看到他，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不快乐。但是我觉得今天他在分析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你来说一定不是白来。大家会看到更好的朱美吉。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你选择演员这条路嘛，就坚定的走下去。那么我也想问各位制片人老师，如果市面上有证据，你们会考虑我吗？他现在其实，在那个告白里面也演一个非喜剧的角色，我们通过试戏，最后就定了你这个角色。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满意。谢谢。我其实特别想感谢这3位制片人老师，这也是我在第2阶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心针，以至于到后面去面试啊、去小考，我都没有一赛段那么紧张了。我觉得，我要把我自己展示给你才行。哇，还是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好享受这2、3个月我们的相处。这不是一定是最开心、最幸福，但是一定是最难忘的一次，而且对你们是有帮助的。OK， 好，谢谢大家，谢谢。哎，每次这个导师说话都说到我的内心。对姐，你看，好记性就不如烂笔头。我在这个表演作业里边，
全都标好了。我也记了，但是就记得比较乱，我就习惯呢到提前交的时候再整理。哎呀姐，这也太惊险了！你看我这个，我教表演作业角色阐述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扫描全能王把纸质资料上的信息整理好，再扫描成 PDF， 直接编辑，字体格式不会乱，提交资料超好用，特别的丝滑。这么好用啊！哎呀姐，你看我能骗你吗？咱身边朋友现在都在用，把细节做好，才能更有底气。整起来，来下载。好，那现在我们轮到尾部演员了，有请他们到现场，有请。加油！龙套组，龙套组，我们是。加油！来，给尾部演员鼓个掌吧。尾部演员，好，尾部了。太伤人了，这个标题。哇，全部都是男生啊，尾部的。对，全部男生。对的，汉子组。来，请坐。龙套演员只是各位暂时的分组啊。如果人生是这样就麻烦了，就永远选不上。天豪，你是我2个剧的男主哎。啊？对呀，你居然到这儿来跑龙套。为什么没有选上这些主角的角色？可能我在现场小考的时候，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可能就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也不怪他们完全生活中没有机会给他们演别的，其实还行啊，都还行啊，一引导他做得到。但你说让他自己去创造，他总得有那个机会吧？他没有那个时间和空间，就是只能演他自己说的什么弟弟啊，什么姐弟恋呐，就非常单一。他有在我那儿演个喜剧。对，我在雪曼姐那儿2部戏都挑战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角色。那你也感谢雪曼姐呀，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就为了安全嘛，肯定都是用方便的，能给机会去演个别的挺难的。其实现在。对，其实我在拍短剧，在挑选剧本当中也是一直想要多尝试不一样的角色，所以来了无限超越班也是想要多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对，在这儿是有这个好处。对。给你演那个片头那个药神的那个片头那个就挺好的，不错呀。为什么就让他得了这个病？可你为什么要卖假药给我？哇，挺好的呀。对呀。然后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各位，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特质会更容易让你们接受短剧演员来演长剧？我们的有一个特点啊，就比较能熬。比较能快速记词，就你刚刚说的那个熬啊、记词啊，我觉得那个可能都是演员的基本素质。我觉得他也不是说短剧演员的特点，我觉得长剧演员也要具备这样的素质。我觉得他的外在形象很好，然后谢谢。我要是选择一些就是青春爱情的这类剧，可能会想到你。对。你演短剧也是妆容跟现在差不多吗？应该是吧？对，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包括王朔啊，化一个妆啊，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感觉。我就觉得你的妆会，王朔也一样，害了你，就永远。郑宇老师眼神很毒，我觉得确实是要放下偶像包袱，因为你是要当演员，你不是要当 idol。你们的刘海是统一的，年轻男孩统一刘海是这样吗？我们第2期的时候同样一模一样的画，我们说是一个造型师，这么所有男孩都是同样的头发，都是刘海那么厚，而且现在的审美嘛，帅哥审美就这样。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演技、颜值、流量还有资源，哪个更重要？一个都不能缺，都重要。我把这个逻辑关系给你捋一下吧。刚才说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量，把那个副词补齐的话，就是有流量，这是个结果，这是我们所有人奋斗的目标。后边那关键词演技和颜值，这2个呢是你的基础，就是你要通过足够的资源，才有可能催生出你有流量这个结果。那么你有流量，那么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一切的基础回到你自己本身上。那么颜值你改不了了，你的颜值是与生俱来的，爸爸妈妈给的，你只能拼演技。
哦，我想安慰一下黄叔。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刚才你在我面前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不够自信。但我觉得，你看刚刚提的4点啊，第一个颜值你肯定有，不然你也不会被选中，对吧？第二个资源肯定有，不然你也不会坐到这儿。第3个演技，你不用担心的，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锻炼你的演技。流量其实你算有的啦，你才10几岁，你啥都有，你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你着什么急啊？还是学习的年龄哎。年轻就是财富哦。年轻啊，年轻就有一切可能了。我觉得就是往前跑就对了，一直往前跑。好，谢老师。我就觉得今天你们几个进来跟上次我看到你们状态完全不一样。你们今天是蔫儿的，以为是尾部演员了是吧？那没必要，因为尾部它这是阶段性的，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的，并不等于决定你们以后就是尾部了，不要影响你们的这个状态啊。你一定要这种开放性的，有很多可能性在你身上可以发生的，所以你要自信，眼睛里要有光。你看进来，你看他今天都蔫儿了，蔫儿什么蔫儿啊？其实我也知道，就是他们的不容易吧，因为他们这个偶像的这个模式，我可能给你点中肯的建议吧。因为其实我跟你们公司的艺人合作过，《少年的你》是易烊千玺的第一个电影，然后我们去年投资拍摄的电影用了那个宋亚轩。我觉得你在选角的上面，就是尽量去选一些和自己性格可能比较像的。其实你有优势，你现在的商业的流量，包括你背后的公司的资源，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切入这个行业的一个生态位和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怎么能抓住？我觉得你要选本子、选角色、选团队。好，谢老师。他的师兄弟啊，刘耀文啊、玉涵，就慢慢学习成为一个男人，在这个行头你要快一点变成一个男人，男子气概出来的时候 man 一点。虽然说我现在的演技就是还是不够足吧，但是我会一点一点往上爬的。我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我就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去演戏。之前我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到，但是后来突然间有一些即兴的，我就有点乱了，然后就不懂怎样去表达。语言问题。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他的一首歌叫《蝴蝶来过这世界》。对。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那首歌，所以当时我用它写了一篇小说，然后我下个月的时候会用它拍一部短剧。希望有机会吧，我觉得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我们来让很多的故事继续去延续。哇塞，蝴蝶。我想讲一下殷凯，你怎么你好久没用你的本人演出了吗？是的，因为之前动捕幕后，其实说白了是我在 Q 控场，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本身我的擅长的点是在动作戏上。但是志伟哥，你觉得他能打吗？能。我最早做过群演，做过武行，打过替身，做过。那就可以。会打，上过擂台，打过散打比赛。打过。是吗？哇！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类型的演员，在长剧或短剧，或者是在你们的眼中，他还有没有市场？反正在我这儿是有的，因为我们经常都请不起武打演员。其实如果真的是认识你们，或者说那个，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多机会的，就是可能你不能那么的挑，我要当主角啊，或者这个戏我一定要怎么样。我是觉得机会非常多，你要是住到很内去，那你肯定是接不完的戏。你们3个演那个丧尸，很出色。对，丧尸也很好。哇，太厉害了！其他人还有想表达的吗？我说一下吧。来，一心。为了当这个演员，其实我退出了这个综艺的这块工作很多年，就是为了让自己被掐灭，然后让大家忘掉我原来的那个形象。这10年以来，我就是会很努力琢磨演技。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些演员他站在那里就一眼就觉得，哎，他就是这个角色。但是我这个感觉呢，就是好像你做的还可以，但不是非你不可的那种。你是说在超越班选，还是在外面的？就是这几次的这个竞选里面，
我不是用这个标准的哦，谁好，不是因为外形的问题。我觉得就形象可能挺现实主义，但是演的我真的不觉得是现实主义。对，那他演出的问题是吧？非常抱歉，我必须得说实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家庭的事嘛。我想给王家留个后。新郎，把我演崩溃了，笑死我。还是要多琢磨一下。因为我首先就是一个没有作品、没有知名度，然后也没有经验的演员，所以我就是在外面跑组，我就感觉到升上一个龙套角色，我都是觉得对我天大的恩赐，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你和你的经纪人得多认识一些副导演，因为确实大家都不太认识你。其实你的要求并不高，因为只有副导演他能够天天把你的照片往上递，你知道吗？有涛老师，我特别认同。可能大家以前有个误区，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制片人其实往往可能最多就是男一女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亲自的下场来谈，甚至男二女二的时候，其实大量的是会交给那个 casting， 交给副导演，就是他们像 HR 一样，他们先把材料收上来，就是你可能 HR 都没有收到你的材料。这个是问题啊！你要求不高还不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演出方法要检讨一下，你是舞台的，你去想一下吧。可能为什么你要求不高还不选你？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出去打架。这个演员应该有演员这种发散性的，就你让人们感觉看上去你这个人是开放的，像一块海绵一样，有很多孔的，有空气的，你是可以吸收有很多可能性的，可以这样的捏着可以变成各种形态的。他们已经界定的尾部演员的东西丢开，我从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是尾部。我是头部的头部，这个状态拿出来，才能有翻身仗可以打呀。好，感谢我们四位谢谢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为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真实的行业反馈啊，相信各位艺人也真的得到新的启发和思考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更清晰的进行我们自我的定位，更有效的提升我们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这个市场的大议会呢，到了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就这个让我现在知道，我要清楚我自己要走什么路线，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凭什么选我，我的优点长处在哪里，这些都是我值得思考的问题。收获到了很多，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辨识度，这个是我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3年之期已到，这一次我要欧什么印啊？万一赔了呢？老婆孩子怎么办？你不知道蚂蚁保上有储蓄型保险吗？别光想着一天，你每个月放点闲钱进去，先努力撑到第2级呗。蚂蚁保储蓄型保险，大牌保司，安全稳健，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买个10年。好了，各位同学，刚刚我们聊完市场对大家的评价，现在呢，让我们回到你们演技的本身了。在第一轮的跑组中，我们根据大家的表现，综合了得出了4个班的层次排名。在正式揭晓前，我要再强调一次啊，总分排名垫底的班级全员将失去第2轮跑组的试镜机会。啊，到底谁是第1名，谁是最后1名？请队长出去。还要出去？一起出去，施主。你去吧。Lucky，
加油姐！加油姐！加油姐！现在什么意思？让我好忐忑。刘璇，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啊？什么意思？要把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你在那儿。哇，还要分开啊？搞这么神秘的吗？哎呀 ，sorry 啦，给你们拖后腿了。非常担心啊，就觉得真的要背景板板了吗？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跟第3、第4之间其实分差很接近。我如果那个00发，对，不往那想了，哥哥就没事了。哥哥不想，没事哥。哦，回来了一个。哦，回来了。哦，来了。我是T字的标，在哪里啊？总分多少？总分我都吓着了，988.5。排名第1。对，多少？900多。第1就是第1。哎呦！我们组的所有人，说实话哈，每个人单拎出来都可以当组长啊，因为他们自己都很卷，所以我这个组长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轻松，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那恭喜刘璇班的第1轮跑组的拿下第1名，作为奖励，我们将会给他们额外增加了1次角色参演的机会。拍摄影视跨作品是蛮好的人生，同时节目组也会给这部影视跨的作品进行更多的曝光和推广加持，更加会获得跟李成儒老师对戏的机会。好，下一个进来。第几天？那是第2。哎，啊！他又在演戏了，又在演戏。我现在嘴角压不住了。来，分数。我好紧张，突然间紧张来了。干嘛？到底干嘛？到底干嘛？朱孝天班总分674.5，排名第3。安全。笑死了！哎呦，安全。3呐！哎呀，哦，别一会儿吓我们一跳。哇，要么第2，要么就对呀，对呀，对呀。好，谢谢老师，谢谢。好，下一个进来。喂，人数。哦，我们队长回来了。怎么办？那我们是最后一个吗？啊，好紧张啊！不能吧？不能吧？哎，宣布你的分数吧。我们组的总分是，我们的比分是，悬念。我们组的总分是634分，我们排名第4位。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特别吉利啊，828，828。我们是第2名。哎，怎么开心的比第1名还开心？开心。我们828，我们本来最后1名。对啊，逆风翻盘哦，厉害。很开心，有点逆袭成功的感觉。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毕竟我分是我们组里面最低的吧，然后我们还能得第2，我觉得很开心。那一刻我很懊悔，就是我真的会接受不了这种事情，我很难接受，会有一些自责吧，拖大家后腿了。没关系，
没关系了，已经很好了。当然有点可惜啊，就是我们的队员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努力，就是确实自己掌握的不好。没关系，哥。赖我。那好了，我要宣布比较残酷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我们刚刚第一轮的比赛里面呢，最后一组是不能参与第2轮的试镜，所以仁和文杰组，请大家把名牌撕下来。啊！对，连名都没有了。然后外面车子就在等你们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先休息。啊？什么？撕掉名牌那一瞬间，我还是觉得好遗憾啊。好遗憾啊，这个团队就走到这儿了，甚至失去了跟别人竞争的资格。走了吧，走吧，再见。再见的。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加油！拜。有一点儿不相信，真的就这么走了？我再偷看一眼。结束啦，这个残酷性这么高吗？拜拜。有点下雨哦，有点冷啊，你们女生快上。哎，我想你们3个被选出来，但是我还没定谁演谁的。保险，哎，你比如说，哎，你先卖一个保险给我，对，销售一个。吴老师这么帅，考不考虑买个保险？保什么？保我的帅脸吗？保你的美貌。那你呢？你我给你推销就是那个人身安全险、大病险啊这些，或者是车险也可以。就会开车嘛？对，车险也可以。就是大哥，那个我们这个保险呢，您这个一家不管几口人，肯定都能够就是有这个额外的优惠，一定是比之前的任何一年优惠都要就是力度要大。所以说今年不买的话，将会错过。哦，今年打折啊！您跟姐就是这个保险就咱都包了。哎呦，我们包吗？哎，我我想买了。所有人都就有结构的东西特别好。其实我们可以无限笑一半呢，有一个叫笑险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昨天前2天一个嘛，大家笑到肚子疼啊，笑到受伤。对。不好意思。你别笑了，主持人，眼泪飙出来。对，眼泪飙，我们可以无限笑班介绍大家买个叫笑险的东西，一直看无限笑班笑死人没命赔，但是我们可以，你家属可以有保险赔付，所以呢，安心的看无限笑班更开心，笑得更安心。哇！有个笑险的东西。老师，你演这个角色吗？想买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啊，你滔滔不绝的打劫，我觉得可以演吴曼妮嘞。如果这样，真的是可以试试看。你呀，你的有点生疏，一来就是帅哥的比较，还有跟着多多学习一下，就应该演他的女助理，好不好？好。有一个适合鼻音的，就跟李成儒老师就一家人。因为那个人物呢起了很重要作用的，先保个密。好，
声音人物你们有了，大家就慢慢研究一下剧本，好不好？我先去忙别的了。好的，老师。好的，拜拜，再见。谢谢老师。哇塞，我得去找一套这个职场的衣服，我先去找一下，然后我回去慢慢看。你们先看。拜拜，待会见。老师让我们了解一下关键情节，我不太懂。这个剧本的保险是什么呀？我之前看《蛮好的人生》了解过，储蓄型保险简单来说就是按计划把钱放进去，那保险呢就会按照约定复利增值。那是不是和基金什么的差不多？不一样，各有优势。像储蓄型保险，它的好处就是保底收益是写进合同里的，不会随着市场的情况变化呀亏本。这样啊，那像老李这种辛苦攒下的钱啊，确实不能接受损失。那这种稳健型增值的保险更适合他。对，储蓄型保险作为一种家庭财产配置的手段，很多人还都不了解。它除了年金，还有增额寿险、给孩子的教育金，这一些蚂蚁保上都有。而且蚂蚁保还精挑细选了安全稳健大保司的产品，收益是同类中第一梯队的。所以如果李哥了解了，那应该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没错，很多遗憾也是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我也去支付宝搜索储蓄型保险了解一下，用储蓄型保险守护蛮好的人生。各位议员，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启第2轮的跑组。在影视行业当中，大量的优质项目为同性别的群像戏。为了考察演员在同类角色池当中能否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人物，本轮的考核将同时启动2个剧组，一部是男性的群像剧，一部是女性的群像剧。所有的议员分为男生组和女生组，分别进行跑组试镜，每组演员仅参与对应性别的群像剧目的竞演。我来说一下比拼的规则啊。上一轮咱们是这个班级战，那这一轮不是了。这一轮呢是个人战。哦。在影视化拍摄过程中，如果你的演技足够出色，监制将发放守护卡，表达对你的认可。得到守护卡的议员将在第3轮跑组试镜中占有优势。请注意，守护卡是非常宝贵的，每个监制手里只有2张，2张哦。觉得好难呢，然后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因为团队战变个人战，有点紧张。不知道这个守护卡应该如何去争取，但是我先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把我能想到的都先做了。尽人事，听天命，努力，努力再努力。OK， 好，这明天开始我们分成2组，男子组与女子组啊。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第2轮的跑组。每一次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故事、新的玩法，当然还有新的伙伴。大家有没有发现，男生这边空了2个椅子？对，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无限教育班3届的学长，越演越好，每年必须跟大家见面的纪凌尘。OK， 好，这明天开始我们分成2组，男子组与女子组啊。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第2轮的跑组。每一次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故事、新的玩法，当然还有新的伙伴。大家有没有发现，男生这边空了2个椅子？对，是。因为我们会有2个随班艺人加入我们大家和大家一起学习提升。竞争角色，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无限教育班3届的学长，越演越好，每年必须跟大家见面的纪凌尘。再欢迎我们新朋友刘晴。大家好。哇，老了很多啊你啊！我觉得我还变年轻了点呢。好烦啊，纪凌尘。
哎呀，我还要自我介绍一下啊。新人呢？你以为是谁？对，因为在表演中我一直都是新人。对，然后呢，大家好，我是纪凌尘。嗨，欢迎。就这么点掌声嘛啊？还要怎样？去放炮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对，无限留级生，毕不了业了。我觉得我进步了。你觉得？哪里进步？你怎么证明啊？因为不用证明。哦。大家好，我是刘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史诗级的大咖，我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史诗级。激动澎湃。我曾经是一名婚纱模特，转战到短剧演员的。因为演了反派而成功掀桌。我现在就杀了他！现在就杀了他！你找死！这回你是真的可以下线了。我这次来无限超越班是想多学一些演技上的可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那是不是能不能留下来？我们要给你先演出个小品。那少天，你跟刘婷来一个啊 PK 一下，这么突然？就各演各的。来，刘婷，你是跟王婷婷。好。刘晴跟王婷婷吗？笑天和张可盈。好的，哥。好，题目。男生是个控制欲很强的情人，威胁对象不让女生离开自己。OK， 来开始。放开我！过来！你弄疼我了。去哪儿啊？想去哪儿啊？离开你，去哪儿都可以。没有你在的地方，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逃不掉？啊！我的天哪！你照照镜子，你照照镜子，你现在的样子，你让我感到害怕。我怎么爱你？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怎么了？我求你，你放过我！你随便爱谁，随便你爱谁，求你！我也求求你，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不要离开我，我爱你，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啊！好了，我问你别这样，别这样，我错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啊？我怀孕了。怀孕了不是好事吗？哭什么呀？哭什么呀？啊！我不想让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哦，好，谢谢。好难受啊！天哪，好恐怖，好恐怖！但是这个爆发力那么强啊，没事吧？啊，没事。情绪在掌控的情况下完成一切的一切，对，是需要控制的，像真的一样，并不是真的是真的。我有点怕，慢慢去学会了。好，下一组，祝少天组。不要这样穿衣服嘛，对不对？
外面男生看到了多不好，你把这套起来好不好？好了，你不要闹了，我们回家了好不好？我要跟你分手，我已经说过了，我要跟你分手。不是，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呢？别碰我！你不是你现在什么意思啊？啊？我没什么意思，对不起。你是有别人了是不是？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但是我要跟你分手。没有别人，你跟我分手什么？你离我远点行吗？你离我远点行吗？过来，你讲清楚这话，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我求你，我求你了。我不要跟你，为什么要跟你分开？我这么爱你，我不爱你，我什么都给你了。我害怕。啊？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你什么意思？你自己说。我求你了。你到底嫌弃我什么？让我跟你分开行吗？我真的不想正确示范一下给他们，应该这些人每一个人都用这个方法。你看吧，你看。你快点走了，回家。你别放我，我求求你了。哎，可云，你怎么了？可云，你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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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救救我！他怎么了？我害怕。夫妻吵架。吵架他会哭成这样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夫妻吵架什么合理解释啊？吵架都会吓成这样吗？你看看。我没有跟他结婚，他是个恶魔，不要，我不要让他让我走。我带你报警，走。又是这个。不是，其实我为什么要上去，小田？因为在下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我上来，你不能演个伪善吗？就我给了你一个气口，你可以演，哎，你好，是吧？演个伪善转一下，是你想说这个吗？他想跟你来一次啊？不是，因为不是我嘴巴讲不出来，为什么一直要你们就是这样去解题的？有另外一个解题方法吗？走吧走吧，来演一回吧，演一回吧，快点来演一回。我们试试这个。来。谁控制谁我都看不出来，谁控制谁？谁是恐怖情人我都看不出来。史密斯夫妇啊，都很恐怖。哇塞！几点了？睡吧。你先睡啊。没有啊，我要看着你睡啊。啊，不用。不用啊，我不困啊。不困嘛，但你陪我不好吗？你看，怎么了，宝贝？走，睡吧。睡吧。你吃了什么了？你先吃安眠药嘛，不然睡不着是吧？来吧。我1粒就够了。现在是2粒。我真够了。我怕你睡不着啊，要我喂你吗？把口张开，张开你的口吧。
轻啊，真轻啊。可以吗？乖，睡吧，好，睡一下，走吧。好厉害，好厉害，耶！哇哦！厉害！哎呀，高手就是高手，哎呀，就是这个思维方法，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暴打那个？因为不是我怕你们有解题都用同一个思考方法的问题，不然就看100遍，看100遍啊。学到了，很满足，学到了，很满足。好，下一个表演吧，别理我了。值得了，今天。是不是得让吴桐加钱了？对呀，吴桐加钱。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真的。可能现在年轻人常常看到的新闻，都是一些暴力的行为。其实最恐怖的，就是好像很稳的，没有声音的那种恐惧感，才是最厉害的。哎，确实是我的偶像，的确是好演员。我觉得我在发抖，我刚才，就是他有一种，日式的那种很压抑、控制的场啊，很吓人。我看到他的眼神，对，眼睛更没眨，好恐怖，好恐怖，威慑力就是。第二手推往前推那一下太可怕了。多多学习啊！哎，好，谢谢大家哈。好，现在到吉林城。还有我吗？有你。这是一个喜剧赛道的题啊。OK。村里的小青年以为自己中了彩票了，结果又发现搞错了。哦，就这样，中了彩票又搞错。然后其他自己发挥。啊，好看。哎呀，来。哎呀！哎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哇！哎呦，漂亮！吉林城，服了。好，你演完了吗？完了。其实他想法挺好的，纪凌尘，真的，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自己编排的挺好的，很好，很好。欢迎两位啊！欢迎。好，我来公布一下规则啊。我们这次呢会分为男性群像剧和女性群像剧2个剧组，每个剧组中都有且仅有1位异性配角，也就是男剧中的1点红和女剧中的1点蓝。这个角色不会面临换角，并且仍然可以参加另一部剧的试镜。那这一次让你们自己选，大家从外到内了解彼此的魅力和真实性格后做出选择。
首先呢是男生展现你们魅力的时刻来到了啊！等一会儿呢，每个男生可以去服装间选一套最能展示自己魅力的衣服。换装以后，你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用符合服装人设的方式，选择在场的任意的女生进行告白，争取到他们手中的玫瑰花。哪个男性花最多，那个就赢了。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蚂蚁保为你优选储蓄型保险，安全稳健的大牌保司，同类产品的第7队的收益水平，小钱稳稳滚大，保底收益险真可痛。上支付宝搜蚂蚁保选无限超越版同款保险。OK 了，马上开始了，男生准备好了，出场了。哦，再伸手，再伸手，哇塞，哇塞，哇塞，哎呦，这是什么？还有武士吗？哇！好可爱！哎呦，哇！不错不错。哇，他换衣服了吗？换的是卖保险呢。这不是校服吗？哎呀，我的妈呀，美美呀！救命啊！我受不了了。哇！杀手！这是按摩了是吧？来按摩了是吧？哦 ，Man in Black。Man in Black。我这一款你们能读懂吗？哇！哎呦，医生好斯文啊！哇哦！啥呀？当今艺术跟古代的碰撞。哎呦我天！我是来自未来和过去的穿越者，邀请你跟我一起享受现在。好复杂。OK， 谁先来？好，我有一个道具。各位美好的女士们，你们好，我是一个想把眼前的美好通过画画记录下来的小画家吴天豪。我想表白的人，我在第一次的环节当中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个白色的毛衣，搭配了一个蓝色的衬衫。谁穿白色毛衣了？系着一个深蓝色的领带。现场画的哦。然后让我觉得这个女生特别的文静，但是她表演的非常有爆发力。我想要表白的人就是谁呀？哎呀我的天哪这个不就是这C10嘛，一模一样。你看嘛，就是 C10啊，一模一样。就是 C10，就是 C10。我3次跑组，我也有幸跟他在一队。第一次呢，他饰演的是真心。哦。我挺会姐弟恋的。然后第2次是有一个红色的，这是一个嘴唇啊。当时是竞选大内密探008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人非常有勇气的把自己打扮得很丑很丑，感染到了我。第3个过程当中，他饰演的是一个龙姐。当她的妆造啊，当她的这个头发弄的那个样子，然后表演得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演员的魅力就是特别的巨抛脸，然后让我觉得这个人是我来到这个节目我想要学习的一个目标。我想把这份礼物送给我觉得
我想要表白的人就是张可盈。谢谢，他哭了。谢谢，我要把我的话都给你。谢谢。可能我画的没有好，很好。但是太有心了。刚刚碰到朱少天，给他骂了，哭的不行，现在就开心的，又是哭的不行。哇塞，好有压力呀！我是来自游戏世界的拉布拉多拉的多不多王国的拉布拉多拉的不多王子开思源。终于找到你了，我的玩家。我的玩家。哦，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你。你每次上线，你每一次站在我身边，还有你给我准备的那些衣服，我都一直穿着。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可以一直战斗，我可以一直赢。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今天只想来问你一句话：如果说你不是玩家，我也不是角色，你愿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一起走下去？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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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他。谢谢我的王子。哇！哦。哇！哇，好帅！嗯。我想邀请戴琳姐。哇！刺客第一条，永远不让任何人看到你的脸，但是对你，我可以例外。哇！姐姐，跟你相处了这么多天了，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真诚、对我特别好的一个人。遇到你以后，我不想当刺客了，我只想当你的弟弟。我会用尽全力由他来保护你。请到，请到，出去 OOC。干嘛？画蛇添足，画蛇添足。扣分了，这下就。继续加油。哇！各位同学们好，我是36中的同学姚冠宇，然后今天呢，想给大家唱首歌听。哦，这首歌呢，想要特别的唱给我的一位同学，叫刘涛。哦。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前任，最好的前任就是像死了一样。前任的花你给拿走，杀人诛心。你不想说点什么吗？因为这个弦其实也不太准，一切都是假的，就是我自己心跳的加速是有点真的。啊！别人听我唱歌要钱，我听你唱歌要命。别人听我唱歌要钱，你听我唱歌要命。对，歌唱给你听，命也给你。哇哦！他耳朵通红。可是在我这，你的命不值钱。对，在你面前，谁的命会值钱呢？跟你有什么关系？觉得你也挺勇敢的，谢谢你。啊！谢谢。美美来了，下去，下去。现在在这个教室里搞这样的事情，把马克明和我叫来。教导主任。
郝蕾姐看到我们班学生就这么难管了吧？你累了吧？咱俩上街里吃把麻辣烫去，我骑摩托车驮你啊。吃麻辣烫问题不大，但是我真受不了一个穿袜子穿凉鞋的男士。陈，你不懂，这成熟男教师都要这么穿的。你刚来，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我的心呢，已经都被你接管了。我马上就辞职。真的呀？好，刘涛老师。备胎，备胎。我不想当你的同事。是啊，你看你们这些老师怎么都这样？你看老校长怎么样？老校长。校长可以吗？载飞姐，我可不敢造次啊！上，我跟你讲，不差得罪那一个。载飞姐，打发，谢谢，谢谢。你走吧，打发走。大家好，我是赛车手小新，你也可以叫我秋名山在逃车神，依琳姐。哦，干嘛？我要跟你告白。告白？我？对，你很特别，你很真实，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别想逃。我没有想逃过。是你想逃。没有。所以你能跟我在一起吗？我有老公了耶。你想逃了是吗？我谢谢你的勇气，谢谢。派段狙挺累的吧？还行。我来给你调理一下脊椎好吗？节奏很恐怖。他应该找刚才被他欺负的人推拿。医生，医生。哎，你刚才应该用这个演那个恐怖的，特别恐怖。这个故事真不会演了，这个。谢谢。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自发的去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个枷锁，它就是《流星花园》里面的西门。可是来到无限超越班，在各位的老师教导下，我发现要超越这个角色最好的方式是要面对他。何赛飞老师，我们之间有很特别的缘分，他的生日跟我媳妇儿是同一天，所以今天我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过来，这是来自云南的墨红冻干玫瑰。哦，这个干了的玫瑰花就像一颗火红的心。是，我接受到了。哎呦，谢谢。谢谢你。果然是老谋深算呐，姜还是老的辣。Men in Black， 找你了，找你了。老师，换我来！等一下。干什么？天哪！我的天哪！我知道你曾经说过，你最不喜欢走湿的路面。龟龟，你还记得我们的暗号吗？去想想天歌。错了，粒粒皆辛苦。我就知道你的记忆力出了问题，这件事情怪我，在我们撤离的时候我安排错了地方。其实我们俩的身份是来自2088年的时空特工，你的名字就叫做红玫瑰。红玫瑰。我想起来了，我是红玫瑰。你叫我西吉哥哥。大夫，把穿西装那个带走啊！好了，跟我回医院吧。自从当了队长之后，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你给一朵花吧，谢谢。给。我想通过一段舞蹈，在这舞蹈当中来去邀请我的女嘉宾。掌声和尖叫声！
快讲吧。黄婷婷，我可以邀请你吗？哇哦！还挺默契。我想对你说，从你开始女团出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你。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猴子，还是一个小学生。但那个时候，我不敢牵着你的手。但今天，我站到了超越班的舞台，我遇到了你，我可以勇敢地牵起你的手。这是真的吗？我想知道，我怎么觉得那么真呢？我想跟你说，你继续发光，我继续站在舞台下，默默地守护你。如果说有一天你累了，你跑不动了，你告诉我，我一直等着你。我喜欢你。谢谢。我觉得肯定是真的，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你骗我！演得真好，我爱你！我给我真的，我给我真的，不是我是演的，停了，我确实不是真的。把钱给我拿去！我停了，我停了，你看，好，哎呀。他比刚才那你演的和你们演的都要渣，有没有？这才纯渣。这确实不是真的。啊，厉害厉害，很棒很棒很棒。终于等到你3届学长压轴了。来，我要向你表白。我他已经给水饼猴伤透了。他没花哎，他没有花了。不重要。这也是真的，真的。没有花，我也喜欢你。哇哦，这个不错，我把地上的捡起来。我这个。这，婷婷，这不是这个，这是。可以抱一个吗？可以，哇，你好高，哇哦！我刚才你演那个刮彩票的那一发，我看得很开心。那我可以一直给你开心。哇哦，我喜欢有趣的人。对，我可以有趣，我可以有趣。那我给你跳个舞。可以，我给你跳个舞。可以。没有那个。哇！当当当当。大夫，你的病人又跑出来。大夫，这个医院管理好差。现在我就觉得有点向左。他们俩本来就组合呀。挺好。什么？辣！哇哦！辣！什么？好下虫！你哭了？这水饼猴你不介意吗？他又不喜欢。你又不喜欢，我介意，主要我打不过他，他太高了。打不过他，那还是不介意。现在大家手里的花都已经送出去了，获得玫瑰花最多的魅力男星是吴天豪、王铁柱和朱孝天，都有恭喜！对，恭喜。接下来轮到女生来展现你们的魅力。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其实我们女性的魅力是很微妙，但有一个真实的信号，那就是走近一个人的时候，能不能让他瞬间心跳失控？动，规则呢非常简单，所有的男议员必须要佩戴心跳仪，他们的心跳仪的心跳指数的数值会实时显示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女议员依次出场，选择一位男生，用你的方式让他的心跳飙升。我来了，谁刚刚选我？你不是有老公吗？你别过来。不要动。哎呦妈呀！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我？我喜欢你。真的吗？真的吗？真的。看，我看，你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哎呦，上去了，秦昊江 hold 住啊！是那种欣赏的喜欢，还是真的就是男生对女生的喜欢？欣赏的喜欢吧。我喜欢眼睛大大的男生，我喜欢眼睛大大的男生，而且你跟我身高刚刚好。我花呢？哇！他从71飙到111耶！哇！哇塞，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哇，真会啊，依宁。好啦，厉害！我有老公了，你想什么呢你？好了，没事了，可以了。我想问一下，我们怎么分辨这个心跳是心动还是害怕？心跳。不理了，不理，就是要往上走啊。害怕也是一样的话，那谁都会高的呀。想邀请一下铁柱。哦！哇，渣男呢？渣男很稳定的。哎呦，都69天了。你可以看着我吗？可以啊。前阵子我看到了你在直播，你说你2分钟就能够把自己的妆化完，我看你画的特别的用力，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温柔一点。然后我想今天可以为你化一次妆吗？荣幸。我在化妆。这是害怕还是心动？他心跳往下掉了啊，语音。对。那我们拥抱一下吧。我就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嘿，肢体接触。哎呦。太理性了，太理性了。对，语音你给他是友谊的感觉，你知道吧？对，有点像好朋友的感觉。虽然我不会系领带，但是我会系凌晨。我这条领带是我的记号。从今天开始，只有我可以帮你系领带。这里脏了，你在害怕吗？怎么有微信呢？警报响了，系个领带，没见过世面的男人。手上没东西啊？
吹口气。喵喵。我选你。哎呀，这个是一场磨难啊！来，加油，大哥。谢谢。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就在老家呀。那你会想我吗？这个问题有点难说。搂个脖子吧，赶紧。这样可能快点增加他的心跳，是不是？直接揍他呗，比较快。找错对象了。我告诉你，选朱少天的肯定很怕你。我怕，我现在应该就很快。我只要靠近他，我就觉得有生命危险。等一下，你先心动了是吧？需要我做些什么？把你的手环放他手上。我俩换一下。不是要干嘛？对不起，等我一下。这怎么？这为什么呀？我怎么了？咋了？等一下，就快你刚教我那个，来嘛，来嘛。哦，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招要出是吧？很厉害的绝招，你，对，稳住啊哈。哥哥，拜托拜托，求求你了，你可不可以让我给你变个魔术呀，哥哥，拜托拜托。求求你了，你不管这些好不好，听我的好吗？哥哥，我爱你，来，我们两个站反了。对不起，马上，大夫，快抢救姚欢宇！大夫，快抢救！哥哥，求求你了，你先把手伸出来，然后你比大拇哥，然后我比 OK， 然后现在我们变个魔术，你吹一口气，闭眼。哇，越来越低血压了。啥也不是，他太稳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宣布一下男剧中的1点红。谢依宁。谢谢。女剧中的1点蓝，王铁柱。因为我们年代戏，我们只能选雪炳侯，因为角色合适。对。那我就不能再用它吗？你可以再用它呀，可以用啊。哦，那就好了。上周第1阶段跑组成绩公布，我们是第2名，排名第3，有人指我们排名第4位。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启第2轮的跑组。本轮的考核将同时启动2个剧组，一部是男性的群像剧，一部是女性的群像剧。涛哥，哇，还不冷不热了。对呀。你看，地方还是老的好，够安静。适合我们就唱大声一点。
是吧？我还很有诚意，一点东西你看一下啊。看，一丝不挂，无牵无挂，啥都没有，放心交易。哇！现在为什么还那么怀旧啊，炮哥？我说啊，还要我带那么多现金来，好久没试过。哎，你说的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怀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久没试过。现在网刚短款的嘛，炮哥，我的货东西也不少啊。你名声不好，啥意思啊？啊？哎，不怕啊！大家，哦，没想到，我一丝不挂，无牵无挂，还能长枪。哦，你就不知道，我小时候因为看港片看的很多嘛，然后所以说在两个人眼神一对上的时候，哇塞，你就感觉穿越进电影里面了。就是没想到，我的天呐，我能亲眼看到这两个人在场景演戏，就是挺感触的。好了，大家看啊，在这个教堂里面，大家有时候都不会穿衣服，有时候穿的服装是统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能分出那个是大哥，那个是小弟呢？如果万一弄错就危险了。志伟哥，你先示范一下，怎么在没有服装的辅助之下，能演出大哥和小弟的分别，好吗？好，因为我们其实我都演过，演小弟呢，通常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演小弟，小弟通常都是。都是这种的。好久没见你这样表演了，真的。那个是五福星啊，跟洪金宝大哥。啊，对，五福星。嗨，大哥，大哥。然后呢，有些是大哥，但是那种大哥只怕人家不晓得他是大哥，就是那种。来了吗？这个我们这种通常都没有好收场。对，其实真正的大哥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充满信心，挺起胸膛，听起来就是。走。就安安稳稳的，那种才是大哥嘛，对不对？就看戏怎么走啊。通常大哥演都是一开始是笑的，因为他越笑，你越感觉担心，都是笑面虎啊。我碰到很多大哥都是，我出去买东西，哇，那个老板贵到，我问他你认识我吗？在我面前讲价钱，就那种，对不对？就突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明天的那个要拍他那个枪火啊，真宇大哥就厉害了，他为什么他那个戏拿奖了？把所有黑社会的表情全混合在他一身上，乱炖的。对呀，他把那个角色演绝了。看过，很棒。对呀，我在《无间道2》的时候，跟振宇哥也演个好几场戏，都是我佩服的不得了。有一场戏我在大排档被枪挤的那场戏，演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哎，真的谢谢志伟哥啊。没有这个呢，我们要因为属于一个类型片呢，所以呢，在江湖上一秒你是一个大哥呼风唤雨，下一秒就被人家拿枪指着头跪地求饶。所以呢，一瞬间的身份的换转，我们要马上能体现出来，就是让大家，比如说我赋予大家一个角色，比如说少天跟黄硕，你们两个人演的话，先是父亲跟孩子，突然就说转，你变父亲，他变孩子，这个太难了，听不明白了没关系，听不懂吗？哎，让我们振宇哥来示范给大家。好，金凌晨，你跟哎父子吗？哎呀，不，父子留给你们了，都行。债主跟债仔吧，欠钱的，又来讨债了。怎么还是债主跟压寨夫人呢？你想？没有赛的。来，好，准备。来，好的，预备，开始。哎，先生，哎哥，哎，这个怎么搞啊？这个咋了？哇，是你。我怎么了？你欠我的什么时候还？哎呀，我知道，下次还嘛。我现在没有。怎么是下次？你没钱来那个泡浴？不是，就最近就是接了点贷款，银行已经催债。啊，银行不会打死你啊，我会打死你啊！你打死我，那钱也要不回来啊，对不对？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给你多少时间？我给你很多时间的哥。不是我那个钱，你说。其实我那个钱是拿来。你说。我那个钱是拿来给我父母治病的。你笑什么呢？哎，我查过你的账户了，你去赌钱，你怎么父母啊？笑，有什么好笑啊？转！哎，什么时候把钱还回来？啊？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哎！你要不还钱，我今天就把你弄死在这儿，你信不信？啊，我信，我信，转！大哥，我真的没钱，大哥。啊，大哥，我真的没钱。没钱，大哥，我真没钱。没钱吗？大哥，什么时候还了？转！把钱给我，听到没有？我今天弄死你！我不要弄死我啊！不要弄死我！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把钱还给我。转！救命啊！看！哎，笑死！我一看到要打人什么转，我看你敢不敢打。还是要有收力嘛，对吧？我可是练拳击的。哎呦，还讲了要重来一次。不。对，其实还是留了点稍微，你不能真来啊，对吧？60多的人，你怎么可就是来了一下？对。好，大家明白了吗？很难超越啊！好，那么第一队，少天、黄卓，很难呐。爸爸跟孩子啊，爸爸发现家里钱被偷了，知道是孩子做的。吃饭吗？吃饭。来，预备，开始。硕，干嘛？我那个放在柜子里那2000块钱怎么不见了呀？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我都没有说是你偷的，你那么快就否认干嘛？我不是我，听懂了吗？不是你拿了就跟爸爸说一声你拿了，没有关系，2000块钱又不是什么大钱。不是我。快！
你那个钱是不是你偷的？什么钱？碗给我放下！哦，我看了手机监控哦。你不要不知道。换。你为什么会多一只手机嘞？啊？你不是说你没拿那个钱吗？拿了钱买手机，这什么？朋友送我的。你哪来这么好朋友？你不介绍给我呀？啊？换。你看，这不是你吗？那是我又怎么样呢？你对你儿子有没有最基本的信任？你在家里装监控，你不告诉我？我们家很穷吗？对啊，那你在意那2000块干嘛？换。啊，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换，你交女朋友了是不是？换，这手机我买给你就是了嘛，你拿钱干什么呢？换，手机给我。你拿我手机干嘛呢？我删除证据，我干嘛 ？OK， 啊，不错，有点难呢，做不到你们那么厉害啊。没有，你们那个更好。对，也不错。手机，我刚好我切的点刚好，挺好，真的挺好。好，第二组，结束跟誓言，就是街头恶霸与普通商户的关系。恶霸上门取保护费。烤肠店，我恶霸。来，预备，开始。来，乐哥。哎，大哥，来了哈。换，来一根。生意经营的不错。啊，几号了？15号。那大哥，定的几号交租？不是还有2天吗？大哥，怎么就还有2天？提前5天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了，时间已经到了。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你这玩意儿，总吃你这些东西。大哥跟我说了，你这个摊儿开不了。不管你是怎么样，今天把东西收拾干净，明天不要让我看到你。你这个烤肠摊，大哥，对给别人了。我求求你，大哥，你求我真得挣钱养家，大哥。挣钱养什么家呀？我求求你现在连我的钱还给我2天。我告诉你，大哥，天珠，大哥，你给我点时间，你别跟我来这套。不是，我现在最近生意确实不怎么好。快点的，我今天不要你多的，我们老大让我收1000块钱，我没说要多的，只要500。你再通融我2天，我把我妈那专费交上，我就赶紧就给你拿过来，行不行？大哥，就100，大哥，没得抢，大哥，快！啊！我笑死你！哎，我真是，你咋的？半天都不行，半天！现在给我烤100根烤肠。来，蹲地烤100根烤肠，大伙儿都等着吃呢，快烤100根，快100根！你干啥呀？100根！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椒。 50个放辣，50个不放辣，50个放辣。烤，不放。让你站起来了，对，烤，大哥，你们也是啊，别以为我说他没说你们。滚！看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啊！你拍什么？说你呢？好看。不是。第3组是浩江、仁硕。其实我们刚才应该维持那个姿势，互换身份，但不要换姿势。你懂我意思？明白，会更有趣一点。明白。现在你们2位呢是一个拳手师徒的关系，然后师傅发现徒弟呢去打黑拳。好难，这个好难。来 ，OK，Action。哎，说。换。
哎，是吧？你这做会儿个样子，还好吗？挺好的啊，挺好的。你最近干嘛呢？我最近就那个，就是没干啥，训练呗。训练？对。我怎么听说你去打黑拳了？听谁说的？是不是？现在学会骗我了是吧？啊，张叔，学会骗我了？不是，是吧？你以后还想不想打拳了？我想打。你想？对。那你打完黑拳怎么办啊？你还能参加比赛吗？那是。你知道多危险吗？啊？我需要。你很缺钱吗？我要钱。你要钱干嘛？我没病了，他得做手术，我需要70万。看换。我需要70万。70万，什么病啊？白血病，得一直化疗。坐这儿。什么时候事儿？2个月了。能不跟我说呢？你有钱吗？快！你有钱吗？我没钱。我没钱。真没钱，真没钱。我真没钱。但是，如果你打黑拳了，会被。我跟你讲，你是个好苗子，知道吗？打黑拳，你一辈子打不了拳击了。喂，你要打我啊？不是，不是打我啊？不是，我没有。你现在这么厉害啊？啊？打了我就有钱了啊？不是师傅，你喜欢打是吧？来，乖。来，带上拳头，带上。你现在翅膀硬了啊！来，你先打赢师傅再说。打呀！我教你这本事。快，干嘛去了？你现在打我。啊？整本事了啊！来，你刚才打，来，往这儿打，你别往这儿打，来，打。哦，师傅。换。来，站好了。快！要打了哈！你打师傅，你教的，你打吧。你就有钱了。换。我不想答应了，啊！我真不想教你。我不想跟你动手啊！黑拳，前进！换！打我！打！你打！师傅，我错了。OK， 还是不错的，在文戏里面有趣，在武戏里面有趣。赢了！有趣，真的太好笑了，那个哇！我们都很喜欢在出手的时候就停。对呀，我也给，不错啊！好，也看到一些好玩的。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希望给大家一个经验。振宇哥是最厉害，就是现场的转变，这个是一个演员是必须的啊。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
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好了，现在就转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你看，我们这些动作的电影，通常对拳击啊、手枪啊、武器啊之类的嘛。枪啊，从杆这样指着，后来都已经成本事了，是歘跳出来，这个吴宇森那种。就是吴宇森那个双不可能有人这样，现在什么都来了，还要先放一次格子，然后才一枪就出来，慢慢变成滑出来了。对。这些东西是怎么来呢？待会就可以让你们去试试，好不好？好。来，我们就请到周师傅。收小吧。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一个影视剧的动作指导周琪琪。OK， 刚刚我们讲完这么多啊，你看在挂着这些武器，有没有想拿来展示一下？斧头是怎么回事？哇！我这个吧。哎，对，因为我也是那个练拳击嘛。哦。感觉可以攻可以防，科幻片。对啊，我就这个就可以啊。提钩摆头。哇，很好用啊，格挡，这个很好用的。如果真的是再长一点，你刀剑都进不来。真的吗？反正练拳击最讲究的是距离感。斧头也是距离感的。单斧可以，但双斧你就砍一下，你要停顿嘛。斧头我可以抓。你看纪伟哥拿了斧头，斧头你挡得了吗？斧头这样一来，哇！哎呦，武行！好厉害！真的不好挡啊，这个啊！你看，来帮我把这个铁手套做厚一点。他懂的是吧？他武行你怎么挡啊？不好打，遇到不专业的可以，专业的有点难。对，但是你不想挡的时候就中了，你真的要挡，对呀，不挡更麻烦。你脱不掉啊？我一直在想，你那个斧头是怎么，的确是很难弄啊。旋风睡不着了，刚才想了，一直在想。因为双斧你真的有时候你要扶了。对，因为他没有给我空隙，他又是防又是打，就很难弄。他呢，双斧是什么呢？跟双刀一样啊，他是跟着身体走的，他又是防又是打，他是卷着身体走的啊，劈，这样打的嘛，所以你都跟着不停的这样，永远在。对呀，你是很难的。那如果跟双斧拿什么打比较好？就棍长一点才可以吧？你就跑吧，你为啥还要打呢？你看看就跑，你就跑啊！也对，我应该跑到那边去拿把枪，对不对？但是，哎呀，太认真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想找到距离，然后就区别。我展示一个啊，棍呢？哦，好，在铁柱面前耍棍。剑者之道，剑道。哎，这太不行，这个太那个啥了，你太高了，我得进去。对，本来想展示拳击的啊。小心了，纪伟哥，他会脱手的。
来了，哇！慢，好。我以为你表演什么啊？我也只上了1节课，我上。还有谁？还有谁？我来棍儿吧，点地，1、2、3，打拉，1、2、3。这个精细的，对，上面好厉害。还是1、2、3人打回来。他那个盘棍其实很难的。对，好，还有谁？扑克牌，把这折一下，好这样。这个回来了，其实这个回来了。来，这是一种观法，这是一种看法。哎，不错。然后像有的这个样子。哇，这个有饭，有2手啊。好啦，就是开关的意思了。哎呦，还有谁？哇，没想到啊！哇，哎，没有这个以前练过一点点。每个人就有一点对，有技能。所以这就是我们拍这些戏啊，通常都会用到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我们打出国际都是靠这些小玩意儿，中国功夫，还有这些创意，能够让外国人也看到，真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电影是特别喜欢，所有动作片都是。好像成龙大哥也是一个跑酷的运动员，因为李小龙提出 MMA， 但是，成龙大哥就带起跑酷。这2位都是让大家相信真实的，李小龙是真实的，成龙是真实的。对，用这个肉身做给你看的。对，真的用身体用命来的。我想他们现在都没有机会看一个实弹的，或者是比较少。我意思他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空包弹，就假的，光有那个伤，没有那个。连这个都如果有剧组省了，对，其实不是你自己做办，所以很多演员就自己嘴巴是棒，咚。好。来，老师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大家一起练习几个开枪的动作，就是剧组戏里面经常能用到的。这个有一个哈，大哥，当然我们拿枪的时候呢，但最好我们都手指在外面要检查一下这个国际的，我跟老外就擦，跟着再胖，证明里面没有弹了，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卡弹的东西，哎，没有了就放心，谢谢你。我们通常拍戏叫枪叫什么？鬼枪。对。所以必须要检查清楚，为自己。第二是手不要在里面，你没有用，你不要去扣。对，一定要手在外面比较好，所有都要放在里面。当你挤的时候就慢慢，因为很容易就已经到了嘛。就是这个。来，周师傅，你来示范一下，来大家看看啊。来，那个咱们俩配合一下。好。 2个人走位，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我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对，我往这边滚，你往这边走。我左边滚还是右边滚？对，你往这边滚。对，到了这个位置，咱俩交叉回来。哇塞，哇，贵！来，你往这边走，你穿了长裤，穿啥裤子？没有，就是他这2个膝盖交叉，对，这个膝盖下，这个膝盖跟，就一个起。哦，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表演。哎呦，是这个意思吧？
哎呦哎呦哎呦，是这个意思吧？你比较像一个腿有毛病的人。他这个到底怎么转？哎，挺难的，哎，挺难的这个。它是一只膝盖一只脚一只。对呀对呀对呀。它是两个借力，它不是这样拧的，它是一个、两个、三个。1个、2个、3个，没有，对，差不多。你要看清楚人家怎么搞，你身体转干嘛？你不是身体带脚，是脚带身体啊，哥。对，用2个膝盖带动身体一下的接力。来，新源跟铁柱，你们两个示范，预备，开始。你射谁？跳了个舞。他是木这也可以，但铁柱那个就是硬转了。你在示范是每一个角度能开一枪的，他们就理解了。因为它是360嘛，360下膝盖，棒，你看，就是这个意思。胸在前面。对。哇，很难很快。对了，胸在前面。在培训里面，我觉得所有学员都很兴奋。新演员一直很希望能够拍一些很英雄的电影啊，这个讲社团的啊，或者讲义气啊那些，有拿枪更是兴奋。不动，旁边的。哎，还不错，还不错。等会儿。起来有点难，哇，这个小心啊，有闪刀腰。1、2、3。投降。好，这我也感到好痛。你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做完这个呢，突然间旁边有人，你爬不起来了。哎，右肩先下去。你一出去，如果出来是左脚是错的，一定是右脚在前面的。是啊，你不能有这样子的啊？对啊，对啊，左在。哎，老爱见没有？对啊。哦 ，OK。不错，不错。用肩膀。对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演打戏，但是我觉得无限超越班就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尝试。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有功底在的，是要去训练的。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难。好，刚刚我们就都全部的试过，大家以此来中招也有，什么都有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枪战啊或者动作的这个犯罪电影里面都常见的。因为我们的题目是枪火嘛，所以刚刚那些可能会用到的。OK。那我们马上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比试啊，要大概换好衣服，去小考的市场。对，好 ，OK，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3年之期已到，这一次我要欧什么印啊？万一赔了呢？老婆孩子怎么办？你不知道蚂蚁保上有储蓄型保险吗？别光想着那一天，你每个月放2闲钱进去，先努力撑到第2级呗。蚂蚁保储蓄型保险，大牌保资，安全稳健，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买个10年。来，欢迎大家。晚上好。哇。
大家换上了练功服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拍摄剧目是《峥嵘岁月》，讲述的是发生在70年代文工团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文艺汇报舞台的训练场地，因为文工团需要参加各种的文艺汇演，每一位的成员呢，也希望你们是能够多才多艺的。我过去是一个文艺兵，你当了几年？我当了3年。3年。我是刚去的时候，也只是报幕啊、唱歌啊什么的。我其实不太会跳舞，但是确实大家都是在一起训练，你不会也得会了。到最后呢，就变成跳舞也得会，打快板也得会，相声也得会，小品也得会，包括置景啊，置景也要对啊，做舞台吗？对啊，你自己去准备道具啊，各个工种你最后你都会去参与。哇，好强哦！我觉得其实挺锻炼人的，真的挺锻炼人的。你们其实应该都经历过这些吧？上小学就有这种活动了。我有考过歌舞团，但我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快11岁才去考的。去了以后，我进过复试了，但是突然有一个他们歌舞团的男演员过去跟我差不多高，然后老师就说，你应该不行，因为男生举不动你，然后我就被刷下来了。我当兵之前，我也去考过其他的文艺团体，然后说你来段舞蹈吧。舞台上很多的灰，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太胖了，然后我一跳，梆一倒地，那个灰全起来了。哇！一起来，我当时在想，那不是一种效果吗？仙气飘飘的感觉。所以我就没选上，人家就没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能跳舞的人。那行吧。来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场临时的文艺汇演来对大家进行一个才艺摸底，把你们的才艺特长都展现出来。各位领导们、同志们，舞台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我们无限超越班的文艺汇演也要开始了。下面有请张可盈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送别》。他俩声音都好像，他像那个电报出来的那个，还挺像的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好像。那个年代，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哇，那感觉了我们。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好看啊，太美了。好有那个味道啊！对，很好，很好。哎呀，谢谢大家。好了，第一个搞成这样，不敢去了，压力给到。先不聊，来，我觉得啊，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个年纪的话，他其实有这种年代感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年代背景的戏，你那个自带的年代感是很重要的。而且你那个声音条件也很好哈，但你要说你的眼神再多一点就好了。下一位，尚新月同学为我们带来拉丁舞表演，大家掌声。优秀的哈，非常美了，非常好，魅力无限。谢谢各位，下一位，哇，谢谢，成功。他能起来不容易呢。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哇，灵活，很柔软。两兄啊，应得啥子女红妆？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都多才多艺啊！下面有请苏琪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哇！哇！哇哦！哇哦！好厉害，真棒！很好，我给大家出黑板报：雷色晨光，涛卷流年逐浪，无畏张扬，限定此间年少。舞鞋旋转，青春于潮色里，低吟浅唱。啊，藏头诗啊，没有看到，献给我们的刘涛老师和郝蕾老师。雷涛没关系，我们俩的可以。雷涛。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我们的一个训练课程，肢体开发课，让大家学习怎么用肢体去表达情绪。这个训练呢叫做元素训练，有风、有水、有火，我们就分别去操作这个训练。就是你就是这个元素的本身。上一次我们面试的时候，不是有4个女孩去用肢体做表演吗？苏琪的那段肢体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概念搞清楚。就是我们的肢体是服务于我们的角色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最简单的水，就是你只是水，但你至于你的水是什么形态，自己决定。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学舞蹈的人，我很喜欢去用肢体表达我的情感。来吧，你就自由的选一个地方，然后每个人每个之间稍微有一点距离啊，不要互相影响。老师，我试试啊，也看看我到时候对。你不需要特别大动，你不要那个，你在旁边演冰块就好了，也可以，我真的是可以。啊，你真的反应好快哟，冰块也是水，好厉害。来，安静，找到自己的状态，好不好？在这个当下，我唯独能够想到的就是水是流动的、缓慢的、优雅的。我先是小雨滴，然后慢慢飘落到溪水里，然后随着那个溪水再慢慢的流淌。我是在一个阳光下的小溪，在这里很享受，然后跟着这个水的流动，然后慢慢的，我享受这个阳光。还在想象，对，还在找。自己是杯子里的水，然后被打翻了，躺到地上，然后慢慢的随着它的地形在流动。对，就是这太美了，都是要演美。学过舞蹈的吧，控制力太好了。它的每一个形体都像舞蹈，是吧？对，但是不自由。你别看它有些美度，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了水。你看他其实他没有那么多规矩，这反倒好，你知道吧？它真是一滩水。先停一下，停下来。刚才啊，所有人的里面就是依林、刘璇，他们2个就做的挺好的。我想象的是我儿子拿了一杯不稳的水在杯子里晃动。
然后放到冰箱的冰块，他给了我一点启发，然后放到冰块，然后我就被冻住了。你看这叙述，他没有拟人化，啊，他不是说他想怎么样，他在外部找一个没有，他就是，所以他就看起来就是很自然。依林你呢？我想象是我上个月去雨林徒步，然后我在想那个水的感觉，就是有时快，有时慢，啊，有时候撞到石头。所以我就想着选了一个这个地方去感觉一下当时的感觉。依林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形体训练，所以他没有一个姿态感，但是它的质感会让我相信它是水。那其他大部分的人还想着我怎么美，我很美，我很美，没有水不会知道自己美的，明白吗？明白。就是尤其是舒淇呀、新月学舞蹈的，哎，脚哪有一个水脚绷得那么好，你知道吗？太美了，规则感太强了。这是我的肌肉记忆，可能这个是我的身体，它自己我控制不了它，压力。肌肉记忆，肌肉记忆，对，所以要改变呢，明白吧？你要感受那个东西，在你的想象里建立起来，啊，不要去演，好不好？是不需要任何动作。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动作，就是你不能为了动作而动作，你感知到什么，你才去做什么。这是基础训练，就是让你不断的去接近那个真实的感知。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把自己交出去吧。就有很多人接到剧本以后，他都还是在自己当中，他并没有在角色当中。对啊，就是你要热爱心中的艺术，不能热爱艺术中的自己啊。你得把你的身体腾空，让给这个角色的灵魂。好，那咱们进入下一趴。风，风怎么风啊？风是什么样子的？要想象。哦，吹走了，吹回来。来呗，来。先是有规律的小风，渐渐的风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乱刮的风，左边刮到右边，又刮到前面。你们两个人就是自我留的太多了，就是还是舒淇在演风，婷婷在演风，你是风，明白吗？就是风哪有什么表情？就你们俩还，这，你想转就是转，这是很自由的一个状态，这是冯嫂，冯嫂，来。来，停下来，来，张可言继续来看他。想象自己是一个风来，就感觉在被吹，然后又被刮。真的让我看到他就像一个风铃一样，就一直在转，然后风的那种感觉。可盈很投入，他把我带入了那个风的情境里，我相信那是真的。那刚才，好，停一下。刚才他在那个汇报演出那个表演的时候，他是有舞蹈功底的，但是他刚才是不是没有跳舞？对，他只是自由的在旋转，你也在转，但是你的区别是什么？什么？叫个扫腿舞，扫腿舞。就你懂那个啊，就是符号感、姿态感，不要那些东西，你懂吗？来吧，最后一个火吧。你想火怎么演？烫是吗？你演的是？他最后总结他元素训练，他都是演了个疯子。都疯了。来，音乐。
看柴火在烧了。可以的，想象力很好，晚上可以吗？被风吹着，对，不错，可以不错。这是比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好，所有人都是有进步的。好了，我们刚才呢都热身完了，那么接下来你们需要带入情境当中的角色，然后去感受音乐里面的情绪，用肢体来演绎。第一组呢是谢依霖、熊黛林、刘璇。第一组啊，你们的情境呢是，你们是曾经的3个最好的闺蜜，但是已经人到暮年了，你们再次来到了你们熟悉的地方。明天它就要拆了，请用你们的肢体配着音乐，演出你们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好，可以。你抢主角，你背叛。那我们台词照旧。对，以前面一样。来，3、2、1，开始。这样，很好啊，还能不能跳啊？都这么久没来了，我也不知道，试一下吧。行，身材还是那么好，还好。我那时候，哎，你们2个早就到了。哎呦，璇，哇，这里变样好多啊！你看，以前我们哇这么长的队伍，是，但是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跳舞的吗？还跳吗？跳啊！还跟我跳吗？你还抢我位置吗？你还生气吗？我生气就不来了。对不起。我们来干嘛的？跳啊！最后一次。今天就给他跳那个最多人喜欢看。我们以前下面多少观众啊，比你们人多多啦。这时候太悲情了 ，OK？ 忘了我们是什么吗？来吧。忘了吗？手忘了呀？忘了。往右看，再往左看。我老是忘。那你都不能站中间，我跟你说了。哎，等一下，踩，小心哦，踩，右脚，换左脚。哎，我这好像还没有生疏哎。羡慕羡慕，最美的，谢谢。好。哇，好好。好吧。说往左看往右看的时候，其实是挺生动的，因为3个人交流上了啊，前面就是交流不上，我估计自己心里也挺着急。要么你就是你抢了我的话，要么就是我现在该不该说话，他不是靠说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啊，随便啊，我们不用演全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来不是这个样子，烦死了你！哎呀，我的秘密基地你忘了？哎，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来，那，躲那儿睡觉呢，没变哎。你去，要不要躺一下？要不要躺一下？我才不要！什么年纪了还躺下？你有成大腕儿嘞，嘿！你们好吗？
好。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你知道我们曾经是有故事的，就不需要演一个你是我好朋友。就包括刚才戴琳说什么你还生我气吗？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来了，哎，刘小姐，什么意思啊？你想我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啊？看不顺眼我就不要来啊。我先来的。哎，你永远就是这个德性。你不就喜欢我这个德性吗？哎呦天哪，世界生命，是不是？它是一个一看就是以前是有故事的，而不是说你原谅我吧。哪有太肉麻了？就是人很奇怪，吵，然后就不能对视，一对视就笑了，内心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吧？这才好看呀。对，那都点头了，一定这是很简单的生活经历嘛。下一组呗，走。我们刚才的这个练习啊，主要是看一看大家运用肢体的能力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谈一谈这个个人经历，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在座的也有一些朋友有过团体生活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离开团体、离开朋友，或者一段很深刻的感情，有没有什么特别分别时刻、一些难忘的时刻？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是之前我们《小时代》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就拍了1、2、3、4嘛，然后都是连着拍，然后我们整天就是都在见面，然后整天都嘻嘻哈哈、玩玩闹闹，然后最后3、4拍的有点困难，又有点辛苦，最后就大家一一的杀青了。我们杀青是分开杀青的，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的说再见，从来没有过。然后后来在上映10年后，11、12年，刚好有一个工作室，我们终于是4个人在一起。可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那时候当下想说，哇，是真的很舍不得离开，就是，然后又觉得啊，好年轻哦，你怎么就说再见了呢？应该那个时候要好好再见，然后就蛮舍不得的，我们那时候真的从来没想过，原来4个人聚在一起这么难，真的是很傻。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大家还会再见，还会再见，还会再聚，但是事实上其实不一定，就是命运有的时候就会很快把你们推向远方。那你为什么刚才演的时候不把这段经历用上呢？就我跟你们讲一个啊，就是你不是用上那个事儿。而是用上你那个情境当下的你的心境，那个不舍。对呀，这很好的经历嘛。我有过那种跟很多女孩在一起生活的经历，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离开宿舍的时候，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说，就是不想要那种大家都送我，然后哭的不行的那种情节，然后就默默的把我的房间打扫好，给那个朋友们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走了，可以去找我玩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还说那个我房间沙发是新买的，谁要就把它搬走。其实没有很悲伤的场景，他们就蜂拥而至，把我房间留的那些东西，他们有用的就搬走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离别的场景。哎，我跟你们讲一个，你知道我特别听不了一首歌啊。就是小虎队的那个《一路顺风》。我为什么听不了这首歌呢？我最开始没考到上海戏剧学院之前啊，我就做演员了。然后当时是我爸开了一辆车，从我的老家通化，就是带着我去长春。然后我的同学们就来送我。你本来那么小的年纪离开家就挺难过的，但是大家都没有表现出来。但我就强忍着，我也没有回头。这时候就后面好大的声音集体唱，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我的天哪，我给我哭的，我们家到长春大概。以后都是你演戏的素材，都是你表演的素材。我听完，哎呦天哪！因为我也有一些分别的那个，就是我还讲跟我队友吧，因为跟他们时间是最长的。我就现在还记得我的同龄的那些所有的队友，就是每一个我送他们的时候那种离别的感受。乔亚。我们年龄是有3个比较年龄相仿的。那天晚上去给他送行的时候，是我跟叶玲玲，我们背着巨大的行李去到了这个火车站的行李托运处，我就看着他，然后就想到4年前，我真的是在同一个地方带着希望来的，还想到了当时在接我的那个教练给我处理行李的那个画面，一下子就浮现上来了，我就跟乔亚相对的时候，马上那个泪就落下来了。包括现在我都记得，然后还有叶玲玲，我们俩是闺蜜，我们不是要控体重吗？我们就在林星要退役的时候，我们就坐在6楼的这个宿舍的这个楼梯口，就这样，真的是肩并着肩，这样头靠着头，就在聊那些我们曾经为了欺骗教练。喊坚持的暗号，然后我们对，然后又有这个吃着冰淇淋，我们要控体重嘛。但是他第2天我就是要给他送行，然后我们俩就是那个场景非常的画面很具体，就那真的是火车缓缓的开，他头伸出来，然后对我招手，我们俩一看的时候就又泪崩了，就反正这种场景，我就觉得哇。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我那种失落，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不只是跟队友的不舍，其实我送走他们的时候，是把自己跟他曾经并肩的自己也送走了，就是那种感觉。是的，对。其实刚刚韩寒老师说那有首歌，我们当时听到有一首歌，说吧，说你爱我吧，就是这首歌，就是我们在那狂在那，就我在后期训练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坐在宿舍里面的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这首歌，然后我就会浮现出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场景。是的，就是你通过各种的分别，你自己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对，是的，我现在想到就是也会，就是眼泪一下子就对。对不起，老师，我想讲一个，我本来不想讲，但是我听到这儿，我突然想讲，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国外演出，当时舞蹈队里面有一个姐姐，我到现在都非常印象深刻，她跳舞跳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那个时候，当我还是一个非常内向、不敢说话的，在合唱团站着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她，我就觉得，如果以后过几年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吃，在一块儿玩。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什么的嘛，这样就没有再联络。然后再看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成为了自媒体，做得很好的，发展得非常非常好。我也一直在关注她，然后也给她发私信啊，我们就又联络上。然后结果，又没有过1、2年，突然间再看到的信息就是他得了癌症晚期。当然，我还是在关注他，我想他会好起来。然后，但是再看到信息的时候，已
已经去世了。可是那时候我才上大2吧，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死亡是有随机性的。就从那以后，不管是跟身边的任何人，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说再见，就是因为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就很珍惜，就有珍惜当下，当下，我听了张可颐说她的故事之后，我特别有感触。就像她说的，无论我们面对谁，要学会好好告别，就是我们很郑重的抱一下，或很郑重的对彼此说一声再见，或者是对他的一些祝福，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蚂蚁保为你优选储蓄型保险，安全稳健的大牌保司，同类产品的第7队的收益水平，小钱稳稳滚大，保底收益显著可痛。上支付宝搜蚂蚁保，选无限超越版同款保险。打捞。啊，看到今天大家的服装，知道有准备了啊。谁给你们准备的？自己。哦，怪不得。自己的。自己掏钱的。那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小考。好。好。当然，通常我们行走江湖啦，啊，都有一技傍身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要表演一下？对啊，有没有王朔？王朔，你演小弟还是大哥啊？大哥，大哥。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帅。啊？帅。因为我是大哥嘛，所以说我的技巧呢是有一些保命的。比如说现在一颗子弹飞速的朝我的脑袋射过来，这个时候我直接给他躲过去。如果右边有一颗子弹，我一歪就给他躲过去。如果非常多子弹朝我的脑袋射过来，那么我也可以躲。如果说非常非常多已经对着我了，那我可以用脚躲过去。Over。哇塞！如果是个手榴弹呢？那我就跑呗。来，钟美美，把惹我的人搬上来吧。我让你老训我，让你老说我。哎呀，不好意思。你加近一点啊，不然你怎么扔呢？对，加近。哎呀，你准不准啊你？哇，胆子那么大！哦，你就扔粉笔头，扔你的头，扔你个头。来，水饼猴，我技能就是哇，水饼猴后面挺起成龙的。在保护大哥的时候，嚯！哦！哇！
我没见过这样杀手还翻2个跟斗墙壁。奇观，我真的想再来一次。如果有杀手杀你大哥，你怎么保护？我护一下。是，如果大哥有危险，你可以怎么保护他？看，有危险，呼！不是翻啊翻！你刚才不是说要翻吗？就演呐，刚才你不是要翻吗？为什么不翻呢？到底是保镖还是医生啊？忘翻了。哎呦！找一个更厉害的开司员。哦，你是哪位啊？这个我是跟一位老师学的。跟谁啊 ？If you want to be a real Hong Kong trade， 必须要有重金属的手链，还要有重金属的项链。就是你要看我的访问，那个老外的访问。对。 Just like me, color is putting outside, and then you must have a heavy metal like that. 哦，有点研究啊，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当老大遇到危险的时候，恐吓。我明白了，哎呀，没见过，太厉害了，厉害！我翻跟着你往地下爬，没事。哎呀，来下一个。古惑仔洗剪吹，然后这个穿搭是跟吴镇宇老师在《无间道》里学的。哎，曾经说他是一个杀手。那你能 get 得到那位置？一点点。你试试看，现在穿这个。哎。昨天看刘涛都不是这个眼神的。歌唱给你听，命也给你。好，可以。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干净。干净一点的是。干净是什么意思？对，比如说来，照片过来，你过来，走过来。他们一走就是。对，就是这种。哦。纪伟哥真的太厉害了，我就要你那种啊，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嘛，就是唰。对，干净，哎呀，厉害，纪伟哥一看就不够干净。好，下一位，我表演一个就是一招制敌。啊，一招制敌啊？对，这个叫忍者脚。你打我是吧？我就叫忍者脚，功夫忍者脚，你就配合我一下，你放松就完了啊。好，好了。脚呢？就这样。脚呢？他说的裸脚。对，这怎么？要不要是实在的，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你能做？有很多种脚法，就是说，那比如说啦，我是演大哥，好，你们都来保护我，我看你怎么能把我搞定。好，来，咱们好，纪凌尘。1、2、3。哎，等一下，什么？没事。怎么依旧记你啊？什么脚？水饺还是煎饺？没办法，还过不去啊。那1对1啊？1对1可以。哦，1对1，好，1对1，哎，好，来，哦，1对1，他不行。还得抽人对手。王朔，好，就你了。1、2、3。
今天来找你妈。好，这个反正就是参考啊。OK， 我们呢这个考题的方向呢就是呢，选出保护老大的5名保镖成员，和老大的一个亲弟弟叫安南。好，那水秉侯你拿把枪出来吧，你是神枪手。他不翻跟斗不舒服，因为神枪手那个冷，那个专注，不会动来动去。我想姚冠宇你去演神枪手，把那个冷的梗对演这个。动，蛮有电影感的他的脸。好，你们坐一下，我们进去商量啊。麦克，我想真的是冠宇试试，他会有一个新的感觉。那现在啸天是演阿肥是吧？阿肥是蛮像的，修枪他已经阿肥那个动作都能很快准确的，他确实很喜欢阿肥那个。阿鬼那个就是阿鬼就是人说，哎，他弯起来坐在那边，就好像挺像他的。我说别搞阿兰的店。阿兰就是纪凌尘。怎么样？到时拿这个钱，我们就可以去 KTV， 我们什么都可以干。虽然刚才的动作多，但是他也是做到一点点精髓。我觉得他的讨人厌蛮适合安南那个讨厌鬼。同意。他有安南那个讨厌鬼那个感觉吗？行。阿信我招定了，开枪我就开枪。大嫂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勾引过我咪，他勾引过我。岳浩江比他用心。王朔比吴天豪好像好一点是吧？好一点，因为他没有说马上做，对不对？他就一直。对不起，大嫂，对不起，你有没有搞大嫂啊？天豪永远要加情绪上。对不起，你没有搞大嫂，有没有搞大嫂？你没马上反驳我，就是默认，是不是？跟我们选上的是王朔。好。好，现在就是枪火的全新阵容就在这里了。好演啊！因为这宇哥明天就想用一个。那个年代呢是用胶片拍的，胶片单机很碎的，所以那场戏怎么演怎么接，就看你们了。只有3次机会，只能演3次，我们就收工，下一个镜头。电影是很珍贵的。哦，好有压力哦。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女生的剧目正式考核。本轮剧目是一部经典的70年代的女生群戏，讲述了那个年代的部队文工团里一群女兵的故事。本轮考核是70年代情境演绎题，去还原一个那个年代真实的生活场景，需要演出那个年代最真实与生动的人物关系，最终会定下6个角色。第一组来。熊黛林、余音啊，您的情境是70年代的家庭里，女儿偷穿了妈妈的喇叭裤，太像一个孩子和妈妈了。拖地了，马上把这里打扫一遍，开始拖地。来，准备，3、2、1，开始。
幼儿园短卷多了，就他容易过，是吧？其实他可爱，他挺聪明的，其实。咦，你在干嘛？那是什么东西？拿出来！你怎么换成这样子啊？跟猴子屁股一样。这谁的裤子？你在家干嘛？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妈妈，我没有。你没有谈恋爱，你怎么换成这样子？你打扮给谁看呢？啊？你知不知道女孩子不好好学习，以后考不上大学，哪里来的工作？别这样说，把剧情全说出来。来，停，看不下去。就是你进来没有好好看他怎么了？你要先看到他，你不是回来抓他的，你是下班来，你正常下班，把这东西往这一挂。写完作业了没有？干嘛呢？是不是这样？转过来，捡起来，捡起来。小孩你不学好呢，等会儿。你站起。抱你，是不是这样啊？你要是在那说，你怎么样？你谈恋爱了？你的天哪！我去拍他屁股，是我心疼裤子。你知道那时候的牛仔裤是多难得，你明白吗？你得行动起来，那个关系得真实。下一组吧，下一组。可盈、婷婷。哎，在哪儿呢？全村第一的电视机在哪儿呢？这儿呢。哦，还挡起来，打开我看看呀。哎，你挡。哦呦，这么小，我得坐这儿我才看得见。我也合适，你家这么小，放这个小电视挺合适。是没你家大，那这不是全村第一台吗？你家有吗？没有，所以来你家看。这电视也没那么重要呀。不重要，一点不重要。那你那茶叶呢？没了，早喝没了。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啊？我看不下去呢。哎，停，啥意思啊？你俩这来看什么的呀？到底是啊？还没进入正题。不是电视，你见过电视吗？全村第一台电视，没见过电视。你见过电视吗？你可以说在哪儿呢？在哪儿的电视？对呀。哇，就你那个惊喜，你那个惊叹，你那个没见过世面，就是哇塞，那个摸一下，这就是打开有电没电的，就是你咋又喝水又泡茶又找茶叶？我想演的是我其实羡慕，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羡慕。什么？不行，你知道是所有的人到时间全部要跑到那个，只要一个有电视的，哇，那集中起来看那个电视的，对吧？而且你们俩一直在强调剧情，第一台电视，又直奔结果，又直接拿嘴叙述剧情，那还要演员干嘛呢？再来一遍，好，开始。可盈，都没来啊？你来挺早啊。哎，给你，我家最后一个罐头了。这么大，你藏起来，待会儿他们走了之后，你一个人偷偷吃。你这今天也太大了吧？给我看看呗。哎，你等等。我来，他们要是对这个东西啊，就是没感觉，都是在假作状。还老看他干啥呀？不是你还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的真实感没有。你在这，你刚才干嘛？把他给你的罐头拿这儿了是吧？然后他自己是不是去掀开那个了？你就跟他说别动，我来操作，是吧？有电，太骄傲了，你得有这个东西，
是吧？你们俩感觉跟没事人似的。而且婷婷，你几次对这个电视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你一点感觉，就我忍不了了哈。就是你进到人家家，你把人东西你给他，呀，这就是电视啊！你看，哎呦，你看了这个电视，哎呦，就是你得真的在看这电视。哎呀，挺大个哈，就是你目中无他，就有电视，你老看看他，看看你，对，看老看他干啥呀？他有可能是来看他的，是来看电视，对你的吸引力始终没有。我刚才都提供给你了，说你拿罐头拿瓜子儿，就是为了做前一点，那你立刻得这样啊？那你目的呢？你舞台行动哪儿去了？你这可盈，那个我给你买的黄桃罐头。他说：“你来这么早啊？我坐这儿，我在前面，行不行？可以啊，行啊，我能看见吗？我在这儿，你这位置最好了。你这要不是你是我好姐妹，你都不可能来。那必须的呀，是不是应该这样？哎，你先打给我看看行吗？现在呀，那哪能行啊？这人都没来呢，得大家一块儿看。我就看一下。那行吧。”快，别等，我来。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对不对？你得对这个好奇啊！你那心对啥都不好奇。对，我椅子我也不好奇，我电视我也不好奇。对他很好奇，对他很好奇，对他很好奇，老看他。对，主要是他的电视是偷来的，你知道吧？所以很好奇。所有的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电视，这台电视机，要不然没有意义了，是吧？好像我们确实是对那个年代的，包括就是真的那个生活这个了解有欠缺，所以说就是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在那个当下即兴想到的，都跟老师在告诉我们的会大相径庭。电视机对你们来说的确一点都不稀奇，那你就想象一个你稀奇的东西就好了，你把那个东西投射在这个电视机上这个道具上不就好了吗？这生生的就得演这个假的东西，这太不好看了。对，生活的质感缺失。但是我就告诉你，我现在让你马上回到一个现代戏，你也演不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没有待在那个生活的质感里。就像我经常说的，职业演员那在生活中就是个普通人，你就没有在生活里。怎么创造艺术？怎么高于生活？那没戏了，这个事就变成人话都不会说了。对，是不是？对。你想演一个吗？好，你来一遍吧。来，哪个化妆的还是穿裤？你想演哪个？你想你谁都行。我想演电视机，看电视的那个。对。啊，行，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一个上一个？随便，随机。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对，好，那你要演哪个？你来看电视的。那我演家里有电视机的行不？行，可以。啊，然后一会儿来的人越来越多，看谁对这个电视真能演得出来。是的啊，来吧。大林，平时不见你那么早来，今天那么早，干嘛呢？我看一下，我加酱油，哎，小心点，这可金贵着呢，看过没有？哇！想看不看？想看。哇！哎，等一下，哎，别摸，摸坏了。想看是不是？啊！拿凳子，我这。哎，想坐哪？随便坐。你可以去，随便去。大林，哎呀！喂，来了，莹姐。你真说的呀？糕点。大林姐，哎，好，我给你带了国外的巧克力。咱俩一块。电视。喂，别吵。没节奏，内心没节奏。我先来。别进来。我先来。要不你开吧。我，你先起来。想开。你先起来。哎，不懂礼貌。来，先起来。这样，往
上，太扯到啊！很贵呀，往上，往上是吗？这样。哎呀，我和他家的。这是个灾难哈，这是灾难，真的是个灾难，非常乱。为什么非常乱？讲一下，就你自己的人物啊不坚实，然后你就无法形成关系，你们的剧情也就无法推动。就一窝蜂来凑热闹，因为我们其实是递进的考核的，一定是那个一次比一次更难的，对吧？你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从一清早一直到现在，那你们怎么通过呢？那我们还拍吗？想一想，太难了，年龄感、时代感都没有。就这些姑娘们对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毫无概念的，这是不行的。真的，一个演员的这个知识储备量要巨大才行。就是演戏就是上战场，对吧？你一上去一开机，那些东西全部都要用上的。你到那时候再去补充，你远远都来不及了。就先把政委定了吧。政委好定啊，政委就是他嘛。对啊，年龄感也是很重要的，年龄感那个状态也是的。他也挺像的，就小麻雀的名儿也挺像他的，就是这种，是吧？他是性格直爽泼辣，也行。对他俩这个我现在有点矛盾。舒淇要演那个叶小人的话，对他来讲，我觉得他身上他那股劲儿啊有点硬，就让音乐他可以揉下去。来吧，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角色定下来了。现在宣布一下，叶小玲这个角色是新来的女兵，内向自卑，渴望被接纳。我们的选择是单新月。谢谢。周小小，文工团的舞蹈演员，美丽善良，有些娇气，是苏琪。角色陈淑芬，干部子弟，性格直爽泼辣。我们的选择是黄婷婷。沈英姿，善良敏感，有正义感，但不敢出头，是于英。小麻雀，舞蹈队成员，心直口快，有些刻薄。我们的选择是张可盈。来的时候就说我不想演刻薄的角色，必须给你安排上。政委，威严但有温情，是刘璇。合适，合适，忒合适。没有获得角色的议员也不要难过，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发布一些龙套的角色。那这次的剧目有牵扯到舞蹈的部分，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24小时的排练厅，如果有需要练舞蹈的同学可以去啊，但是注意啊，别受伤，别受伤。好吧，期待大家明天的表现。谢谢老师，加油，我们明天见。最后一组是不能参与第二轮的试镜，大家把名牌撕下来。好遗憾啊，这个团队就走到这儿了。再见。再见。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加油！拜拜。哎呀。心里还是会有一些难过，觉得坏了，这趟旅程就走到这儿就结束了。好遗憾啊。结束啦，会留有一些遗憾。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了，但没想到那一刻我还是很懊悔，就都拼尽全力，但是没用，我觉得没用。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假如这个班没有我这个人，可能大家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就是跟第3名，如果纯论分数只差40分，其实没有。对，不可能。对。不是，其实我真的挺想跟大家道歉的，因为说是一个没事儿哥，那不至于，因为我们几个人真的很容易把责任往自己身上，真不是，咱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对。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好，走吧，走吧，坦然面对吧。这么冷。没事。哦。哦。老师好，老师好，好，李老师好，各位议员好。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刚被淘汰下来。前几天我在节目组就听说有一个班垫底，我很好奇，不知道是哪6位，今天让我见到了，原来是你们6个人。我给你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封信，你们自己都念一下。黄奕欣。黄奕欣有一种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感人至深，我觉得非常了。就是因为黄奕欣的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发自心底、发自内心的笑声。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念完了。黄奕欣为什么那段信没念完呢？现在能念吗？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在国内你数第一。我们特别爱你，你非常的好，在国内您数第一，应该是。给你的评价太高了。我觉得我根本念不出口，就是那些评价。你现在受之有愧？十分有愧。其实不要紧人生坎坷多于平坦。朱美吉。姜老师，美吉是我很信任的一位演员，从早期到现在，她的成长特别大，从来不掉链子，只要有她在就很放心。就算压力大的时候，他也能稳住。我们时尚无难事，有他在就稳一半了。朱美吉加油，咱们一起把这关过了。这条路不管怎么走，都是对的。我们是时尚无难事。是松天硕松导，我们在《喜人奇妙夜1》的时候说。你获得成功的时候，鼓励你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起当时经历了很多，然后有特别低谷的时候，有特别我们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候，但是现在，我跟新的团队站在一起，然后心中过去的那些队员给我的底气，他给我的鼓励和我自己不服输的那股劲儿，就涌上来了。刚才一下，刘大悦。大悦最让我折服的就是一人分饰多角的超强实力，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灵动，辨识度极高，完全不会让人出戏，就好像几个性格迥异的好朋友围在我身边聊天。这种演绎的能力真的太绝了，我每次看都忍不住反复回放，根本看不够。谢谢你一直坚持分享这么多优质又有力量的内容，把快乐和底气毫无保留地带给大家。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照亮生活的一束光。这是谁这么肯定你啊？粉丝。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所有人。首先，很感谢粉丝给我的这一封信，给了我很大很大的能量，让我有继续往下冲的动力。给我写这封信的人是我从小的武术教练，然后他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是我的第2个母亲。您看，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跟着我们习武。这个孩子从小运动天赋好，又吃苦上进，
尤其擅长翻转、跳跃等。孩子在专业上取得这么骄人的成绩，我们武校教练都由衷的为他高兴。就是各种小时候的回忆的画面，很碎片化的就在脑海里过。到这把年纪反而遭受一次挫折，这个人生总要经历，需要成长，很正常，是不是？对，总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是。我都有写歌给人，但是我第一次对一个人有感觉，好想。张浩维，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这个角色的体现是有怀疑的，因为浩维太帅了。但是让我很诧异的一点是，这个角色后来活在了他的身上，活在了他的心里。他身上有非常优秀的幽默感，我个人认为他未来可以在喜剧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我相信他将来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你现在什么感觉？我觉得。既然结果已经这样了，其实反而我们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把状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竞技状态，让我们重新起航，把该抓的机会抓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戏念完了。上一个阶段你们成绩垫底，所以没有资格参与新一轮影视化的选角了，但可以在片场做辅助工作，配合工作人员为其他艺员明后天的影视化拍摄做好后勤服务。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明后天峥嵘岁月的实景拍摄的现场。现在你们就可以去做一些现场的服务工作。好，咱们能做的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男生做呗，那个。你们可以搬大件，我们小的。Let's go。哎呀，小香出师不利。来，1、2。那边哥，那边大。好，行，好。这个是放在那个白色柜子上面的。白色柜子上面。OK， 知道了。我觉得特熟悉，然后我感觉特好，然后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然后男孩女孩一样就是这样往剧场，然后拍电影这么办。那就上闸，把这个褥子拿过去。给我吧。我们一起在研究，在合作，然后慢慢我们在里面的情绪慢慢有改变。我们几个人开始有不一样的沟通，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变化。把幕后的活给他干好，是不是可以打断一下老师？抬一下哥，男生推一下，可惜了。不热了，拉就行了。试镜成功的艺员发动奇袭 PK， 由监制2选1确定最终演员人选。你们有一次挑战的机会。你认为你可以，你就可以在片场结束的时候，我要挑战这个角色，由监制老师从你们2个人当中认为谁确实好。奇袭成功，你们获得角色；奇袭失败，你们彻底杀青。我作为你们6个人的督导训练员，将和你们大家一起来进行奇袭挑战。
现在给大家发2个剧目的剧本，分别是男生可以参与枪火的选择，女生可以参加峥嵘岁月的剧本的选择。提醒你们啊，距离正式七夕还有24个小时，希望今晚你们静心研读剧本，吃透时代背景，确定好想要七夕的角色，撰写这个角色的人物小传，明天交给我。明天10点半，谁也别迟到。好，我希望我的到来能贡献6如，能让你们如虎添翼，如愿以偿，如获至宝。好，也希望被挑战的，他们如临大敌，如芒刺背，如履薄冰啊！好，谢谢老师。我现在重新发给你们6个姓名贴，但是是空白的。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七夕成功，再添上你们的名字。黄以欣、朱美吉、杨老师、郝维、刘大悦、梁汉文，希望添上你自己的名字。下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表示一下我们的决心。比如说啊，我是李成儒，我要七夕喊出来。预备，开始。我是黄以欣，我要齐齐。热绵绵的，腌萝卜，这不行。上去，上去喊，等着你们。走，请上楼。好，预备。开始！我是黄以欣，我要齐齐。我是朱美吉，我要齐齐。我是殷凯，我要齐齐。我是张浩伟，我要齐齐。我是刘大悦，我要齐齐。我是梁汉文，我要齐齐。一块儿喊一遍。我是黄浩伟。我要齐齐！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蛮好的人生这个作品是为了奖励第1阶段第1名的班，我自导自演了这个作品。保险代理人胡曼黎与废品站老板老李10多年的老街坊。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老李一辈子省吃俭用，为自己和独生女小桃攒下一笔养老钱。而且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小桃的未婚夫有赌博恶习，是我这个女婿啊，他喜欢赌博。老李怕以后被小桃的赌徒老公挥霍一空，于是找到胡曼黎和薛小周，为自己这笔钱设计保险方案。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算是婚前财产。我在这个剧中呢，扮演捡破烂的老李，于茵演我的女儿。我这个这肤色得暗一点。好，我这指甲里边这黑是什么？现在墨8一弄黑一洗是最好的。里边最后有句词儿啊，你告诉他你有一笔存款到期了，是不是可以帮你转成保险？老李不同意。这次在《蛮好的人生》当中饰演的胡曼黎是一个很接地气、永远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我这次在《蛮好的人生》里面饰演的是薛小周，也是曼黎姐的同事。这个我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顺，你觉得呢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你们好呀，来，坐。你们在读这一场啊？是的，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感觉拿捏不好。其实这个角色他应该就是非常有共情能力的，他非常知道老李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他看透了老李的核心需求，就是把他的这笔钱稳稳地留给女儿，所以胡曼黎才会去选择储蓄型的保险，这样不是追求短期收益，而是把这个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通过指定受益人就可以把这笔钱留给他女儿了。对。
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他的情绪应该要更稳，是在替对方考虑，而不是急着说服他。对，所以这样的话，他的人物就会更有分寸，而且能够更加的真诚嘛。那如果说你们要是对保险还不太了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上蚂蚁保。蚂蚁保上是有非常多的储蓄型保险的，而且都是来自于大的保险公司，同类型的产品收益上，它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可以给自己和家人一个长远的规划。确实，而且蚂蚁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跟人面对面谈钱其实挺尴尬的。但是蚂蚁保上的储蓄型保险在手机上就能完成，产品了解啊、人工咨询，还有购买，简单又省心，还可以实时操作，特别适合我这种社恐人。哇，那我真是被种草了，一会儿录完我就要立刻在支付宝上搜蚂蚁保来了解。好吧，那我就祝你们都有一个蛮好的人生。谢谢老师。Hello， 李哥，李叔，李叔，就叫李叔，我也叫李叔。这手做的真好。这黑指甲的这斑，对，里边真是。这个手背也是做的，这做的哦。咱们再溜一遍算。从你那个水开始。行。就拿1杯水。行。就是1杯。对。1杯好。你们俩都有你们自己喝水的水杯，只有客户来了才给那纸水杯。好。老师，您这个水喝吧，喝我给你兑点凉的，要不太烫了，我给你兑点凉的。我能喝烫的。这不烫食道吗？要不然你不冒热气，要的是热气。我的眼睛得再迷茫点，这个人物应该是个没有什么神的。这到时候留给您闺女，多好啊！李成儒老师，他非常愿意跟年轻演员交流和沟通，他给年轻演员树立了特别好的一个榜样。我相信才能投入，投入才能真诚。李老师那个整个感觉都很适合这个景，很剧。老李，我在隔壁。这么大字儿啊！啊！哟，别走啊，老师！你别那什么乐，你小字你也看不了。我能看透你的心。有花。哎。闪灰。对。好。我现在活着，那小子的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哪天走了，这钱落在他手里。他准得赌个精光，那前面那句词可以不要了，因为我们在闪回里边，他狐狸以为我不但露出来了，是他妈的，是狐狸里边都开始抽人了。那您我直接上，万一我哪天走了，这钱落在他手里，他准得赌个精光。可以 ，OK， 直接就急了，他肯定会赌的精光。OK，cut， 好，过了。而不用匆忙。沉住气，稳稳的，是个非常知性的。李成儒老师有很多提出来的一些细节和想法，是真的会让这段戏更加的真实。心里有了，戏就对了。是，老师好。哎，老师好。我把我那本拿着，我们仨把这词儿对上。好。咱们这场戏是这么拍。你从外边，你们俩一块儿来。一块来。来的目的是为了要跟我拿点钱。他鼓捣你跟我要钱来了。他早晚害了你，你有没有脑子呀？你管不着。这么疼爱女儿的父亲是打不了闺女的。对，只有打自己。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喂，这老不死的啊！好，行了，过来自己扇的我这几天的脸都是麻的。你听得我心里哐哐哐。我自己扇的我都是麻的，现在。往远打一下，那都无所谓，没事，过了就好。对不起，得好好练练。你的帽子。这次对你是个很好的练习，真的。是的，真的，谢谢老师，真的。大新快乐！要给我跟李老师打阵仗，来。在哪拍？在这样。3、2、1，哎呀，好看！就你有什么就最好就忍着，就用最平淡的语气讲出来，没加重任何人花钱，比较应该。就发病。不要那种发病的。好。子腾。
李姐，坐。看你演什么戏呢，小桃？哎，我收拾我爸的东西太乱了，进来坐，就过了嘛。你自己沾一些生活嘛。好。来，哎呀，小桃，曼丽姐，都可以，没事。收拾东西呢。这个也行，有点累，坐。这个也行，再来一个吧。小桃，曼丽姐，坐，有点乱。哎，可以，哎，出来看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整个屋子就安安静静来了。对，小桃。是的，哎，这个很好啊。被眼镜摔了一下。对呀，就这，大概是这个，对呀。明白。就这个呀，来。好。它有一个对白是。对，好了。李叔，你喝水。哎呀，闺女，谢谢你啊。小心烫了。好茶。李叔，上次听您提起，您那300万的定存快到期了。闺女，你记性真好。你知道，这些年我攒这点钱不容易，那真是一分一分抠出来的。是。明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特意请您过来的原因，就是想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这笔钱更好。李叔，您看，这是我们公司一款储蓄性保险，我俩都觉得特别适合你。你看看，给几个点啊？最高收益3个点呢。才3个点呢。银行那理财经理跟我说，他们那儿给4个点，还送2桶油。这合同里写的才是真的，那理财产品4个点可不是能给您保证的。你说这些我都不懂，反正我就觉得放在银行踏实。你要是信不过，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后面还有点事儿，曼丽姐，那您先聊，我去忙了啊。李叔，这刚来的心气儿高，您别见怪啊。我给您算笔账吧。您看啊，这300万买我们的产品，最快4年就能回本，到第10年就是358万。咱把这目光放长远点儿，这钱以后留给您闺女，多好啊！我就是想留给她。对呀。可是我心里边不踏实。怎么了？算了吧，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容我再想想啊。李叔，那您这定存到期了，先别动，我到时候再详细跟您说清楚。李叔，您在家吗？哎，我在。我是小胡。哎，哟，小胡，你怎么来了？来，进来。我用换鞋吗？嘿，就我这儿，你还换什么鞋？你瞧我这脏乱差。那个什么，来，请坐。我给您买点水果，您坐，我坐这儿就行。嗨，你来吧，还那么客气，让我给你擦擦。哎，不用，李叔您坐，没事儿。那个吃瓜子儿。您别客气，李叔，我吧，主要是那天，咱是在办公室，有些话没来得及详细说，就想过来跟您说点心里话。您别误会，我真不是说想逼着您买保险，只是我知道您这一直在废品堆里忙活，
手上全是茧子，我每次看见，这心里都心疼呢。就想着您这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别到时候这钱打了水漂。我知道你们的好意是为我好，可就是你们那儿确实没有银行的点位高。李叔，我给您的这份方案呢，其实关键点并不是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属于您女儿。什么意思？您女儿是不是结婚了？外人都看出来了。我不是看出来了，就是猜的。您这每次一说起女儿就犯愁，我就想，您肯定是想把这份钱完完全全的留给您女儿，可是又怕这婚姻万一出现了什么问题，这钱可能就不完全是她的了。我从来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那个对象，能不能跟他分手？凭什么呀？我听说他赌博。那都是多早之前的事情，他早就戒了。谁能信一个赌徒能把赌戒了？这种骗人的话你也信？你要是跟着他，他会害你一辈子的。这种人会把老婆孩子都给卖了的。听你的，我分手了，然后呢？靠你收这些破烂养我一辈子啊？我收破烂怎么了？我收破烂把你养大了，我收破烂供你上大学了。上大学？上了大学就是了不起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同学都在笑话我？我在我同学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不嫌弃我，他愿意对我好，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他真的会害你一辈子，闺女，长点脑子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嫁给他，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他已经领证了。你说什么？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这是！喂，这老不死的，我都不介意你捡破烂了，还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不是我追的他，他追的我，懂意思了吗，老家伙？赌徒，坏东西！什么意思啊？啊，你有证据吗？你凭什么说我赌徒？记得跟他拿钱。万一哪天我走了，这笔钱落在那男的手里，他肯定会赌得精光。所以李叔，您更应该听取我的建议，因为受益人是您女儿，这笔钱会算是她的婚前资产，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可我已经买了理财了。
您别急，上面写着呢，1年期，等满1年之后，我就给您转成人寿险，这样您闺女就有保障了。那这事儿就能解了？能解，您放心吧，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谢谢你啊，小霍。我应该的。小桃，曼梨姐，坐，有点乱。李叔走的是真突然啊！他在废品站摔了一跤，心脏病就犯了。心脏病？他之前一直说胸口不舒服，我让他去看，他舍不得花钱，我也劝过他，他不听，还骂我乱花钱。谁知道这摔了一跤，又赶在晚上。但你这脸上的伤是……他打的。我爸走还没2天，他就问我要钱要去赌博，我没给，就动手了。太过分了。不过我已经想清楚了，哪怕法院把我的钱分给他1半，我也要和他离，哪怕1分钱不要，我也不跟他过了。我爸之前就跟我说过，我还不听，我还和他吵。我和他说的那些话，他该有多伤心？现在他也走了，我不想再让他失望。曼梨姐，我怀孕了。为了孩子，这婚我也得离。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有个这样的爸爸。你做的是对的，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姐，我想买一份保险。我不想我的孩子未来和我一样没有保障。这个不急，到时候我会帮你安排好的。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小周。姐，哎，老李那单怎么样了？他那个定存是不是快到期了？他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就是几天前。现在的情况就是，他女婿一直逼着小桃要钱，小桃不给，坚决离婚，但可能还是得分他一半。姐，你让小桃放心，我去帮他找最好的律师，尽力帮他把这笔钱保住。好。我们一定会尽力的。